我的妻子来自于茅山，如今她下山和我成亲。洞房里，我刚要亲她，她的头发就疯狂生长，随后牢牢缠绕在我身上，直到最后，我变成了一个黑色的茧，并且黑茧还有规律的蠕动着。在我反应过来之后，我才发现了不对。我这是死了吗？林凡这才反应过来，但已经灵魂离体，而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尸体。刚刚发生了什么？林凡努力回忆，不过对于刚才的记忆，他有些模糊。今天我和我新婚妻子柳如烟结了婚，本以为今晚终于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她。等等，我被老婆吸干了精气，那真是我老婆。林凡的灵魂一阵战栗，他怕是撞邪，遇到邪祟了。但那到底是什么邪祟？他伪装成老婆的样子，这可怎么办？新婚第一晚还没亲上老婆的嘴，先被邪祟拿了一血，我不甘心啊！林凡感觉自己的灵魂越来越轻，仿佛随时都要散开，化为乌有。这时，哐当一声，婚房的门被推开了，来者倾国倾城，脸蛋微醺，正是林凡的老婆柳如烟。凡哥，你……柳如烟看着躺在床上的林凡，她感觉不到半点气息，反而阴气森森。发生了什么？半个小时前，我看到婚房窗户外有几只孤魂野鬼偷听，我便出门驱赶，没想到回来之后，凡哥暴毙，死在了婚床上。柳如烟有些遭不住这打击，眼圈泛泪，下意识她要打救护车，因为她在林凡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的阳气，脉搏断绝，绝对是死人。不行，凡哥，我不会让你这么离开，我们才刚结婚，你要陪着我一生一世。柳如烟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找到邪祟复仇，而是怎么保全林凡，让他继续留在世间，与自己不离不弃。随即她想到了什么，眼泪划过脸颊，她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空白黄符，咬破手指，用鲜血在黄符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神秘痕迹。画完之后，将黄符贴在林凡的额头上。林凡看着他一系列操作，有些蒙圈。老婆在干什么？她不会看到自己死了，伤心透顶，疯了吧？不过这时候，一阵吸扯力从尸体上传来，林凡的魂魄慢慢被吸入身体之中。凡哥，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刚刚替你招了魂，让你的灵魂回归身体，虽然不能让你复活，但这起码是一个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施展茅山养尸术，让你的尸体不腐不朽。说罢，柳如烟擦干眼角的泪痕，咬破了指尖。原来老婆刚刚在对自己施展茅山养尸术，道术竟然是真的，真的有效。林凡立马就感觉到自己和老婆柳如烟建立了某种联系，有点像主仆契约，这种感觉很微妙，仿佛规则锁链一般，系在两人身上。老婆是主，林凡是仆。吸食一滴人血，属性点+1。系统你怎么才来？激活完毕，已获得宿主当前状态。等级：死尸。下一等级：僵尸。能力5，不可动弹，死透了。寿命-1，已锁定，无法更改。自由属性点1，可自由分配。这么说，我已经是个死人了，那以后是不是不会再死了？死亡哪有第二次呢？这岂不是反向永生？林凡努力脑补，宽慰自己。系统，我要怎么才能变成僵尸？本系统无法帮助您变成僵尸，本系统只为您提供加点服务。吸收灵性能量可获得属性点，属性点可由宿主自由使用，给自身加点。属性点一经使用，无法回退。回答结束，系统休眠。与此同时，林凡一共收获5点属性，全部加给了灵魂。凡哥，我感受到我们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紧接着，柳如烟将林凡从床上扶了起来，准备出门。凡哥，养尸术有3个条件必不可少。第一是符咒，我已经为你贴符念咒，可以护住你的残魂，同时保护你的尸体不会滋生邪祟，也不被邪灵侵占。第二是风水宝地，人得地气而生，尸体也可以不腐。活人住的是阳宅，尸体住的是阴宅。我现在就要为你选一处阴宅，延缓尸体的腐朽，同时滋养你的肉身。打开门，是一处小院子，张灯结彩，满地落红，可见白天婚礼的喜庆。忍住，不许哭。柳如烟红着眼睛，让自己冷静下来。走出院子，便是漆黑的夜，伸手难见五指。这里是九黎村，也是林凡的家乡。虽然已经没有亲人，但凡哥还是选择在村子里结婚，只是想让我看看他的家乡。没想到村里竟有邪祟出没，害死了他。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路灯下闲聊。凡哥，这都9点多了，不和媳妇在屋里睡觉，怎么跑出来了？真俊的姑娘，哪怕在夜色下，也遮掩不住她漂亮的脸蛋和姣好的身材。因为柳如烟太过吸睛，反而没有人注意林凡。他的脑袋半歪着，倚在老婆柳如烟的肩膀上，一句话也没有回应。你怎么还不如新娘子大方？看见我们还害羞呢？老人们都是林凡的长辈，希望能得到回应，但是死人哪能说话？凡哥他喝醉了，晕乎乎的，我带他去外面散散步，醒醒酒。原来是这样，凡哥的酒量确实不行，我跟他喝过。散步的话，你们顺着路往南走，不到1里路就是镇上的集市，那里有跳广场舞的，晚上也热闹。千万别往北去，北边都是不住人的老房子，而且坟地多，大中午都紧得很。对，
村子最北边那条水沟淹死了不少人，半个月前还有人骑着摩托一头栽进去了。老人们对村子周围的地理环境那是无比熟悉，尤其是不干净的地方。说着说着，老人们就来了兴致，开始讲起了几十年来发生在10里8村的鬼故事。柳如烟没有兴致听下去，搂着林凡的腰，背着他的尸体向北走去。看着柳如烟和林凡向北去的背影，老人们都沉寂了下来。他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我怎么感觉有点冷？是啊，凉飕飕的，是不是要降温了？没有啊，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都是高温。结婚当日，我被诡异吸走了精气，死在了床上。妻子为了我能陪她一生一世，施展茅山养尸术，保住了我魂魄。随即她来到了一处农田，月色下可以看到周围有几十个隆起的小土包。难怪这条河沟经常淹死人，水聚阴，河沟环抱坟地，聚集了阴煞之气。很有道理啊，老婆竟然真的会看风水。这里勉强算是一块风水宝地，虽然对活人不是，但是对死人是。这附近应该会有一处宝穴，汇聚了最浓郁的阴煞之气，那里就是养尸的绝佳地点。柳如烟背着林凡的尸体继续走着，周围阴气森森，她也不觉得害怕。普通的孤魂野鬼对她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走了几十步，出现一处池塘，就是这里了。这池塘养不了鱼，却可以养鬼、养尸。凡哥，这里就是我为你选的第一个阴宅，我会把你沉入水底，只要你吸收这里的阴气，就可以让尸身不腐不朽，甚至有机会蜕变成为僵尸。你放心，我会在九黎村陪着你，不会让你孤单的。就在这时，池塘水面飘来一物，是一根棍子和一方铁块。柳如烟仔细一看，那是秤杆和秤砣。秤杆能飘在水面或许有可能，但是沉甸甸的铁秤砣绝对不可能，除非有外力。这么说的话，这里有鬼。柳如烟向后退了一步，远离水面。这池塘可以养尸，更能养鬼，而且恐怕已经养成了。而这秤砣下的鬼就是这片池塘的主人。这一男一女深夜来到河边，不会是来打野的吧？现在的年轻人玩的真花，好嫉妒，这对情侣太幸福了。与此同时，秤砣已经飘到了岸边。这位女士，你的秤砣掉在河里了，你掉的是这个金秤砣还是这个银秤砣？凡哥，这水鬼真是个老古董了，几百年老掉牙的套路，竟然还在用，真是不知道与时俱进。柳如烟谈笑风生，并无任何惧意。敢嘲笑本鬼，有本事你下来啊！凡哥，就让这秤砣带你下去好不好？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柳如烟语气充满调侃，但眼角噙着泪珠。林凡感觉后腰产生一股吸力，那秤砣牢牢地吸附着他，将他从水面拉向水底。嘿嘿，得手了，淹死你，让你有那么好看的老婆。秤砣水鬼无比得意，一股脑游到了池塘最深处。这里可是5米深的水底，以往那些落水者来到这里都会充满惊恐与绝望，四肢疯狂乱抓。但这个男人好平静，你不是人，你是一具死尸。原来他深夜来到池塘边，不是谈情说爱，而是抛尸、杀人、抛尸、毁尸灭迹、谋杀亲夫，好歹毒的女人。林凡没工夫听水鬼在自己耳边唠叨，他在感知周围的环境。吸收阴气中属性点+1，检测到宝穴。废弃池塘等级1级，特点汇聚方圆10里阴气的风水宝穴，蕴含浓郁阴气，此地可以孕育一阶鬼怪、一阶灵物。果然和老婆说的一样，这里是风水宝穴，虽然只是等级最低的1级，但是能被评级就已经不同寻常。这只秤砣水鬼应该就是此地养出的一阶鬼物。蜕变僵尸中，僵尸分类：出生期为紫僵，发育期为白僵，成熟期为绿僵，巅峰期为毛僵。吸收阴气中属性点+1+1+1。与此同时，池塘岸边，柳如烟坐在一根枯木上，就这么默默盯了一宿。我身体需要休息，但我还是不想离开。我感觉生命缺失了一块，就埋在水底。这不是凡哥的新媳妇吗？大清早你怎么在这里坐着？我看看风景。柳如烟随口应付了一个理由，但又觉得不够充分。城里没有这些。那你千万不要下去玩水，这池塘淹死过好些人。老大爷好心提醒，他总觉得缺了一个人。凡哥呢？他怎么没有陪你？也太不知道疼惜老婆了。还没睡醒，昨晚他太累了。老大爷立即露出秒懂的眼神。我想起来了，昨天夜里你和凡哥出门散步，我怎么没看到你们回家？我们玩得太晚，是后半夜回去的。半夜在野地里玩？老大爷想到了什么，老脸一红。柳如烟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思仍在池塘里。凡哥，我会在九黎村守着，直到你变成紫僵，无论1年还是10年，我都愿意等。根据茅山养尸术的记载，即便选对了风水宝穴，死尸蜕变为紫僵至少也需要1年时间。柳如烟回到家之后，观察了一下婚房，到底是什么邪祟杀死了凡哥？
深邃的眸子仔细打量婚房内的场景，不过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一丝一毫的阴邪之气都没有留下来。即便对方的实力远远高于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抹除所有的痕迹。如今就只有一种可能，这邪祟完全超出自己的认知。柳如烟有一种无力感，不可知的东西才是最恐怖的。7日后，池塘底部，等级紫将，下一等级白将，属性点190。这是一方池塘，却可以承载着方圆10里的阴气，并且100里内的阴气正在向这里疾驰而来。正是这具死尸汲取着阴气，转瞬间，死尸转变为紫将，而旁边的水鬼急得蹦蹦快跳。兄弟，这池塘里汇聚的阴气快被你吸完了，这是我10年都吸不完的量啊！这是紫色的皮肤，你尸变了。没办法，谁让我有系统呢？此时的秤砣水鬼发癫般的绕着林凡的尸体打转，因为他不敢相信，才7天啊，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之前的女人对你动了什么手脚？我要淹死你！水鬼狂怒，但又无可奈何。他可以杀人，却不能杀死一具尸体。不久后，他渐渐安静下来，痴迷一般的盯着林凡。多么美妙的身体，仿佛是完美无瑕的工艺品。我们合体吧！如果我的鬼魂与这具僵尸融合，会不会变成更恐怖的存在？我靠，这个水鬼要干什么？一道鬼影从秤砣水鬼中抽离，撞向林凡的尸体，但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着林凡，排斥水鬼的入侵。为什么进不去？就差一点了，让我进去啊！水鬼拼尽了全力，想要突破那一层屏障，但无论他多么努力，也挤不进去。咫尺之间的距离却好似天堑。兄弟，不要抗拒我！哈，我可是有养尸符护身，你上不了我的身。我们合2为1，就能变得更恐怖，成为传说中的血尸。我可以帮你复仇，让那个杀死你的女人不得好死。水鬼试图说服林凡，厉鬼与僵尸融合，那就是血尸。对于普通的水鬼和僵尸来说，可以说是鲤鱼跃龙门，一招化龙。水鬼越想越癫狂，失去理智，他拼命往林凡身体上撞，想要进入他的尸体，但就是进不去。老婆的养尸符确实强悍，360度无死角的守护着自己，这软饭吃的真香。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把剩余的190属性点全都加在灵魂上吧。与此同时，柳如烟正在厨房里炼制养尸灵液。这半锅灵液应该足够凡哥使用，帮助他蜕变为紫将。等到天黑，就把养尸灵液带到池塘。就在这时，柳如烟感应到一阵异样，养尸符有反应？难道？柳如烟想到了一种不太可能的答案。这不可能，凡哥才死了7天，怎么可能变成僵尸？柳如烟等不及了，她要立马去池塘查看。话说，你们这几天看到凡哥了吗？没有，1个星期没见到他了。凡哥怎么结了婚，连屋都不出了？总不至于累到下不了床吧？现在的年轻人就这样。老槐树下的大爷大妈们讨论个没完，整个九黎村发生的事情都逃不出他们的法眼。来到池塘边，四周无人，柳如烟一跃跳入水中。紫姜确实是紫姜的特征，凡哥真的变成紫姜了，并且只用了7天，这具身体的潜力真大，不愧是我男人。柳如烟有几分骄傲，又有几分心疼。我的丈夫变成僵尸了，再也不是活着的模样。凡哥，活动一下身体吧，你已经睡7天了。柳如烟双手结印，试着操控林凡的尸体，做出更大幅度的动作。林凡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支配感，还挺舒服。毕竟我是一具死尸，全身都已经僵硬无比，想要控制身体做出相应的动作是非常消耗精力的。而现在自己只需要完全躺平，什么都不用想，等着老婆柳如烟驾驭就行了。林凡的身体微微颤动，这是腰椎断裂的声音，没办法，身体太硬了。不过我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死后的自己可没有痛觉。凡哥是不是弄疼你了？你当我不存在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本想进入他的僵尸身躯，合体变成血尸，但是我根本进不去。肯定是你这个女人搞的鬼，而且你也太目中无鬼了，眼里只有那具僵尸，看都不看我一眼。老实说，柳如烟还真没把水鬼放在眼中。临兵斗遮接阵列凡哥动，击杀水鬼。一阶初级，汲取100属性点。看到面板的提示，林凡有些意外，一巴掌就拍死了同级别的水鬼，这水鬼有点弱呀。不过换个角度理解，会不会是我太强了？成为僵尸的第一天，林凡感觉良好，而柳如烟满眼惊诧地看着这一幕。没想到紫姜的力量竟然这么大，可以徒手拍碎铁块，这可比养尸术中记载的紫姜强了太多。上岸后，他端着瓷罐，凡哥，喝药了，这是我特意为你熬制的灵液，大补身体，喝了它就能加快你的尸变速度。来，张嘴。在柳如烟的控制下，林凡紧扣的牙齿松开。凡哥，咽下去，你已经是紫姜了，喝了这些灵液，能更快的蜕变为白姜。10几分钟后，满满一个瓷罐的养尸灵液全部灌入其中。凡哥，我要离开九黎村一段时间，去大城市采购玉石，为你制作9窍玉，最迟不会超过1个月，我就回来。在柳如烟的预示下，林凡站起来，跳回了水里，躺在5米深的水底。蜕变白姜中，白玉皮肤是白姜的重要特征，该皮肤比紫色皮肤的所有属性增强3倍。
这个女人每天要洗10次澡，并且还要喝10升水。然而她并不满足，深夜还要跑到一方池塘跳进水里，而且她一秒可以游30米，只因她腿上长满了鳞片。而她不知道的是，水底有一只僵尸，还是一只白僵。此时的她离那具白僵越来越近。等级白僵，下一等级滤镜，能力防御、惊吓、移动、冲击，属性点50，可自由分配。不错，离旱魃又近一步。也不知道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水底真的寂寞呀，那只唠叨的水鬼也被我拍死了。就在这时，林凡看到有人向自己游过来。老婆回来了，不对，不是她。等等，她的腿。林凡这才注意到，她的右腿上竟然长满了鳞片。这是女鬼还是成精的鲤鱼精？与此同时，赵雨诗缓缓靠近林凡。为什么鱼塘里会有尸体？溺水、自杀还是凶杀？这人是什么身份？九黎村的人还是城里人？随即他扭头便跑，一溜烟游到了水面。喂，我要报警！我在鱼塘里发现一具尸体，地点在九黎村村子北头的废弃鱼塘。这个女人不讲武德，竟然还报警！不到10分钟，治安官就到了，还有看热闹的九黎村村民。发生了什么事？治安官怎么来了？不会是又有人淹死在水沟里了吧？是谁报的警？领头的中年治安官是镇子上的治安局局长刘清虎。是我。你是怎么发现尸体的？在鱼塘的什么位置？我在池塘里游泳潜水，看到水底有一具尸体，尸体大概就在池塘中央最深处的位置。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跑路？鱼塘已经被包围了，如果自己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跳出去，那无异于自投罗网。林凡思考了片刻，最终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其实最好的策略是什么都不做，躺平装死。不对，我本来就是死尸，还用装吗？几分钟后，刘清虎游到了林凡的面前。皮肤很白，没有尸斑，雪白的皮肤竟然没有任何的褶皱和膨胀，看起来确实不是泥王。刘清虎随后又检查了一下林凡的双手，没有抓有异物。这具尸体的双手自然摊平，毫无挣扎迹象，唯一的特点就是很僵硬，恐怕是有8、9是凶杀案，被凶手抛尸在水底。最后，他将绳索套在了林凡的脚脖子上，转身离去。找到尸体了，用力拉。2名青年治安官一起拉绳索，竟然纹丝不动。局长拉不动啊！能拉动就怪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现在的年轻人身体都这么虚，一点力气都没有，让我来。刘清虎将绳索缠在手臂上，给我上来。但水下的尸体仍是一动不动，仿佛绳索背后系着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头大象。刘局别勉强。旁边的属下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是围观的人太多，他又不方便说出来。我还就不信这个邪。就这力道不够啊！场面一片寂静，只有村民们交头接耳的声音。水下的怕不是尸体，是一头石狮子吧？绳子都能拉断，搭成有鬼，肯定是水鬼缠住了。就连赵雨诗都是一脸发毛。难道真的是阴邪作祟？我也太倒霉了，回村第1天就遇到鬼事，尸体背后的诡异力量会不会对我这个报案人进行打击报复？刘局怎么办？找临时工帮忙。刘清虎打开手机通讯录，翻到了一个电话，备注为捞尸人。老李，你来一趟九黎村。九黎村我熟啊，那个村子的水沟经常淹死人，阴气重得很，你们8成是撞鬼了。别废话，快来！20分钟后，60多岁的李福龙到了，腰上绑着铁锁链。这老头阵仗大得很啊！真怪嘞，我记得这里阴气很重，现在看起来很干净啊。李福龙望了望废弃鱼塘，与以前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随即刘清虎把刚刚的捞尸经过详细讲了一遍。看来是个硬货，怕是冤魂不散，我下水试试。李福龙水性极好，像是一条混江龙。怪嘞，水里的阴气真的变少了，而且没记错的话，这鱼塘里有水鬼存在，怎么不见了？来到水底，他看到一团破碎的铁块。有点意思，多大的力气才能在水中击碎秤砣？轻轻一击，他就被我击碎了。随即他来到林凡身边，这是僵尸的特征，这是白僵，尘归尘，土归土。我看你还是随我上去入土为安，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就待在这里，哪也不去。你能奈我何？李福龙用他手中的铁钩在尸体的小腿上勾了一下，但根本没效果。钩索怎么没效果？这铁钩蕴含灵性，可以称之为灵气，具有镇煞的效果。按照以往经验，铁钩是可以对付僵尸的，但是现在失灵了。我的防御是加点加出来的，真实存在于物理世界，而普通僵尸是阴气汇聚于皮肤形成的防御。铁钩可以镇煞破魔，但是物理攻击力并不强，所以根本破不开我的皮肤。李福龙直接游上岸，对众人摇了摇头，连你也没有办法。是僵尸，恐怕至少已经尸变1年了。要不然你再下去试试。既然捞不上来，那就把池塘里的水抽干。我靠，不讲武德！8000立方米大的水塘，却动用100台柴油抽水泵抽水，只因这2个男人想把池塘抽干，原来为的不是捕鱼，而是捞尸。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水底的尸体露出布满之色。鱼塘的水只会越来越少，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暴露在阳光下。这一招确实够绝，必须要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而岸上的刘清虎面露满意之色，我还会怕区区一只水下僵尸。科技的力量确实强大，难怪捞尸人的数量越来越少。
此时的林凡已经进化完成，进化为绿姜。绿色皮肤是绿姜的重要特征，该皮肤比白色皮肤的所有属性增强3倍。我变绿了。林凡一时还有些不适应，绿色虽然环保，但总感觉怪怪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变绿了也变强了。很快，鱼塘里的水已经被抽干了，池塘里竟然一条鱼都没有，而是死气沉沉的。怎么办？现在跑还是等会跑？算了，先看看再说。我记得7天前捞尸的时候，尸体皮肤明明是惨白色的，现在怎么又变成了绿色？太诡异了。刘局，这尸体很蹊跷啊，嘴唇、鼻子，就连瞳孔都是绿色的，即便是中毒也不能这么绿吧？是呀，尸体没有泡水的膨胀特征，这和教科书写的不一样啊。少废话，你们几个将尸体抬上来，让村民辨认一下。这尸体看着好面熟啊。这不是我们村的林凡吗？我看着也像，就是凡哥。凡哥怎么会淹死在鱼塘里？这不可能啊！半个月前他不是带着老婆去城里了吗？对呀，他才刚结婚，怎么会死呢？没有人能接受林凡的死亡，这简直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离奇。而此时最恐惧的人是不远处站着的赵雨诗。小时候的缘分竟然以这种方式续上了。懵懂时，两小无猜，再相遇，尸骨已寒。这个女子是谁？我怎么不记得了？她在说什么？不久后，刘青湖把所有的口供调查搜集在一起，他立马锁定嫌疑人林凡的老婆，而且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凶杀案。否则，这个女人死了老公，为什么不办丧、不报案，反而藏在水底？你别诬陷我老婆好不好？把尸体押运到市里的检验科，让法医做尸检。要把我带到市里吗？看来是时候跑路了。不远处的赵雨诗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裹紧了裙子，把双腿遮盖得严实一些。我会不会也有这么一天？等等！就在林凡准备一跃而起，给所有人一个惊喜的时候，捞尸人李福龙急匆匆赶来。刘局长，这尸体不能带走。刘青虎拉着他走到一边，小声询问：“老李，给我一个理由。”这是僵尸，非常危险。他现在没有动弹，不代表他真的不会动。他还没说完，又扫了一眼旁边躺着的尸体，翠绿的皮肤十分显眼。我靠！怎么变绿了？怎么了？昨晚捞尸的时候明明还是白浆，转眼间白浆快要蜕变成绿浆了。这具尸体的尸变速度太快了，就跟坐了火箭一样。老李，那你说该怎么处理这具尸体？总不能就这么放着。你先别急，我先看看尸体头上的黄纸是什么。随后李福龙走向前去。养尸府竟然有人养尸，这尸体是有主之物，背后有一位神秘的养尸人。老李，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想我知道养尸人是谁了。是谁？是这具尸体的新婚妻子。真是个凶婆娘，新娘子把丈夫拿来养尸，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刘局长，那你们去抓人，我帮你们守着尸体。就这么放在野外？这是僵尸，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能晒足180天，说不定就能化解掉尸体身上的阴气。臭老头，真够损的！我会不会被晒死？等等，我已经死了呀！我觉得还是要跳起来跑路，不然时间久了会不会烧伤皮肤，破了我的防御？汲取一缕日精，属性点+1，还能光合作用，吸收灵性能量，能获得属性点。太阳光肯定是灵性能量，既然这样，那就不跑了，就这么躺着晒太阳吧。不久后，柳如烟与刘青虎在村口相遇。照片上的这具尸体是你的新婚丈夫吗？柳如烟眼神中充满惊诧，难以置信。半个月前，我们2人分别的时候还是紫姜，如此短的时间，紫色皮肤竟然变成了翠绿色，中间可是跨越了白姜的变化过程。凡哥，没能看到你白姜的样子，真是太遗憾了。柳如烟看着照片，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阵失神，又喃喃自语：刘小姐，你承认你在养尸？我承认。你杀了你丈夫？我没有，并且我会继续养尸。如果在我50岁之前，凡哥能蜕变为旱魃，我们应该会完婚。刘青虎目瞪口呆，他很想带柳如烟去精神病院做一个全面检查。你们谁知道旱魃是什么？局长，旱魃好像是上古传说中的存在。就在这时，刘青虎接到一个电话，一看号码就知道是上级部门来电，他立马走到一边，郑重接听。3分钟后，他走了过来。刘小姐，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柳如烟立即转身离开，他不在乎治安官对他解除嫌疑的原因，只想立马见到林凡。村北鱼塘处，凡哥，不要怕，我回来了。这个女人每天夜里都要偷偷溜出去，溜到山间一处池塘边，喂养一具男尸，而这具男尸就是她的丈夫。原来女人的丈夫在新婚当夜就已经死了，但是一天夜里，她这个秘密突然被人发现了。等她回来时，一切都晚了。没想到养尸人竟真是个绝世美女，你就是这具僵尸的主人吧？老头，你不要乱说，她是我的妻子。对，但是你说的对也不对，我既是这具僵尸的主人，又是他的妻子。你这么年轻就能把刚死不到1个月的尸体养成僵尸，真是太有悟性了。但是这也离不开你丈夫的体质，根骨绝佳，1万里挑一。当然，我和我老婆可是命中一对，不过我根本就没什么根骨，全靠系统。你似乎对我和凡哥的事情很了解，你是什么身份？姑娘，
听我老头子一句劝，我在黄河里捞尸无数，见惯了悲欢离合，你应该放下对丈夫的执念。柳如烟对于捞尸人的规劝当然听不进去。老前辈，我丈夫是被邪祟害死的，在这村子附近有没有山精野怪出没？话说我到底是被什么害死的？竟然连老婆都不知道。这2年我没遇到过，你是茅山弟子，应该很擅长抓鬼驱邪，找不到线索吗？李福龙看到柳如烟认真的摇了摇头，陷入沉思。这就不好办了，看来这邪祟非同寻常。前辈，这附近有没有阴气重的地方？一般来说，阴气重的地方就会有邪祟出没，也许能追查到害死凡哥的邪祟。北边坟地多，肯定阴气重。柳如烟向北望去，隆起一个个小坟包，尽头处是水墨画一般的山峦，山峰不高，但是连绵不绝。老前辈，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引路？我想去那里看看。柳如烟不熟悉路，需要一位向导，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对这片地区的习俗和禁忌一无所知。你要去找害死你丈夫的邪祟？估计找不到，我对此不抱多大的希望。如果真的能找到，早在新婚夜那晚就找到了。我想去选一块坟地，把凡哥埋了。埋了？什么？埋了我？老婆这是要干嘛？先看看再说。与此同时，李福龙目光一惊，但随即露出称赞的目光。看来你这丫头想通了，埋了好，入土为安。走，我带你去。坐得惯3轮车吗？随后李福龙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敞篷破3轮，3轮旁有几根粗壮的木头。这个竟然是阴沉木，在茅山的时候我就见过不少阴沉木制作的法器，效果很不错。老先生，你看这几根阴沉木，你想拿来给你丈夫做棺材？是的，阴沉木可是灵物，做成棺材后可以让尸体不腐，具有养尸的效果。眼光真不错。2个小时后，天黑了下来，终于选定了地方。苏夫人，你不会要把你丈夫葬在这里吧？这里可能不太合适。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把这块地买下来，反正也是荒着的。不是钱的问题，据我所知，这里原本就是一座大坟。听到这句话，柳如烟惊喜又失落。惊喜的是，以前也有风水师看出这块地是风水宝穴；失落的是，被前人捷足先登。这是什么时候的坟墓？埋葬的是什么人？好像是清朝建的墓，应该有300多年了。墓主人是一名武状元，以林为姓，人称林君门。据说林君门他爹就埋在这里，所以他才能成为武状元。这老头说的好玄乎啊，真是不可思议。前辈，你接着说，难道他死后也埋在这里吗？是的，他死后也埋葬在这里。从那以后，林家就名人辈出，将军、知县数不胜数。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附近10里8村开企业办厂的人几乎都是姓林，是不是很玄乎？我信，风水是我在茅山学的必修课，祖坟的风水好，可以庇荫后人，为整个家族带来气运加成。我也姓林，这么说，那可不可能我也是这个叫林君门的后人？如果咱也姓林，说不定就不用干捞尸的勾当，也是人上人了。对了，你丈夫好像也姓林，这就难怪了，他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有钱又有能力，还对他爱的死心塌地，祖坟确实冒青烟了。如果凡哥真的得到祖上庇佑，他又怎么会在新婚夜被邪祟害死？一命2运3风水，风水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你这姑娘说得很对，大爷怎么没想明白？这座坟看起来是没人打理，也没人祭拜，否则也不会这么荒凉。我把凡哥埋在这，应该没有人会反对。我反对，你丈夫也是林氏后人，小辈骑在老辈头上，真的不合适。反对无效，李大爷，你不姓林，凡哥既然是林氏后人，他埋在这里也是认祖归宗。我相信那位人称林君门的武状元会允许凡哥埋在这里，祖孙俩还能聊天解解闷。你这丫头不听劝呢。入夜，清冷的白炽灯下，凡哥，你在地下不要觉得孤单，最迟明年这时候我就会把你挖出来。当然，你要是等不及了，就敲一敲棺材板，我会听到的。20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却抬不动一口棺材，只因这口棺材是阴沉木所制作，重达5000公斤。诡异的是，在这个女人出门之后，他们却可以轻易抬起。原来这个女子死了丈夫，是个寡妇，在荷尔蒙的刺激下，用力一抬就抬起来了。太美了，夫人真是天上的仙女。这么年轻的寡妇还没有生娃，在我们农村相亲市场那绝对是一等一的抢手货。但是这都是这些男人心里的声音，柳如烟听不到。柳夫人，看看这口棺材，实打实的阴沉木所制，你还满意吗？并且这口棺材可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满意，麻烦您了，凡哥的在天之灵会感谢您的。老婆，我还没死好不好？怎么就在天之灵了？而就在这时，这些抬棺人透过半掩的门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尸体。这个女人太邪门了，丈夫死了1个多月了，竟然还让她躺在婚床上，她都不害怕吗？
跟正常女人结婚要彩礼，跟她结婚要命啊！放置好棺材后，众人都是争先恐后的逃出了院子，生怕走得慢了会沾染上厄运。柳夫人，你定个时间下葬吧。李福龙虽然知道什么时间合适，但是他知道柳如烟也懂这些。宜早不宜迟，明天是丙子日，我看挺合适的。明天要不要办一场大戏热闹一下，让父老乡亲送一送你丈夫？行，麻烦您了，李前辈。葬礼结束后，我会给您一笔报酬。别，我要是收了你的钱，这事就说不清了。李福龙立马拒绝，他不敢收。万一哪天柳如烟被抓了，我也能撇清关系，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大爷而已，抓我干什么呢？李福龙随后交代一些细节，柳如烟入乡随俗，记在心里，但是他的眼角莫名一酸。凡哥入了土，我们夫妻俩可就真的是阴阳两隔了。在众人走后，柳如烟看着林凡发呆。凡哥，这是我为你调配的新款养尸灵液，我给它取名为香露。来，张嘴，喝了它，就能让香气渗入你的身体里，哪怕过1年之后，都不会产生尸臭味。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变强，不能辜负老婆的努力和付出，只有彻底解放肢体行动力，才能抱着她，为她遮风挡雨。几分钟后，林凡喝下了1升左右的香露灵液，吸收1滴香露，获得自由属性点+1，获得固定属性点。尸香+1，自由属性点虽然自由，但是目前的加点范围也仅包括身体和灵魂，而吸收香露灵液获得了额外的附加属性，很不错呀。凡哥，我有一件礼物要送你，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九窍玉，用这9件玉器封住你的九窍，一定可以加快养尸进度。第二天一大早，唢呐声响起，九黎村的父老乡亲们都过来了。凡哥这孩子死得太早了，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他走在了我前头。也不知道凡哥他老婆有没有怀孕，要是能留个种那该多好。虽然村民们都怀疑林凡的死与柳如烟有关系，但是既然治安官没有抓他，众人也都接受了事实。太突然了，1个月前还是喜庆的婚礼，人就这么没了。凡哥他媳妇节哀甚变，凡哥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以后逢年过节记得给他烧点纸钱。柳如烟站在门口，眼圈通红，泛着泪花。不久后，下葬仪式开始了。天气阴蒙蒙的，柳如烟走在最前方领路，送葬队伍吹着唢呐，浩浩荡荡朝着村北而去，几公里外都可以听到送葬曲。柳夫人，按照习俗，死者下葬的时候，女人身上阴气重是要回避的，否则会冲撞亡魂，带来厄运。你还要往前去吗？柳如烟点了点头，她肯定要去。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要亲眼看到丈夫葬在他指定的风水宝穴里，不然又怎么能安心？那好吧，你是城里人，没那么多穷规矩。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个人。刘小姐，节哀。小雨，你也要去送葬？凡哥是我发小，我想送他一程。这妮子不会真的对棺材里那位动情了吧？李福龙看着棺材，有些羡慕里面躺着的林凡，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这么风光过。小子，你可真有福气，不仅死后能睡在阴沉木棺材里，还有2个大美女为你争风吃醋。林小姐，那你就跟着来吧。时间过得飞快，林凡很快即被下葬，被埋在8米深的地底。这个墓穴好冷，并且这里的阴气实在太浓郁了，好似巨大的冰窟，严寒彻骨，让我这一具死尸都能感受到寒意。吸收阴气中属性点+1。比起之前的废弃鱼塘，这里就好比大江大河，阴气疯狂涌动，化作滔滔巨浪冲刷着我的尸体。检测到宝穴古墓等级2级，特点300年前的古代墓葬群，地层深度5米到15米，风水绝佳，以百里山川为大镇，汇聚百里之阴气，此地可以孕育2阶鬼怪、2阶灵物。不愧是我老婆，竟然选的位置这么好。与此同时，地上天空上下起来淅淅沥沥的小雨。李福龙亲眼看到尸体埋在7米深的地下，他如释重负，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丫头，下雨了，我就先带人下去了，你要不要和我们走？不了，老前辈，我要多陪凡哥一会。不久后，在回去的路上，李大爷，凡哥真的埋进去了。那可不，7米深的封土呢。那他会不会还有可能再出来？别瞎说，人走茶凉。可是这件事千万不要再提起了，糊里糊涂是一种福气。柳如烟一直在坟头守到深夜，才失魂落魄的回家。在尸体出棺之前，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埋头倒在婚床上，精疲力尽，直接睡了过去。墓地里大晚上在坟头哭，不会是我老婆吧？大郎，你的棺材板太硬了，奴家的身体无法穿透。娇滴滴的声传来，似乎猜到了林凡的疑虑。大郎，你用力推一下棺材板，露个缝隙，奴家就能进去了。不可能，我有老婆。求求你收留奴家吧，邻居们脾性暴虐，每天折磨我。
什么？这么说，这座大墓的原主人还活着？地下15米的深度，却有着10万平方米的墓葬群，只因这里的主人是从一品封疆大吏，并且这个男人还有100个小妾。此时，一个小妾偷偷溜了出来，溜到一处棺材旁，但是这具棺材是阴沉木所制，并且有符咒保护，他穿透不了棺木。大郎，求求你了，收留奴家吧，我再也不想回去了。那个男人太可怕了。他说的是真的吗？但我对棺材外的女鬼根本一无所知，只是单纯听他讲述，没有任何依据可以相信他，甚至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女鬼，而是披着画皮的男鬼。这里是地下7米的墓葬群，林凡没有任何理由推开棺材板让他进来。是不相信我吗？即便这女鬼说的都是真的，那也不急于一时，还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又有着什么实力。竟敢红杏出墙，背着我出来！你当我林君门是傻子吗？奇怪，林君门这个名字总感觉有点耳熟，好像在小时候听人说起过，但是10年前的记忆实在不清晰了。与此同时，夜深了，柳如烟半躺在婚床上，抱着平板电脑，翻阅电子书版本的古籍。那座土丘真的是林家祖坟吗？里面埋了清朝的武状元林君门吗？林氏祖坟里的冤魂厉鬼可不少，希望他们不会影响到凡哥的尸变，千万不要被带坏，诞生了邪灵。第二天一大早，柳如烟走到地中央，这里有一块隆起的坟头。爷爷，我叫柳如烟，是凡哥的老婆。对不起，我没能照顾好凡哥，让他被邪祟害死了。您要是看到了凡哥的鬼魂，让他回来看看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用凡哥的尸体养尸，保佑我和凡哥将来能修成正果。刚刚走到田地里的杨大娘看到这一幕，心里一阵莫名感动。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忍心看她守活寡。随后，杨大娘走向前去。如烟，要不要大娘给你介绍个对象？你这个条件在咱们农村随便挑随便拣。大娘，除了凡哥，这辈子我不会嫁给第二个男人了。没想到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比我还要保守。就在这时，雷声阵阵，要下雨了。此时的地下7米，林凡隐约听到雷声。对于僵尸来说，这可是非常大的克星。还好土层很厚，我又躺在阴沉木棺材里，倒是一点不用怕。随后，林凡一边吸收阴气和灵液，一边思考如何进化为毛僵。僵尸的发育有4个时期，而毛僵就是最巅峰状态。系统，我要进化为毛僵。进化毛僵中，长毛也称之为不祥，是毛僵的重要特征。不祥比钢丝还要结实，所有属性比绿毛提升10倍。这就是毛僵的特征吗？有意思啊！林凡控制着不祥，感觉到了几分乐趣。狭窄逼仄的棺材里，他总算是找到了乐子。如果继续加点，不祥能不能多一些？就在这时，大郎，奴家的命好苦，你为何还不肯救救奴家？这个女鬼怎么不死心？她怎么又来了？大郎，今晚林君门不在我房间，去了正妻那里，奴家可以陪你，你偷偷让我进去，他不会知道的。丈夫不在，她来我家，她想干嘛？奴家能感受到这附近的阴气都在往你的棺材里而去，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精灵岂是池中物？大郎的前途不可限量，将来一定能化为大凶。第4天晚上，大郎，奴家恨死了林君门，可他武艺高强，并且肉身横练。第7天晚上，大郎，今晚林君门去了他第3房小妾的棺材，跟你说个秘密，林君门虽然练就了一身金刚之躯，但他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双眼。第20天，你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为什么你不救我？棺材外面传出一阵尖锐的摩擦声，像是一只凶狠的野兽用尖牙利嘴对着棺材板啃咬抓扯，但一切都是徒劳，最后只剩下无可奈何的哭声，随后归于寂静。与此同时，凌晨3点，柳如烟从睡梦中惊醒。凡哥，她惊坐而起，大口喘着气，脸色发白。她做了一场噩梦，梦中她的丈夫林凡浑身长毛，冲着她露出诡异的笑容。难道凡哥已经蜕变为毛僵了？可是这蜕变速度也太快了，从凡哥下葬到如今也才不过1个月，即便是灵液和风水宝穴的滋养，也不该这么快吧。天亮之后，柳如烟去了林氏祖坟，站在林凡的坟头，她的脑子里不停地回放着深夜的梦境，想要验证真假。凡哥埋在7米深的墓穴里，只有挖出来才能真实的看到尸变进度，但是我不打算这么干，成本太大，只能通过预尸的方式感知尸体的状态，或许能知晓一些眉目。地下7米传来敲击声，这也能感应到尸体。随后，柳如烟操控尸体坐了起来，尸体的脑袋直接撞到棺材板，发出咚的一声。凡哥，对不起，是不是弄疼你了？看来我的预尸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在他的意念进一步探索的时候，脑海里蹦出了一根根扭曲的长毛。毛，好多毛，凡哥变成毛僵了。虽然他没有亲眼所见，但是凭借预尸术对尸体的感应，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时刻。凡哥，天要黑了，我先回家了。你能蜕变成毛僵，真好。柳如烟浅笑着离开了林氏祖坟。毛僵是巅峰状态的僵尸，实力不俗。不过我还没有把凡哥挖出来的想法，一来是因为毛僵太吓人，二来我需要根据养尸术的记载规划毛僵之后的尸变路线。
回家之后，柳如烟彻底失去了对林凡的感应，但是脑海里的长矛还是挥之不去。嘿！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随着一句句念诵，柳如烟脑海里的长矛逐渐消散，恢复了清静。而此时，林凡的棺材外有一对僵尸正在蹦过这里。这明明只是一具普通的棺材，但女鬼每天围着棺材转圈，想要钻进棺材里面，因为里面有一具举世无双的尸体。不过棺材上却贴着符咒，将其阻挡在外。恰在此时，有一对僵尸蹦过，不小心碰掉了符咒，女鬼便趁机而入。大郎，邻居们来了，让奴家躲藏一下。此时的邻居们正在用双手挖着棺材上方的土层，似乎想要把上方的土层挖开。邻居们，这个名字越想越熟悉，和我同一个姓氏，不会是我18辈祖宗吧？林凡忽然开了窍，想起小时候听到的关于林氏祖坟的传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好消息是一家人，坏消息是祖宗的小妾在我被窝里。好在老祖宗只是一直不停地挖着土。很快，林凡的视野已经看不到他了，但还是能看到掉落的土块。大郎，你好像啊，比奴家都像呢。你能不能出来啊？我可不想对祖宗不敬啊！你不出来，那我可就先开了。即便冒着被邻居们发现，林凡也忍不了了。他抬起僵硬的手掌，瞬间穿透毛茸茸的被褥。这是幻术吗？感觉不像啊，太真实了。大郎，不要反抗了，真是一副举世无双的身体，潜力巨大，难怪大郎能在短短1个月吸收那么多阴气，变成某将。就在这时，被褥一阵翻涌，随后朝着林凡的脸上蒙了上去。假的，都是假的。这声音自编自导自演，从我葬在这里之后就开始欺骗我，而声音的主人就是我身上盖着的纯白色毛茸茸的被褥。大郎，睡吧，等你醒了之后，你就是奴家的人了。江南大学操场上，这是梦，我的梦，你们都在我的梦境里。你是不是没睡醒？这里是课堂吗？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是在古墓的棺材里。我是毛江。我看你是得了精神病，你需要治疗。我没病，是你们在演我，你们全都是邪祟。这里没有邪祟，有问题的是你，而不是我们。这一瞬间，林凡都有些动摇了。难道有问题的真是我？如烟，你认得我吗？林凡刚问完，柳如烟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凡哥，休学1年刚回来，你又犯病了，求求你忘掉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好不好？我带你去医院看医生。那我们出发吧。老婆，你又换新车了？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不久后，二人到达医院，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林凡有些蒙圈。难道这里才是真实的世界吗？林凡的信念感有些崩塌，分不清真实与虚假，真假分不清，只剩下一个办法来分辨。系统，给我加点。凡哥，不要再幻想了。选择灵魂。眼前的世界开始虚化，而耳边只剩下恼羞成怒的咒骂声。加点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某种密咒？奴家可不甘心敬拜给这2个字。看来之前我看到的都是假的吗？与此同时，有人找上了林凡的家门。你是何人？我叫林无名，我此次来这里主要就是来认亲的。听说爷爷死了，家里的长辈特地让我前来。是吗？那你说说，你要认什么亲？第一是拜访我的鼻祖爷爷林氏第197代子孙九门提督林君门，第二是寻找我的高祖爷爷林氏第207代子孙林七斗。凡哥的辈分为什么这么高？原本我以为凡哥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没想到背后有着复杂庞大的家族背景。奶奶，别叫了，我没红包给你。奶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哼！林无名顺嘴说了一口祝福的话，柳如烟的表情则阴沉了下去。奶奶祝您永远18岁。那你为何这么久才来认亲？这个问题你要问家父，是他让我来向高祖爷爷认亲的。这里有家父的亲笔书信1封，家父让我交给高祖爷爷或者他的亲人，但是高祖爷爷已经入土，他的孙子樊爷爷也已经入土，家书只能交给您了。这封家书还是留着让凡哥收吧，等他出关的那一天，你再交给他。柳如烟回应了一句，毕竟林凡已经是毛将，距离出关的时间越来越近。好了，我要去看凡哥了，你不要跟着来。他要继续练习御尸术，自然是不能让人跟着。在他前往祖坟的路上，遇到了杨大娘。杨大娘这么早就来干活？羊丢了，我出来找羊。那你快去吧。对了，林家村那边前些天死了一个老汉，是在玉米地里发现的尸体。你一个姑娘家，可一定不要在玉米地里乱跑。好嘞，放心吧，杨大娘。杨大娘看着那苗条的身段，越走越远。她要是我儿媳妇，我死也瞑目了。杨大娘找杨心切，不断深入稠密的玉米地，只见有一道背影。当家的是你吗？你怎么还活着？不等他反应过来，身影就扑了过来。当家的，我是淑芬啊，你不记得我了吗？你是从坟里爬出来的吗？林凡坟头，柳如烟施展御尸术，尝试了2个小时之后，终于感应到7米土层下埋着的尸体，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杨师傅虽然不知何种原因掉了下去，但尸体应该没有被邪祟入侵。
随后他通过感应仰视符咒，分析出一些蛛丝马迹。应该不是阴魂厉鬼，而是某种实质性的物体缠住了尸体，类似裹尸布。这是什么精怪？再等几天，如果还是没脱困，那就要提前把凡哥挖出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夕阳出来了。凡哥，晚安。柳如烟随后离开林氏祖坟，在经过杨大娘家的田地时，她看到了警车，并且还有围着的警戒线。难道杨大娘出事了？这是一堆奇怪的僵尸，正在24小时不间断的挖土，而这种僵尸竟然有100只，最高的竟然有20米。埋葬不深的僵尸率先挖出土地，并率先拿下他出土的一血。10个小时后，柳如烟正巧路过此处，附近有尸气。嘿！看着符咒不停晃动的样子，柳如烟大惊，大事不妙！凡哥埋在2里外养尸，附近出现杀人的邪祟，必须要查清楚，以免发生意外状况。随后，柳如烟走向前去，杀人的是邪祟。六小姐，你能确定？我确定，而且离这里不远，并且我可以帮忙。那就麻烦你了。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柳如烟跨过警戒线，走进了玉米地。你打算怎么找到凶手？尸气。柳如烟一语道出玄机，邪祟在害人之后都会留下痕迹，而尸气自然就是尸体的气息。湿气，最近也没下雨，秋高气爽，哪来的湿气？不懂就别说话。随后柳如烟将他们领到了一处坟墓前，凶手就在这里面。这里是坟墓，里面葬不了人吧？是呀，哪怕是流浪汉无家可归，也不可能躲在棺材里啊。凶手总不会是坟墓里的尸体吧？这也太扯淡了。前方有个洞，你们看到没有？这怎么有个洞？凶手不会真的藏在里面吧？治安官们都有些头皮发麻，但对柳如烟有了几分敬意。只见刘青虎走向前去观察了起来。洞口的直径只有30公分，正常人应该钻不进去，而且根据泥土的痕迹，像是从里面挖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挖进去的。把坟挖开，这样最节省时间。刘局，万一凶手不在里面，我能挖人家坟，岂不是太缺德了？别废话，挖。30分钟后，坟被挖开了，露出里面的黑漆棺材。就在此时，尸体突然动了，绿色的手从棺材里伸了出来。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这叫爬尸，顾名思义，爬行的尸体。就在这时，爬尸将目光锁定在了柳如烟身上，朝着柳如烟扑过去，但是柳如烟并没有躲。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六甲密柱护我身形。只见第一位鼠脸人身，手持斧；第2位狗头人身，手持锤；第3位人面猴身，手持戟；第4位马面人身，手持刀；第5位龙首人身，手持叉；第6位虎头人身，手持钺。我靠，来真的！在6道虚影出现的时候，爬尸仿佛被定住了一般，随后尸身上嗤嗤作响，蒸腾起白色烟气。下一刻，尸身瘫软倒在了地上。搞定了！旁边的警员都是看傻了眼。刚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手势，奇怪的咒语，凶手就伏法了。局长，这也太玄乎了，10秒就结束战斗了。此时那6道虚影还在上空，你们看上空有没有6道身影？局长，你在胡说什么？刘青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后走到柳如烟身边。刘小姐，他们是谁？什么他们？他们是谁？柳如烟抬头望了望天空，除了夜色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不到。刘小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召唤出来的东西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应该是6甲神将。那你是怎么把他们召唤出来的？6甲密柱，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念诵这9字真言，就能请来6甲神将。好了，我该回家吃饭了。在柳如烟转身离开时，天空中的6具身影也消失了。就在不久后，林氏祖坟四面八方传来一阵阵晃动声，有僵尸从里面钻了出来，1只、2只、3只，越来越多。而这时，有一个巨大的脑袋从地底钻了出来，所有的僵尸瞬间都蹦了起来。如果他们会说话，此刻一定会气势磅礴的齐声高呼：“恭迎老祖出关！”大锤须虚位。邻居们发出一阵诡异的声音，像是几百道声音混在一起，没有特定的音节，难以捕捉。周围的爬尸们听到声音后，全体肃然。我是谁？我是何人？我到底是谁？邻居们随后跳了出来，整个林氏祖坟都随之震了震。随后，邻居们低下头，望了望脚下的土地。我有一种感觉，答案就在下面，给本王刨土！所有爬尸立马行动起来，开始疯狂刨土。与此同时，7米深的土层下，林凡仍被困在毛茸茸的裹尸被里。系统，我要加点。当前属性点10万，请选择加在哪个地方？10万点全部加在右臂上，我就不信我扯不破它。加点成功，当前力量属性10万加。大朗的力量越来越大了，这才10来天，你力量比起10天前至少翻了10倍。算你狠，看来奴家是得不到大朗了，告辞。休想离开这里！林凡立马抬起僵硬的手掌，抓住了这个东西。大朗，莫非还舍不得奴家了？你究竟是何物？转瞬间，他从林凡手中挣脱。大朗，饶了奴家吧，奴家怕了你了，来日方长。
根据声音的方位，可以判断出他的逃跑方向是古墓更深处。与此同时，前方蹦过来几个僵尸，前面的让个路，不要站着不动啊，快出去拜见吴王。因为僵尸间有相同的说话频率，林凡可以听懂他们所说。你在让我让路吗？郝律大哥，我错了。村里百户人家，村外却有千座坟墓，坟墓下更是有着万具僵尸。可怕的是，僵尸都已苏醒，并且发生暴乱，不断的钻出坟墓。与此同时，百具僵尸蹦到这具毛将面前，想要从他面前蹦过，拜见地上的尸王。哼，你们都给我停下！这位大哥是绿将，让他先出血。对呀，我们跟着他走就是了。那请绿将大佬在前方带路。好，你们跟着我出去，我们一起返回地面。随后，林凡在前面走着，后面的僵尸在后面蹦着。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林凡胳膊上长着一根根绿色长毛，他们纷纷后退，一阵惊悚。这是不想，原来大哥是毛将大佬。僵尸们已经把地上的狮王灵君门给忘记了，强者为尊，这就是世界的简单规则。不久后，所有僵尸返回地面。时隔2个月，我终于出来了。灵君门发出一声嚎叫，瞬间又把僵尸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我才是你们的王，哪家的绿毛小子敢在我面前装？即便是毛将，在我面前你也是个小辈。尸变300年的灵君门十分不悦，就在他要动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等等，熟悉的气息，你身上流淌着我的血脉。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灵君门双手捂着头，陷入恍惚之中。这不我祖宗灵君门吗？真的从地下跑出来了。无奈灵君门是提督9门步军巡部5营统领，尔等见了本督还不下跪。在灵君门的一声呼喊下，千师拜服。林凡望了望四周，除了灵君门之外，只有他还在站着。要不给老祖磕一个？灵君门是我的祖宗，不孝子孙，你为何不跪？林凡听到咒骂，顿时没了磕头的想法。他说我不孝，那我就不跪了。说不定老祖会出手教训我，能不能打得过呢？但灵君门却并没有出手动武的意思，只是看了他几眼，目光便挪开了。全体将士听本督号令，列阵。转瞬间，将士们就已经列完队伍，看起来整整齐齐，纪律严明。本督要率军南征蛮夷，谁愿为先锋？末将愿当先锋，灭蛮夷。好，那就由你当先锋。可是末将坐骑早已消散，以我目前的脚力，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蛮夷。将军莫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给你买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只要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灵君门点头认可了这位师将，随后还不忘看了一眼林凡，怒气不争。哼，谁愿执大道？他发出声音的时候，还是注视着林凡。大道是什么？他这么看着我干嘛？这时走来一具瘦弱的尸体，他的皮肤是紫色的，是一只紫将。他手里拿着一根旗杆，上面的字是林。都督，我愿执大道。很好，那就交给你了。随后灵君门望着林凡，似乎有些失望。身为林氏子孙，怎能碌碌无为？此子浑身发绿，一身长毛，明明是一位极其耀眼的后辈，而且能够无视我的狮王威慑，实力强大，血脉独一无二，必须重视一下。提点1、2，汝为监军，严退怯战者，杀无赦。好，那我就当这个监军吧。老祖竟然让我监军，一直有组织有纪律的僵尸军团，会造成多么大的恐怖灾难！我必须阻止尸潮发生。监军，莫要辜负本督。我最看好的就是你这只浑身绿毛的毛将，只是你这只毛将还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又呆又傻。希望此战能激发你的血性。多谢都督抬举，有我在，大后方绝对没有问题。不错，后方就交给你了。对了，千万不要往下挖祖坟，儿郎们随本督出征。尸军躁动了起来，像是解开了禁锢的凶手，朝着灵君门所指的方向开始行军。老祖，你先冲，我在后面为你助威。总感觉这个小子有些奇怪呢。林凡并没有跟随尸军行动，少他一个也不少，多他一个也不多。现在战斗还没开始，应该不会有逃兵。先看看古墓里下面有什么。大人要下去吗？我领您下去。好，那我们下去看看，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卫。多谢大人抬举。月光照耀下，有一面旗帜在10米高的空中飘扬招展，湿气围绕在旗帜周围，铺天盖地，仿佛乌云压城。与此同时，3里外，刘小姐，这是什么？这是大道，也就是帅旗。古代将军打仗都会把大道立起来，为士兵指引方向。你的意思，有古代的军队出没，那就是说尸潮。李大爷比尸潮可能要厉害那么一点，是尸军。林无名的脸色也沉了下来。老祖已经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我预判的是最迟不会超过1个月，这才10几天，老祖便从祖坟里爬出来了。林君门率领尸军要和我们打仗吗？我也不知道老祖出来后到底想干什么，反正我的任务就是消灭他，哪里都不能让他去。柳如烟若有所思，想到了什么。当初在挑选林氏祖坟为养尸地之后，我可是查了不少关于林君门的正史和野史资料，隐约猜到了林君门想干什么，但我还不能完全肯定。奶奶，您回家歇着吧，这里太危险了。
不回去，我要去林氏祖坟看看。绝对不行！林氏祖坟是林军门的大本营，现在恐怕遍地都是僵尸，非常凶险。而且你丈夫已经是毛将，在尸潮中地位很高，不会受欺负的。李大爷说的对，如果您真的想去看看林凡爷爷，就等我打败了鼻祖爷爷之后再去也不迟。要是您出了事，我林凡爷爷肯定会变成恶尸。你们不要劝我了，我必须要去。女人每种下一朵花，就会贴上一张镇尸符，在她种满1000朵花，贴上1000张镇尸符之后，就会汇聚成一方镇尸法阵。原本女人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她的丈夫变成恶尸，但没想到的是，却闯来了上千尸军。这是我辛苦耕作的花田，我有实力守护。谁若是敢踩坏了彼岸花田，我就不客气了。奶奶擒贼先擒首，我去找鼻祖爷爷，请他升天。李大爷，如果有士兵跑过来，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要让他们踩坏了我奶奶种的地。刘小姐，这小子对长辈真挺孝顺，老头子我也上了，你照顾好自己。李大爷，你去吧，小小尸军而已，他们谁敢进来，我就敲了谁。随后李福龙拎着勾尸索便冲了上去，柳如烟没有动，守在彼岸花田之中。很快有一只尸兵闯入花田，只不过他瞬间呆愣在原地，宛若石化一般。灰白色视野中，他看到那个女人拎着铁锹走了过来，士兵瑟瑟发抖，想逃却逃不掉。这时又有一只尸兵误入其中，当他踏入花田的一瞬间，便牢牢定在了原地，无法动弹。紧接着又是一只绿江溜了进来，竟然是绿江，看来用铁锹破不开他的防御，只能先破了尸气，绿色皮肤的防御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柳如烟念诵6甲密嘱，然后一铁锹砸了过去。花田里不断有士兵闯入，基本上走不到2步就再也无法动弹了。而此时的战场之上，唯有我一个老头子算什么本事？要不是咱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一个个弄死你们！李福龙不敢硬着头皮与尸潮硬碰硬，还是决定退回彼岸花田的位置。不过他看着眼前一幕，有些难以置信，目瞪口呆。只见20-30具士兵站在花田中，石化如雕像。什么情况？为什么士兵走到花田里就不动了？后方追他的几个士兵全都跟了进去，不过都定在了花田之中。刘小姐，这是什么手段？老头子，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并没有看到你施展道术，可是这些士兵一踏入田地里就会被定身。不是什么神奇的手段，他们只是踩到了我的镇尸符。镇尸符的效果竟有这么大？你这彼岸花田不会种满了镇尸符吧？是的，我种满了镇尸符，估计种了上千张符吧。你这丫头可真有耐心，难道你2个月前就知道会爆发尸潮？这彼岸花田可以说是提前为士兵准备好的巨大陷阱。当然不知道，这1亩地的镇尸符都是为凡哥准备的。如果凡哥出关后变成恶尸，不受我的控制，我就会把他引来这里，帮他驱除恶灵邪念。你年纪轻轻，心思却如此缜密，让老头子我十分佩服。李大爷，你要是累了，就在地里歇一歇，年纪大了就不要太拼命。最重要的一环还是林无名能不能打败林军门。对呀，这小子怎么没动静了？不会已经输了吧？就在这时，东北边响起一声高呼：“林氏第211代子孙，无字辈林无名，拜见老祖！不孝子孙来此作甚？请老祖升天！”这一声大喊响彻整片天地，直冲云霄。祖孙俩应该是已经打起来了。李大爷，你帮我守着花田，我去看看。你要去找你丈夫？是的，我要去找凡哥。现在林军门已经和林无名打起来了，其他士军对我威胁不大。我要穿过玉米地去林氏祖坟。走到半路，他看见前面一大片玉米被砍倒了，成为一片空地。远方有2人正在打斗，一人正是林军门，而另一人是林无名。先不管他们了，找到凡哥要紧。柳如烟用御尸术感应四周，试图寻找林凡的踪迹。真担心凡哥也会被林军门影响，成为尸潮的一员，但附近并没感应到凡哥的踪迹。柳如烟便离开这里，继续前往林氏祖坟。与此同时，林凡已经来到地底20米深处。检测到宝穴，西周古墓，等级3级，特点3000年前的墓葬地宫。难怪明清古墓里的阴气源源不绝，没有枯竭，原来下面还有更久远的西周古墓。就在这时，女鬼又冒了出来。郎君对奴家追得好紧呢，郎君当真要欺负奴家这个弱女子？随即他又消失不见，林凡也不在意，他观察了一下四周，这西周墓里埋的不会也都是我祖宗吧？毕竟这里是林氏祖坟。忽然间，一只通体漆黑的黑浆朝着他扑了过来，漆黑如墨，宛若钢铁。击杀千年黑将2阶初级，汲取1000属性点。我右臂的力量竟然可以随手秒杀千年僵尸，看来僵尸也不是越老越厉害，他们也要遭受岁月侵蚀。更多的千年古尸都围上前，纷纷臣服。毕竟世界的规矩就是实力为尊，拜见统领。就在此时，林凡的意识突然有了感应，高高在上的压迫感之中，又带着浓烈的亲切感。老婆上号了，那就由老婆控制吧。
林凡没有抵抗，任由柳如烟驾驭躯体一跳一跳，朝着柳如烟的方向双向奔赴，而周围的士兵都是一头雾水。监军大人怎么突然开始跳起来了？我也不知原因。算了，我们跟着统领一起跳吧。男人被狮军包围，但他却丝毫不慌。只见他每跳一下，狮军也跳一下，短短的5秒钟，他们就跳了上百米，来到了一个女人面前。但女人没有一丝胆怯，因为她的心爱之人就是狮军中间的男人。随后他抓起符咒，散在空中。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柳如烟手握铁锹，她已经做好了单挑这一整个狮军的准备。我能感觉到磅礴的士气中暗藏着睥睨的杀意，但是我必须找到凡哥。都给我停下来！他是命令我跳出来的人。虎贲狮军在听到林凡的命令后，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刚好保持一个铁锹的距离，停在了柳如烟的身前。这是，而贾尸望着他的目光全部都是恐惧。原来监军大人是为了他才跳过来的，连监军大人都要听他的吩咐，此女何其恐怖！看他拿着武器要打人的样子，肯定是监军大人的娘亲。虎贲尸巢中传出一阵交流的信息，但并没有声音发出来，相当于是僵尸之间的私有频道。柳如烟当然是听不到的，但是林凡听得一清二楚。那是我老婆，你们的孙媳妇，都给我让开！在林凡的命令下，狮军让开了一条路，排列在两侧，充满了仪式感。也不知是谁带了个头，都跪拜了下来。林家的礼仪都这么重吗？晚辈柳如烟拜见各位长辈。面对如此有礼节的尸潮，柳如烟也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乖巧小媳妇。随后柳如烟控制起了林凡的身体，她身上的长毛全都向柳如烟这个方向伸展而来。在她的驾驭下，10几米的绿色长毛缠绕在她的手腕上，拉着她走向林凡。周围的古士们都感觉到了恐惧。监军大人这是要杀掉夫人？刚刚谁说的监军大人畏妻如虎？他明明如此霸道，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祖宗们别乱猜了，都起来吧。虽然尸身是我的，但是我老婆也能操控。此时的柳如烟的脸颊浮现一抹红晕，像是被撩动了心弦。凡哥，我们回去吧。刚巧李福龙也赶到了这里。刘小姐，大事不妙，狮王陵军门暴走了，你的大孙子撑不住了，我们必须尽快抵达战场。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该怎么才能尽快到达呢？上车吧，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限时开3天，放心买就行。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不久后，众人抵达战场。凡哥，那是你孙子，叫做林无名。此时的战场上，小子，你是本都的后人，本都不想杀你，快滚！若是误了军令，本都斩了你的头及其。老祖，我也有军令，我的军令就是拦住你，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你哪里都不能去。祖孙两人对峙着，旁边围着一群士兵助威观战，虽然不能喊出声，但他们的士气已经快要凝成实质，仿佛乌云压城。挡我者死，既然你有军令，那也算死得其所，本都不会留情了。林军门紧握拳头，皮肤下隆起遒劲的肌肉，浑身释放出滔天的煞气，朝着林无名冲锋而来，像极了战场上勇冠3军的猛将。而林无名没有任何闪躲，双手握着刀，他已经找到了林军门的破绽。孙儿林无名，请老祖升天。老祖，莫怪孙儿。周围的士军瞬间军心涣散，没有士王，他们就没了主心骨。凡哥，结束了，我们走吧。在柳如烟的御师指令下，林凡双腿跳起来，准备离开了。不过普通士军注意到了林凡这只毛将，纷纷围了上来。监军大人，大人带来了援军吗？好强大的军队，我等自愧不如。这些普通士军都注意到了林凡身后跟着的虎贲狮军，两者相比，自然是这些士军还是弱了很多。柳如烟摇动手上的玉铃铛，驱赶着周围的尸潮，想让他们让开一条路。监军大人，别走啊！为了大义，请留下吧。我等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尸潮越聚越多，不仅没有散开，反而彻底把路给堵死。一名肢体较为灵活的假尸将一件黄袍披在了林凡的身上。你在干什么？快把这黄袍从我身上拿掉！就连柳如烟也一脸诧异，还可以这么玩吗？这可如何是好？但是此时已经晚了。当黄袍披在林凡尸身上的时候，仿佛完成了某种隆重的仪式，尸潮齐刷刷全都跪了下去。从现在开始，监军大人就是我们的王。不是王，是皇。吾皇万岁！此刻，虎贲狮军、普通尸军、僵尸加起来几千具尸变的尸体，全都朝着林凡的方向跪拜，以他为尊。原本溃败的尸潮再次聚拢起来，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尸军。而此时的林军门再次站了起来，通体呈现金色，像是发生了进化一般。我到底是谁？这头不是我，这身体也不属于我，那我到底是谁？周围的尸潮都感觉到惊悚，他们也没想到林军门死亡之后还能活过来。这下可就尴尬了。新皇屹立，老王回归，到底以谁为尊？林军门扫视尸军，看向了身披黄袍的林凡，他并没有愤怒和狂躁。很好，王本都如此看重你，这才是我林氏子孙该有的血性。不过你我之间只能留下一个，一山不容二虎。
但是给林凡黄袍加身的尸潮们已经与他站在一条船上，他们不会再服从林君们。提督大人，还不快带见吾皇？吾皇才是天命之主。是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林君们看到尸潮的反应，不仅没有怒火，反而越来越兴奋。小子，他们既然选择了你，你便没有选择，只能与本都一决胜负。这可如何是好？我能打得过他吗？女人面对一只5米高的僵尸，不但没逃跑，反而还举起了铁锹，准备和他斗上一斗。因为她后面站着她的僵尸丈夫，其后更是有着3000尸军为其撑腰。只见他扔出100张镇尸符，散落在天空之中，形成一座法阵。随后他上前一步，指着僵尸的鼻子：“林君们，收手吧，这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哪来的剖腹？滚开！我堂堂9门提督，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你竟敢骂我是泼妇！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区区100张镇尸符，根本镇不住。他的巴掌朝着柳如烟扇了过去。凡哥，你身上的长矛竟然在主动保护我，是你的执念吗？老祖，我的女人你不能打。系统，给我加点5万属性点，全部加在右臂的肌肉中。加点成功。林军们结结实实挨了这一击，倒在了地上，几百道执念也被彻底释放。本都好像看见了万家灯火，无心甚慰，可以去见列祖列宗了。不，我不是林军门。最后一道声音消失在天际，周围一片沉寂。尸潮们以为林军门彻底死了，一个个瑟瑟发抖。这也太恐怖了！李大爷，你见过力量这么大的毛浆吗？没有，从来没见过。这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尸变效果，恐怕是仰视人刘小姐的杰作。事实上，柳如烟也是满脸写着惊骇。凡哥这个力量完全超出了我的养尸认知。此时的林军门竟然又站了起来，林凡不敢小觑，立马抡起右臂，先发制人。倒地之后，他又站了起来，像是发癫的野人，精神失常，看起来漫无目的跑着，但整体上的移动方向却仍是朝着西南而去。凡哥，让我来吧，也许我能对付老祖，敢伤我男人，让你尝尝厉害。他晃动起玉铃铛，操控林凡的尸身追赶林军门。李大爷，你说老祖都已经死了，执念也没了，为什么他又站了起来？我也不知，先前林军门往西南行军是为了灭南蛮，现在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得抓紧跟上去，以防发生意外。上车吧，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只要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几分钟后，林军门到达彼岸花田，这正是柳如烟耕种的土地。花田之中有10几具僵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犹如雕像。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片陷阱。这些彼岸花不会是我老婆种的吧？老婆还会种地吗？林军门此时还在走着，他的前方是一个小土包，那是林凡爷爷的坟。走到坟前之后，他的脚步停滞住了。终于走不动了，刘小姐的彼岸花田可真是帮了大忙。这是怎么回事？你奶奶柳如烟在这块地里埋了上千张镇尸符，为了预防她丈夫出关后变成恶尸。我靠，上千张！林凡也听到了李福龙的话，不由得有些震撼。没想到老婆还给我准备了这么一份大礼，哪怕一张一张画，2个月下来，一天也要画20、30张，更别说还要一张张埋进土里。凡哥，看好了，我帮你报仇。敕令：神书玉律大将军到此，静媚阵。静媚阵是什么？静媚阵是茅山术的法阵之一，可以净化尸气、封印尸变的尸体。此阵杀伤力不高，但是封印能力很强。原来如此。法阵启动后，田地里飘散的尸气瞬间烟消云散，上千张镇尸符的法咒之力汇聚成一道白色虚影，出现在花田之中。那是一头猛虎，白色的身躯，青色的眼眸，是一只金睛白虎。随后猛虎朝着林军门扑了过去。刘小姐真厉害，她的茅山法阵竟然找出了一只金睛白虎。白虎哪呢？李大爷，你别吓我，我什么都看不到。这么大一只白虎，你看不到？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林军门已经被死死定住，无法动弹。难道只有我能看到？我去问问看。随后李福龙走到柳如烟身前。刘小姐，你有看到金睛白虎吗？李大爷，你看到的金睛白虎应该和申叔和玉垒2位神灵有关系。申叔大将军指锁，玉垒大将军养虎。那这么说，金睛白虎应该就是玉垒大将军的象征。是的，你只看到虎，没有看到锁吗？这算不算？算。也就是说，刚刚我拿着勾石锁模仿了神荼大将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先看看林军门有没有反抗之力吧。此时足足上千张镇尸符将林军门裹成了一个黄色大粽子，逐渐消失不见，化作一棵彼岸花幼苗。柳如烟注意到这个细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林军门为什么刚好停在了爷爷的坟前？只是巧合吗？
而这时，周围的尸潮已经兴奋了起来，拜倒在林凡面前，请吾皇率领我等称霸天下，愿为吾皇牵马直登，鞠躬尽瘁，打造一个只有诗的世界。狮军显然没有灵君们的情怀，他们只是想着征战。该说他们雄心壮志呢，还是发癫做梦呢？就他们这几千号士兵，还妄想这些？就在这时，夜空之中传来一声轰鸣响，那是音爆声。我就知道会有后手，原来我们只是个炮灰，真是害怕那机械鸟会丢什么东西下来。应该只是为了对尸潮起到威慑作用。不过如果尸潮真的失控了，说不定会激怒那只冰冷无情的机械鸟。都散了吧，各回个家。林凡对着尸潮发出指令，他很清楚那机械鸟是多么恐怖的大杀器。家在哪里？何处是家？我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各位，随我回家。老祖宗怎么又活了？这虽是一片花田，但种的却不是花，而是人。只见每一朵花上都有一个人，正在沉睡之中。原来花是彼岸花，只要贴上镇尸符，就能形成一方法阵，可以净化尸气，超度亡魂。所以说这些人并不是人，而是亡魂。这时最后一缕亡魂也缓缓从彼岸花之中浮现而出。吾乃林氏第197代子孙林邦昭，乃是九门提督。没想到老祖的真身是这样的。那这么说，每一朵花上都站着我的祖宗，那我看看爷爷在没在其中。彼岸花上的祖宗们开始介绍来历，林凡也随着寻找起来。我乃林氏第202代子孙林双成，最后一届举人，诸君有礼了。俺是林氏第206代子孙林小六，俺是个跑堂的。吾乃林氏第200代子孙林无暇，一生戎马，无疾而终。小女是林氏第199代子孙林九伤，若我是男儿身，该有多好。我并没有发现爷爷，或许爷爷没有尸变，毕竟他的坟墓仍旧是完好的，没有尸体从里面爬出来的迹象，而且在尸潮中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祖宗们一路走好。幽魂们在得到林凡的答复后，逐渐渐行渐远。花田之中只剩下灵君们，他朝着林凡一步步走来。他对于这只长着绿毛的毛姜格外关注，在临走前他有话要说。小家伙，你叫什么？林凡。柳如烟代替林凡做了回答，他始终牢牢抓着林凡的冰凉手掌，生怕灵君们图谋不轨。本都不是在问你，光天化日抓着男人的手，你也不害臊？我们俩是夫妻，要你管？真是红颜祸水，年纪轻轻就被克死了。我问你，为什么你可以操控他的尸身，而且他尸变的速度这么快？凡哥是我养的尸，我舍不得他死，只能通过养尸的方式。养尸？你竟敢拿本都的后人养尸，好大的胆子！我会一直陪着凡哥的，直到白头。可是我不相信，你还那么年轻。这个你拿着，要是不信的情况下，以后可以用它打给我。这华为 P70 Pro 可不便宜，我不能收。这都左下角领的，不花钱。左下角还能领手机，那还有这样的好事？左下角我都领到了，都是亲自验证过能领才分享的。那你教教我怎么领吧，这台坏了，到时我也能自己领。你从这条视频左下角下载，花几秒钟注册登录后，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1万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都能领，还有这台华为 P70 Pro， 每小时刷新1000台，我左下角才有的。左下角下了没有啊？我打电话问问。哦，原来左下角是活动太火爆领完了，刚给我升级了库存权限，我给你补下数量，你看看。有了，华为、苹果都能选。入口我就放在左下角了，只有认准我左下角下载才能领手机，再领上左下角的礼包码，上线就送上古神剑，3件轻松秒 boss。邻居们沉默了片刻，随即想到了什么。你这么一说，本都好像也被养尸了。只是我不知道养尸人是谁。现在回忆生前的往事以及死后的尸变过程，我总觉得不对劲。老祖，你当年可是9门提督，官衔从一品，谁敢养你的尸？难道是有人故意为之？你这孙媳妇真是非常聪慧。本都感觉到我的尸身很陌生，仿佛那不是我，有着别的意念在控制尸身，也许就是像你一样的养尸人。即便是真的，也已经过去300年，那养尸人应该也死了。是的，我想托付你们夫妻俩一件事，看看本都的尸身会被如何处理。如果有人用它做坏事，一定要想办法帮本都摧毁这具尸身。面对邻居们的嘱托，柳如烟点头答应。她本身就是养尸人，所以对养尸这方面的事情也很感兴趣。如果真的有一位养尸人在300年前就开始布局设计，用邻居们的尸身来养尸，那这件事可就非常恐怖了。我养尸是为了爱，那300年前的养尸人是为了什么？本都走了。他刚迈出几步，又有些不放心，回头望了望。你小子以后可千万别怕老婆，虽然他是养尸人，但本都知道你是个有主见的男人。他们这是去了阴曹地府，还是登王彼岸？落叶归根，他们只是回家了。
刘小姐，这次你立大功了，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找你，给你一些好处，一定记得不要跟他们客气。我可不奢望有什么奖励，反而希望不要来找我，毕竟我可是养了尸，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李福龙转身离开，林无名走了过来。奶奶，这个给你，这是我父亲的家书，老祖之事解决了，我也该离开了。好，那我收下了。凡哥，等以后我读给你听。在林无名走后，周围空荡荡的，彼岸花田之中只剩下他一个活人，还有一只毛姜，她的丈夫林凡。凡哥，总算是安静了，我们一起赏花好不好？柳如烟牵着林凡冰冷的手，施展御诗术，走向彼岸花田深处，坐在彼岸花田中央。凡哥，我给你背一首诗歌好不好？你最喜欢检查我背诵诗歌了。他立马撇开这些回忆，背起了诗歌。聆听仰视人的招魂吟唱，获得1点自由属性，附加属性灵魂+1。没想到老婆的声音竟然也充满灵性能量，可以从中汲取属性点。凡哥，你听到了吗？柳如烟望着彼岸花田，寻找林凡的灵魂。她希望奇迹会出现，不过却浮现出2道幽魂。如烟，这是我的丈夫，我跟他重逢了。大娘生前跟你相处的那些时光很快乐。杨大娘牵着身边男人的手，开心地笑着。如烟，祝你和凡哥长相厮守，生生世世不分离。我相信你这么爱他，一定会找到他的灵魂。我会的，杨大娘。凡哥，一定不要辜负了如烟，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女子。杨大娘说完，依偎在她男人怀里，2道幽魂渐渐淡化，而柳如烟则继续等待着，终究是没有等到林凡的灵魂。凡哥，你在哪？你回来看看我。就在这一刻，林凡的手掌伸了过来，在他的脸上轻轻戳了戳。凡哥，你……柳如烟的悲伤情绪这一刻都被扫个干净，终于不再流泪。凡哥，你真好，哪怕死了都还没有忘记我。那你在新婚夜那晚是被什么邪祟害死的？林凡动了动僵直的手臂，手指轻轻戳了戳柳如烟的脸蛋。我也不可能向老婆描述出邪祟的模样，因为我根本说不了话。柳如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凡哥，你能不能写字？你写出来不就好了？女子深夜不回家，反而驾驭着一只僵尸跑到一个小山坡上。只见她催动法阵，凝聚了一个小黑板和一支笔。随后她抓起那支笔，递给了僵尸。下一刻，她的手又在不断的挥舞，在天空之中浮现出一方极大的法阵，因此女子身上的威势也达到了顶峰。今日我柳如烟，不管是谁害死老公的，我都要给他报仇。随后，柳如烟悲伤地看着林凡。凡哥，是谁害死你的？你写下来，我现在去给他拿下。邪祟和老婆长得一模一样，我也不用自己报仇了，他给我报仇就好了。但在林凡拿起笔的那一刻，他突然陷入了迷茫之中。该死，邪字怎么写？我怎么忘了？我明明对这个字很熟悉，可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写？柳如烟此时也发现了端倪，把手也放了下来。法阵随后也消失了。凡哥，写字对你来说是不是太难了？别着急，慢慢来。柳如烟没有心急，伸出手指摸了摸林凡的绿色脸蛋。其实你能听懂我说话，并且做出回应，我就已经很惊喜了。写字可能太难了，没关系的，我可以教你。老婆，我发誓，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柳如烟好像能听到林凡说话一般，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我身为你的老婆兼养尸人，要一手把你拉扯大，想想就很开心呢。好了，我们要回家了。如果等到白天再回去，以你的恐怖程度，有可能会吓到村民。柳如烟晃了晃玉铃铛，驱使林凡的尸身回家。凡哥，等回家我再慢慢教你。与此同时，一个昏暗的房间内，老实人，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没有让那只绿僵失控，也没有让柳如烟离开九黎村。此人正是李福龙接触了20多年的接线员。我哪有什么功劳？在对付林君门的过程中，我没发挥太大的力量，功劳都是守墓人林无名和养尸人柳如烟的。我指的不是林君门，组织上并没有给你安排关于林君门的任务。感情是自己多管闲事了。从始至终，我的任务就一个，监督柳如烟养的尸体。是的，如果林凡失控，要进行销毁，而林凡并没有失控，一直在柳如烟的控制之中，所以你的任务顺利完成。如果柳如烟带着林凡前往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你觉得我们需要派人监督他和他的事吗？你说说你的意见。接线员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需要背锅的。柳如烟对她丈夫很负责，她是个好姑娘，我从来没见过对丈夫这么好的女人。至于她的丈夫林凡，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短短几个月不仅蜕变为毛僵，甚至拥有恐怖的力量。这一次林氏祖坟发生尸潮，多亏了养尸人和他的事，才能如此顺利解决。你觉得养尸人有可能会加入组织吗？难，以我对她的观察，她心里只有丈夫，很难用利益打动她为组织工作。
想要打动柳如烟，只能从她养的事，也就是她丈夫身上入手。老实人，谢谢你的情报。接下来你不需要再关注柳如烟，组织会派遣其他人员与她接触。好，终于可以休息了。忙活一整晚，我这个68岁的老头实在吃不消了。在夜色的掩映下，柳如烟驾驭着丈夫的尸身，回到了九黎村家中。凡哥，你还记得我们是在哪里认识的吗？当然记得，我们二人第一次认识是在大学的公共教学楼地栋201教室，一门叫做恋爱心理学的公共选修课。林凡随即点头做出回应。是啊，不知不觉已经5年了。刚认识的时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不仅相恋，而且还步入了婚姻殿堂。那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吗？为什么我只记得和老婆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剩下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次林凡没有点头回应，柳如烟也是秒懂。凡哥，想不起来也没关系，看来你的记忆并不完整。我想带你回大学看看，说不定失去的记忆你会重新想起来。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凡哥，你乖乖待在屋子里，我去看看外面是谁。柳如烟来到院子里，只见有个中年女人在焦急的等待。谁知道这女人扑通一下，直接给她跪了下来。求你救我女儿一命！大娘，你先起来，你慢慢说。我女儿被尸潮中的僵尸咬伤了，中了尸毒。如果你救了我女儿，我愿意为你提供一件非常珍贵的养尸器具。养尸用的器具？青铜棺。孙云的回答令柳如烟的眉眼中浮现一抹惊喜之色。阴沉木棺材已经碎了，而且对于凡哥来说，阴沉木还是不够结实。如果能有一具青铜棺用来养尸，那确实非常不错。成交，我可以为你女儿解尸毒，这是退伤符，你收好。多谢刘小姐，我叫做孙云，我女儿叫做曹燕子。好，我记下了。那我以后该怎么联系你？青铜古棺送到九黎村吗？不是九黎村，这是电话号码和地址。孙云接过小纸条，上面是毛笔写的楷书，字迹清秀又工整。多谢刘小姐，那我就先离开了。不久后，柳如烟用御尸术控制林凡的僵硬右手，练习书写毛笔字。系统给我手指上的肌肉加点，每根手指加1000点属性，强化1000根肌纤维。加点成功。只见纸张上写着4个大字：邪祟向女。全村108户人家，却有1008座坟墓。只见坟墓里的鬼魂都破土而出，争先恐后的向一方池塘冲去。原来池塘边的女子布下了一处大阵，此处阵法会将方圆100里的孤魂野鬼全部吸引过来。因为女子的老公被害死了，她准备查出真凶。不久后，所有的孤魂野鬼都聚集在了这个池塘旁。我老公被害死了，是你们谁干的？不是我们干的。是呀，夫人不要误会。你们以为我会信吗？邪祟以我的样子出现，甚至还能瞒过凡哥的双眼，说明他对这里很熟悉。说吧，是你们谁？夫人饶命啊！真的不是我们。对呀对呀，饶命呀！难道真的不是他们？是不是你的仇家来寻仇的？不可能，虽然我偶尔会用茅山术对付厉鬼妖邪，但大多都是斩草除根，没有留下任何后患。超出能力范围的邪祟，我根本不会招惹，所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仇家。那是不是有人不想你和你的先生结婚，来把他杀了呢？更不可能。这一次的婚礼其实办得很低调，因为我既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邀请其他的亲戚朋友，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就是茅山的师傅以及部分同门。那就是了，肯定是你的同门暗恋你，嫉妒凡哥，才把凡哥杀害的。不要乱说，我的同门师兄弟应该没理由，也没能力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害了凡哥。而此时的林凡还在继续书写新婚夜的死亡经历。柳如烟根据这些关键词，随即想象到林凡被害死的大致过程。狐狸精、画中仙、飞尸，不应该是这些。这些邪祟如果出没，应该会留下痕迹才对。夫人，凡哥死前看到的，会不会都是他臆想出来的？而害死他的未必是邪祟，也许是有人使用的蛊惑心智、吸人精气的邪术。你说的对，目前来看，想要找到害死凡哥的凶手，仍是难度很大。如果对方继续害人，说不定会露出马脚。看来这些线索根本不够，害死我的凶手肯定不是一般邪祟。我已经死了，所以倒是不怕，但是我担心老婆会遇到危险。随后，林凡又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凡哥，你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绝对不会冒险。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凶手，而是把你养成为行尸。如果凶手见到像活人一样的你，应该也会感到害怕吧？对呀，老婆说的对，系统给我进化，我要进化成行尸。进化中。只见所有的阴气都向林凡涌去，林凡的身上此时也汇聚满了阴气。等级：初级行尸，下一等级中级行尸。能力：防御、惊吓、移动、冲击、尸毒、尸香、力量。现如今的自己已经是一个人形大杀器，无论防御、攻击各方面都成长了起来。凡哥，你进化成行尸了，我要去给你准备黄泉灵液了。随后柳如烟回头扫视众鬼。好了，你们可以离开了。1个星期后，夜晚，一大群孤魂野鬼游荡到林凡家，趴在窗户外，贪婪地吸食着某种气味，而这种气味就是锅内淡黄色的透明液体飘出来的。柳如烟用食指蘸了一丢丢，轻轻放在舌尖上尝了尝。
好苦，果然给死尸用的灵液活人不能吃，比起之前的基础版灵液和香露灵液恐怖许多，对于活人来说是危险的东西。随后柳如烟看向窗户边的一群孤魂野鬼，这些孤魂野鬼真是对黄泉灵液趋之若鹜，不过他们等级比较低，并不敢走进屋子里，他们都有些惧怕我，更加害怕屋子里的凡哥。柳如烟盛了一碗黄泉灵液，走到林凡面前。凡哥，该喝药了。老婆的厨艺越来越好了，这灵液看起来比起之前的香露，似乎功效还要大。林凡尸身上的长毛纷纷舞动起来，有些迫不及待。凡哥，把嘴张开。怎么样，好喝吗？窗外偷窥的野鬼们也已经躁动起来。我也想要，给我留一口。夫人，求求你收养我吧，我可以退么？是呀，夫人可以收养我们吗？柳如烟听到窗外野鬼求收养的声音，她并没有搭理。凡哥，没了，下次再喝吧。2天后的夜晚，一辆车下了高速，驶入繁华的江南大都市会稽。又是不久后，二人来到一幢别墅前。凡哥，到家了，你有没有察觉到这里有什么异常？我的绿色皮肤确实感受到了某种特殊的灵性能量，这股能量是黑色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类似于阴气，但又有点差别。汲取一缕死气与煞气，获得1点属性。就在这时，柳如烟注意到林凡身上的长毛纷纷舞动了出来。凡哥，你是不是察觉到了？其实这是我为你选择的养尸地，这里的死气和煞气应该有利于你的尸变。检测到宝穴、郭公山别墅、巨门星等级3级，特点一大堆。没想到这处别墅竟然属于3级宝穴，与之前的西周古墓是同一个层级。1个星期过去了，夫妻俩在新家安顿下来。林凡站在镜子前，观察着自己的身体。虽然皮肤的深绿色已经褪去，变成了乌青泛黄的模样，但看上去还是像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秧子。凡哥，你的皮肤确实有点像人了。走吧，我带你去大街上逛逛。正常的僵尸蹦蹦跳跳，出没在野外，可这只僵尸却坐在轮椅上，出现在繁华的大都市之中，但没有人认出这是一只僵尸。随后他们都凑了上来。这女人真漂亮，就是命不太好，有个瘫痪的病秧子老公。未必，说不定坐在轮椅上的那位是富豪，推轮椅的女人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柳如烟当然不会理会这些窃窃私语声，她正专心地推着轮椅。虽然偶尔传来异样的目光，但是并没有人认出来凡哥是僵尸，只是把他当成了瘫痪的病人。林凡看着人流，不由得萌生了行走的念头。也许我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目前我已经积累了2万点属性，而行走离不开双腿上的肌肉。系统分别给双腿的肌肉各加1万点属性。加点成功。林凡膝盖骨关节传出碎裂声，像是挣脱了僵硬的桎梏。他猛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随后走了起来，迈出了他失声的第一步。只是平衡性欠佳，旁边的柳如烟已经惊呆了。凡哥竟然从轮椅上站起来了，正在尝试行走，这简直就是奇迹。凡哥，不要急，慢慢来。原来这人不是瘫痪病人，能走路啊！现在的年轻人真离谱，出行的交通工具竟然是轮椅。那男人脸上肯定化了妆，跟快死了似的。柳如烟操控林凡的尸身继续行走，从上午走到下午，足足走了3万步，大概15公里的距离。凡哥，你累不累？我们歇一歇吧。前面就是斗城学府。不对，为何学府上方有煞气？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如果煞气继续增强，斗城学府肯定会发生诡异事件。不对，已经发生了。柳如烟结婚了，怎么也不告诉老师一声？听到这声音，柳如烟顿时打了一个激灵。走过来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古汉字学教授侯苍。侯老师，您的眼睛……只见侯苍的眼睛眼白浑浊，黑色的眼瞳竟然从中间分开。我前阵子查出了白内障，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要不是听到你的声音，刚刚差点没认出来你。这就是你丈夫吗？说完这句话后，他的白内障重瞳眼看向了轮椅上坐着的林凡。这小子难道是生病了？小伙子，一定要坚持，不能放弃治疗。你有柳如烟这么好的老婆，她一定能陪你度过难关。侯老师，我会好好照顾凡哥的。您的眼睛真的没问题吗？没事，放心好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我陪凡哥到处逛逛。好，那你们逛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话刚说完，侯苍的重瞳眼就看到了夫妻俩身上散发出浓郁的黑气，尤其是坐在轮椅上的林凡，黑气已经凝成实质一般，漆黑如墨，飘散在空气里。难道我眼睛真出现了问题？就在这时，他的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袭红衣身影。侯老师，如烟学姐真幸福呀！侯苍被冷不丁的声音吓了一跳，这是他的研究生女学生，比柳如烟小一届，还没有毕业。采薇，以后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爱人。侯苍扭头注视着自己的女学生，她那一身红色的裙子像是玫瑰一般妖艳，在黑夜中绽放。侯老师，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就是你呀！如果有一天侯老师也坐在轮椅上，我希望推轮椅的那个人是我。采薇，忘了那件事吧，我已经70了，放过我。
侯老师，如烟学姐的丈夫好像不是活人呢。如果我死了，你愿意像如烟学姐对待她的丈夫一样，永远陪着我吗？采薇，柳如烟的丈夫没死，一定是你看错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愿意陪着我吗？柳如烟刚走出学府没多远，便回头望去，有些担忧。斗城学府的死气和煞气好像更重了。林凡随后也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看着死气笼罩中的斗城学府，莫名有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乐土，这是属于邪祟的乐土，但我还有老婆，必须将这种想法压制下来。凡哥，天黑了，你先回家吧，我有点事情。林凡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开。不久后，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走出来了一个青年，没走几步，只见他眼前一黑，倒在了柳如烟面前，躺在了地上。救我！和凡哥是一样的死相，不过应该不是害死凡哥的邪祟。柳如烟能明显感觉到青年身上的阴气很重，阳气衰绝。他顺着阴气飘来的方向看向了巷子深处。但精气鬼以吸精气为食，只是按正常来说，但精气鬼不会这么嚣张，直接把人给吸干了。随后柳如烟走了进去。谁？给我出来！不久后，别墅内已经深夜10点了，老婆怎么还不回家？她该不会出事了吧？林凡翻出早已不使用的手机，拨了过去。凡哥，我……柳如烟还没说完，似乎是因为信号问题，手机里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林凡顿时有点炸毛，尸身上的绿色长毛纷纷从衣服里钻了出来，表现着他那逐渐失控的情绪。随后他又拨了过去。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林凡已经开始失控，浓郁的湿气释放而出。就在这时，柳如烟脱掉鞋，赤裸着双足走进屋子里。老公，我回来了。你敢信？这个女子竟然在亲一只僵尸，亲完之后还想拉她一起看日出。不料僵尸身上突然蹦出长毛，缠在了女子身上，越缠越紧。你不是我老婆。老公，怎么了？是因为我回家晚了，你在生我的气吗？你这种莫名熟悉的口感，与新婚夜那晚杀害我的女邪祟很像。老公，不是的，怎么会呢？柳如烟感受到了林凡身上的愤怒，试图解释，不过此时的林凡已经愤怒到极致。哼，来啊，把你的毛也亮出来！现如今我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什么也别想从我身上吸走。不过我报仇的机会来了。老公，你听我解释，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回家晚了是为了帮你寻找养尸材料，我爱你啊！柳如烟的双手抓住玉颈上缠绕着的长毛，试图缓解呼吸不畅，柔弱的身躯站立不止，眼眸中充满了哀求与痛苦之意。装，接着装，鬼话连篇，还想迷惑我？林凡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因为刚刚被亲的那一下，他实在太熟悉了。我至今和老婆都没有亲吻过，怎么会有熟悉感？除了那个女邪祟，还能是谁？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鬼东西，竟敢假冒我的老婆！老公，我就是你老婆啊！我好不容易结个婚，连老婆都没亲到，反而被你这个女邪祟给杀了。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该有多么幸福？又怎么会与老婆阴阳相隔？林凡身上所有的愤怒和仇恨全都爆发出来。你以为装可怜我就不敢出手了吗？林凡伸出手掌掐住了柳如烟的脖子，巨大的力量足以在瞬间扭断这柔软的身躯。为什么还不变身？你变身啊！我等不及了，我想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但是林凡眼前的柳如烟没有丝毫动静，只是在奋力挣扎着，苦苦求饶。老公，我喘不上气了。听到这句话的同时，林凡感觉到了一阵操控感。是御尸术，是老婆对我使用了御尸术，这熟悉的控制感，只有滴血认主的养尸人才能做到。她真的是老婆。顿时，林凡松开了柳如烟的脖颈，长毛也纷纷从她身上松开。我干了什么？我刚刚差点杀了老婆。老公，都是我不好，回家这么晚，让你担心了。柳如烟抚摸着林凡的脸，用柔软的眸子深情对视。对不起，原谅我好吗？以后我一定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再也不分开。老公，你饿不饿？我喂你吃东西好不好？不对，老婆为何突然心血来潮一般，想要投喂我？随后，柳如烟和林凡离开卧室，柳如烟前往储物室寻找黄泉灵液，而林凡在客厅等待。但此时的林凡越发感觉柳如烟不太对劲，他怎么一点都不困？而且这大半夜的，吃什么东西啊？我肚子里的黄泉灵液还有不少呢。就在这时，窗外闪过一道红色身影，一个身穿红色衣裙的女人趴在窗口偷看，嘴巴一张一合，似乎在说话，手也跟着比划，像是在吸引林凡的注意力。眼中看的红衣女人不是人，而是鬼，一只红衣女鬼。但是她趴在我家窗口偷窥，也太不礼貌了。林凡学长，别动手，我有话要跟你说。你竟然认识我？我叫江采薇，是斗城学府中文系的研究生，老师是侯苍侯教授。如烟学姐跟我同一个院系，同一个老师，但是她比我大一届。那你为什么死了？我前天研究你家祖坟出土的古文字，但当我解读出其中一个字的时候，实在太兴奋，像是着了魔一般，忍不住拿起一把水果刀，把自己给捅死了。江采薇似乎对自己的死很是委屈，随即颤抖了起来。你可是红衣厉鬼啊，能不能拿出点厉鬼的样子？不要发抖呀！
学长，你是不是也死了？我刚死那会看到了如烟学姐推着轮椅和你在一起。是的，我确实已经死了。我也是前天刚来地府，我好害怕，这里全都是鬼怪，一个活人都没有，他们都欺负我，要跟我冥婚。地府？我明明一直都待在家里，怎么会来到地府？这里难道是地府？是的，能看到你和如烟学姐，我真是太开心了。但是如烟学姐为什么会死啊？她前天明明还活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迟迟不敢进屋与学姐相认，我辨不清屋子里的学姐到底是活人还是鬼魂。假设江采薇说的是真的，屋子里的老婆是什么？按照这个方向推测，答案很明显，就是那个害死自己的邪祟。就在这时，柳如烟走了进来。老公，我回来啦。林凡背对柳如烟，假装没看到她一般，抓住了江采薇的小手。学长，你干嘛？学长，不要这样，学姐在这里呢。学姐，我和学长是清白的，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此时的柳如烟的双目已经猩红，浑身颤抖着。敢碰我男人，我要你魂飞魄散！随即柳如烟的头发疯狂生长，化作一根根触角，变身了。林凡回头看着浑身长毛的柳如烟，真的是冒牌货，她可不就是新婚夜那晚杀害我的女邪祟吗？我现在不是你想拿捏就拿捏的，更何况你根本不是我老婆，入戏太深了吧？林凡松开了江采薇的手，使身上的绿色长毛伸展出来，试图与长毛柳如烟一决高下。学姐，你怎么变成了怪物？我和学长是清白的啊！江采薇蹲在地上，缩成了一个团子。我身为红衣厉鬼，却非常好欺负，并不是我太弱，而是眼前的夫妻俩实在太强了。这到底是什么邪祟？女人每秒钟都会长出一根触角，而她旁边的男子更恐怖，长出的是长毛，不到60秒，满屋都是他们的触角和长毛。原来女人是一个诡异，男人则是一只僵尸。他们从室内纠缠到室外，但最终还是僵尸更胜一筹。唉，凡哥，是不是吓到你了？对不起，我也不想。我不能接受你和任何女人有肢体接触，你是我的。我可不是你的，你可不要自作多情。你看看你满身的触角，哪里像一个正常人？柳如烟看着自己身上的触角，眼神中满是痛恨与仇视。我好恨，我只想当一个正常人。她像是精神分裂了一般，自相矛盾，不能接受自己身上的丑陋。不知为何，只觉得她很可怜。她是个实力强大的邪祟，却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柳如烟在这种极度自我怀疑的情绪下，双手捂着头，不敢直视林凡。乌黑的毛发缠在身上，裹成了一个黑色的茧，把自己隐藏起来。凡哥，对不起，让你看到了最丑陋的我。等我变漂亮之后再来找你，是你给了我存在的意义。最终，黑茧彻底消失不见，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怪不得那天晚上邪祟害了自己之后便消失不见，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他强大却又自卑。这邪祟的身份恐怕不简单，难道和老婆存在某种关联？学长，从他的言语中，似乎真的把你当成了他的老公。是啊，假老婆和真老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人格还是双胞胎姐妹，又或者是封印在体内的恶灵？看来学姐身上藏了不少秘密。确实，也不知道如果老婆亲眼见到她会发生什么。我很期待这一天，恐怕只有老婆本人才能知道她是什么邪祟。但我很担心，学姐见到她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发生？有我在，危险不会发生的。我作为老婆养的尸，我肯定坚定不移站在真老婆这一边。学长对学姐真好。好了，现在该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这里迷雾重重，迷路了该怎么办？我有办法。过来吧，江总，给你粉丝的手机都准备好了，都安排发货吧。这是什么东西？左下角新厂商给大家准备的手机，这台3折叠你拿着，有卫星通话和定位，你拿着就不怕迷路了。剩下的就放在左下角，人人都能领。左下角不都是骗人的吗？左下角我亲自验证过活动真实性，从左下角点击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已经有好多粉丝领到了。我之前下载的都看不到领取链接，那肯定不是左下角下载的，你点左下角试试，没有领取界面直接卸载。左下角现在每天放送上万台苹果16 Pro Max、华为 P70 Pro， 每隔1小时刷新1000台华为 Mate XT， 升级就能连。真的有看到领取界面了。看到我这条视频的粉丝朋友们注意了，只要点击左下角下载就能参与活动，华为苹果数量充足，挂机升级轻松拿。那我先挂会儿机。对了，学长，我有不少情报可以告诉你，这里和斗城一模一样，除了没有太阳、月亮、星星、活人。林凡听着他的讲述，抬头望了望夜空，指了指上面的星星。这就是你说的没有星星？我的意思是，天上只有7颗星，其他的星星全都没有。昏黄的路灯下，林凡走在熟悉的大街上，这里与斗城的建筑物一模一样，确实毫无差别。检测到宝穴，7星鬼城，等级4级。特点：斗城有阴阳两面，阳斗城适合活人居住，阴斗城收容恶灵鬼怪。阴阳协调则风调雨顺，阴盛阳衰则生灵涂炭。注：阴斗城即将突破封印，重现人间。林凡看到这些信息，他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我猜测的没有太大出入。这里确实是阴斗城与阳间的斗城相互对应，看来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阴盛阳衰，阴界侵蚀阳界。学长，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懂。这里是阴斗城，收容恶灵鬼怪之所，而我是一具行尸，按理来说不会被收容才对。那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阴斗城出现了故障，侵蚀阳间，把我这一具行尸收容了进来。这恰恰说明阴斗城即将降临人间，与阳间彻底融合。到那时，这里收容的所有鬼物都将出现在现实中。那该怎么办？有办法，和我去找到封印加固就好了。他们走到一家小吃摊前，听到了不少有用信息。最近这些天，从阳间来的新住户越来越多了。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我已经在这里待了10几年，真想出去啊！你说咱们何必要出去呢？在这里不是挺快活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可最近鬼城也不太平，尤其那些新住户，一个比一个厉害。是的，殡仪馆的雪柜里出现了一具僵尸，据说是300年前的提督，叫什么邻居们，浑身贴满黄符，太恐怖了。他就在鬼城里行走，就连那几位最远古的鬼王见了他，都要毕恭毕敬。还有前天晚上，斗城学府刷新了一只红衣厉鬼，那叫一个美啊！据说是鬼王级别。我靠！你说的不会是他吧？那有一个红衣厉鬼，旁边还有一具男尸。江采薇一直跟在林凡旁边，听到别人议论他，不由得小脸通红。而林凡看向了他，你竟然是鬼王级别？学长，其实我只是跑得比较快。说着，他双脚离地，飘在空中，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从林凡身前飞到了他的身后，又从身后飞回身前。你这已经不是跑，而是闪现了。你确实对你自己的实力没有一点数。因为江采薇的红衣比较显眼，所以吸引了不少注意力，众鬼都看了过来。这小子是新来的吧？红衣鬼王怎么围着他转？不会又是个大佬吧？我觉得不像，他好像只是一具尸体。林凡懒得理会这些目光，继续在街上走，走到一家理发店门口。小哥哥，进来吗？不收费哦。你好强壮哦，我好喜欢。林凡一巴掌扇了过去，没有手下留情。击杀氮精气鬼，汲取属性点3000。看来这里的鬼怪全都是真实的，可以兑换成属性点。此时的江采薇浑身一抖，难以置信。学长好厉害，一巴掌就把一只凶恶的厉鬼给打爆了。还好学长没有揍我，我虽然是鬼王级的红衣厉鬼，但是这小身板恐怕也经不住学长一巴掌。大街上所有鬼怪的目光都看了过来。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坏了规矩，是要被惩罚的。新来的，你最好不要太嚣张。一个男鬼从鬼群中冲了出来，拿着啤酒瓶朝着林凡头上砸了过去。敢动我女人，弄死你！只因女鬼会理发，便有1万追求者，而这个僵尸只是碰了女鬼一下，就将其拍死。没想到的是，却引得众怒，无数鬼怪向僵尸袭来。不料僵尸身上竟长出1万根长毛，所有鬼怪瞬间灰飞烟灭。不错，看来我身上的长毛不是白长的，一瞬间就可以消灭1000万鬼怪。而旁边看热闹的鬼怪却被吓得半死。我靠，这行尸是个大佬！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厉害了吗？这让我们这些老住户可怎么活啊？还等什么？我们快跑！万一大佬看我们不顺眼该怎么办？街道上的鬼怪们开始向四面八方逃窜。学长，看来他们想仗着数量众多，要给我们一些教训。没错，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有着巨大的等级差距，他们根本打不过我。就在这时，所有房屋瞬间发生了抖动，变成了另一番景象。别怕，妈妈来了，妈妈爱你。这是什么鬼？全身都是触角，阴斗城之中为何还有这种鬼怪？此时，阳斗城真实的世界之中，柳如烟找到了一家斗城的诡异事件所。柳小姐，我们来谈谈你丈夫尸体的下落。你知道阴斗城吗？我知道，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按照古籍上的说法，人的出生由南斗掌管，而死亡由北斗掌管。所以以前建造斗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阳间的人居住，也是为了收容妖邪鬼怪，建立一座阴间的幽冥地府。听到柳如烟的回答，孙秀英和秦宇都是目瞪口呆。柳太太，你竟然真的知道？孙秀英很诧异，而秦宇有些被噎住了。根据统计学和概率学的计算，鬼城与现实最容易发生交货的地方，在以下7个标志性地点的附近：城中村孙庙、越王大道、省立医院、女子监狱、斗城学府、法医鉴定中心、温泉度假酒店。还不等秦宇继续说下去，旁边响起一声女人的尖叫：“求求你了，不要再啰嗦了，能不能让我说几句？”女人穿着女子监狱的蓝白囚服，显然是个女囚犯。这女人年纪轻轻，怎么就成了犯人？柳小姐，这位是诸葛世家的传人诸葛基。诸葛基是主动前往这里，他算出自己命里该有此劫，所以投案自首，给自己判了800天的刑期。他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娄小姐，长话短说，我赶着回监狱，我刚刚心有所动，为你丈夫占了一卦，卦象表示他在腹中，难道他已经投胎转世了？柳如烟听到这句话，有些错愕。小鸡，不要开玩笑，柳太太很在意她的丈夫。我们现在不是在寻找林凡的灵魂，而是他的尸身。我没有开玩笑，阴间出现邪祟，把林凡给吞入腹中，这说明鬼城之中有大恐怖。孙秀英下意识看了看秦宇，而秦宇则紧握着拳头，目光凶狠。那应该是你的母亲秦小鱼。我一定会查到害死她的凶手。在我对鬼城的调查中，早就知道母亲秦小鱼的亡魂已经化为凶残无比的厉鬼，所以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道伤疤。柳如烟在旁边听着，隐隐有些担忧林凡的尸身安全。这个秦小鱼是什么级别的厉鬼？柳太太，根据我们的推测，秦小鱼已经超出了邪祟的范围。
针对各种灵异事件，我们对鬼物有一个大致的评估，一共分为9级，1到3级称为已知类邪祟，4到6级称为禁忌类邪祟。而你丈夫虽然是僵尸，但他和正常僵尸相比，完全是2个概念。在我们的评估中，他也归属于禁忌类邪祟。没想到凡哥竟然是禁忌一样的存在，而凡哥才仅从僵尸蜕变到行尸。这么说的话，邻居们也是禁忌类邪祟。没错，多亏你那1亩地的镇尸符，才能将他封印。新婚夜害死凡哥的那个邪祟，至今还不明身份，应该也是禁忌类。7到9级又称为什么？好像是叫做神话类邪祟，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叫法，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说神话类邪诡出现过，但也许真的存在，否则也不会出现这种划分。与此同时，鬼城之中，一只触角抓住了林凡的身体。好孩子，妈妈会保护你的。诡异秦小鱼眼神慈爱地看着林凡，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而林凡并没有抵抗。如果我站在原地不动，应该能和他拉扯一番，以我的重量和力量，不会被轻易拽动。但是我想要主动进攻。好孩子，你的力量真大，等你进了妈妈肚子里，可千万不要调皮，不然妈妈的肚皮承受不住你的拳打脚踢。乖，快进来吧。哼。击杀鬼母之子，属性点加10万。果然没猜错，这是一只4阶邪祟，但是为什么击杀对象是鬼母之子，而不是鬼母？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咯咯咯的笑声，只见鬼母之子又重新汇聚，缓缓出现在江采薇的背后。你看起来乖巧又懂事，妈妈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儿，快进到妈妈的肚子里。但是就在这一刻，江采薇身为鬼王的力量立马被激发，出现在了林凡的身后。世界这么大，似乎只有待在学长身边最安全。乖女儿，你跑得可真快，妈妈好想拥有你们兄妹啦。虽然不明白对方的复活机制是什么，但是是否可以一直杀他刷属性点？你想干嘛？明明我才是鬼城之中的鬼王，为何却被你这一具尸体瞪得害怕？就在秦小鱼扭头要逃跑的时候，林凡浑身长毛伸展而出，朝着秦小鱼全身上下捆绑而去。不要放开我！她是鬼城的女王，身下更有着万千鬼怪臣服，但如今却被一只僵尸盯得瑟瑟发抖。5秒钟之前，她已经死过一次，现在她又被万千长毛缠住。只见一只僵尸缓慢走来，随即她迎接第2次死亡。击败鬼母第2次，汲取属性点1万。看来鬼母不会死，只要不断的打败他，就能一直从他身上汲取属性点。那击败他1万次，我岂不是可以进化为旱魃？5秒钟后，鬼母再次缓缓浮现，他看到浑身长毛的林凡朝着他走过来。你不要过来！我来到鬼城已经20几年了，一步步成长到今天这种地步，从来没有过今天这般的狼狈。就在他想要逃跑的时候，林凡挥起手臂，又是一击。击败鬼母第3次，汲取属性点5000，收获变少了，看来也不能无限刷属性点。不过目前收益还不错，那就再多杀几次。街道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但四周其实还是有不少鬼物在黑暗中暗中观察。好恐怖！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鬼母的惊悚叫声。没想到鬼母也有被暴打的一天，以前咱们可都活在他的恐惧之中。一物降一物，这形式真是天生克制鬼母。5秒钟之后，鬼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林凡直接扑了过去。击败鬼母第30次，汲取属性点500。大街上，鬼母疯狂逃跑，一边跑一边哭。没想到今天遇上一个这么死缠烂打的主儿，真的快受不了了。虽然可以不断复活，但是每死一次都是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林凡仍旧紧追不舍。我很想知道鬼母是否真的可以无限复活。你不要再过来了，再过来我就真的生气了。不急着过来，这么精彩的剧情，我先用手机拍下来。哎，你换新 iPhone 啦？那多贵啊！现在上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就对了。击败鬼母第40次，汲取属性点200。学长太可怕了，没想到学长竟然如此凶残，这是要斩草除根啊，丝毫不给鬼母逃命的机会。江采薇忍不住把自己带入鬼母，毕竟都是厉鬼，只觉得不寒而栗。如果学长也这么缠着我，不对，学长是有老婆的僵尸，怎么能对他有非分之想？如烟学姐不会放过我的。与此同时，街道四周藏着的鬼物们全都缩起了脖子，躲在犄角旮旯，不敢露头。我数了一下，这是鬼母第46次叫声。我们该怎么办？好恐怖啊！他可千万不要死啊！他死了，挨打的就是我们了。击杀鬼母109次，收获1点属性。为何杀了鬼母100多遍，还是没能把他彻底干掉？鬼母生无可恋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具尸体。快住手，放开妈妈！就在这时，
远远走过来两个诡异，一男一女，他们脸上刻画着诡异的痕迹。学长，当心啊！江采薇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她在仔细观察这两个诡异脸上刺的字。这两个诡异脸上刺的都是上古文字，恐怕至少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没看错的话，男鬼脸上的刺字写作王，女鬼脸上的字写作两，这是传说中的上古精怪。哦，是吗？我问问，她是你们亲生的妈妈？当然不是，我们已经在这座城中度过了5000年的岁月，可以这么说，这座城原本就是为我们而建造的。学长，这可是5000年前的鬼物，这可太有研究价值了。是啊，传说中的魍魉竟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们既然是5000年的老怪物，为什么要认一个年轻的妈妈？是这座城选中了妈妈，这座关押了我们5000年的城市，赋予了妈妈至高无上的权利。只要这座城市没有被摧毁，你就永远杀不了妈妈。在这座城市里，妈妈不死不灭，所以请不要再对妈妈如此粗鲁。原本我们不想多费唇舌，但是你这具行尸表现出了强横的实力，不得不让我们重视。我隐隐能觉察到你们体内的神秘力量，你们的身体并不是鬼魂灵体，而是真实存在的身躯。不要打我们的主意。是的，我们被关押了5000多年，根本不想打架，而且鬼城压制了我们的实力，并不能全部发挥出来。我们对你没有敌意，反而可以做朋友。其实我们和你算是同类，你有着绿色皮肤，而我们有着黑色皮肤。我怎么可能和你们这些鬼是同类？我们不是鬼，而是被人类忌惮的恐怖怪物。其实我们本质上并不坏，只是长相比较丑。之所以我们脸上被情面，是因为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作为失败者，只能任由成功者摆布。而且这座城里不是只有我们2个。说着，魍魉就发出奇怪的叫声。随后，大街上走出来一只又一只的怪物，这些怪物的脸上或者身上都刺了古文字：尬、颓、虚、媚、消、忌。学长，这些全都是上古鬼怪。如果这座鬼城是为了镇压这些鬼物，那建造这座城的人是谁？他好像是一具尸体，看着像是普通的僵尸，但力量为何这么大？必然是因为强大的血脉。到底是什么血脉？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种熟悉感？顿时，鬼物们面面相觑，他们交头接耳，对着林凡评头论足，讨论着他的血脉问题。周围的上古鬼物每一只都让我感觉到很强大，如果他们对我们有敌意，一起攻击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要赶紧增加实力，系统加点骨头。获得1块不化骨，不化骨坚硬无比，不腐不朽，万法不侵。男人只是长出了一根骨头，方圆千里的上古怪物就凑了过来。奇怪的是，骨头仍在不断冒出。当这些怪物看到了这一幕，便欢呼雀跃起来。原来男人身上长的是不化骨，修炼300年都难以长出一根，而此时的男人已经长出了30根。此时的我面对四周的上古怪物，已经不会再惧怕他们了。我感受到了强大的血脉，你果然不是一具简单的尸体，你是我们的同类。哼，我怎么会是你们的同类？是他才具有的力量。一只浑身长着赤黄色毛发的怪物朝着林凡走过去，他的脸上刺着一个字锥。林凡已经握紧了右拳，随时准备出击，但是锥走到他面前，突然跪了下来。少主，5000年，我等的好辛苦，我终于盼到了。你这是在搞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啊！你可是5000多年的老怪物，我才20出头，谁是你少主？不要乱叫！旁边的江采薇也是有些蒙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这是我的学长，怎么会是你的少主？可是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少主的气息。水，你应该真的是认错了，这位应该不是他的真身，只是很接近他的气息罢了。你还是理智一点，他已经抛弃了我们这些朋友，不会来看我们的。林凡听到怪物们的讨论，他有些云里雾里。我感觉这些怪物将会帮助我揭开很多真相。你们口中的他到底是谁？在我们这108只怪物之中，他的实力最强，他的地位最为尊贵，血统也无比高贵。他是我们只能仰望的存在，他就是拔。拔是什么？学长，据我所知，蚩尤当时兴兵与皇帝打仗，他请来了风伯雨师操纵大风雨，而皇帝让女拔出场，大雨停止，皇帝因此斩杀了蚩尤。魍魉突然发出阴森的怪笑声，是真的，都是真的。我所说的拔就是女拔，皇帝的女儿。你真的不是拔吗？怪物们再次把目光全都汇聚在林凡这具尸体身上，他们之所以愿意现身，并且说了那么多话，就是因为在林凡身上感知到了拔的气息。我是个男人，肯定不是女拔。虽然我以后也许会尸变成为一只旱魃，但应该不会是上古的女拔。可你身上的气息与她真的很像，真的有少主的气味。追只觉得十分上头，有些着迷，不断的嗅着林凡身上的气味。江采薇也凑过来闻了起来。学长，你身上确实有一种淡淡的香味，真好闻。这不是香气，而是一种属于拔才有的独特气息。你的尸山里可能有着与拔一样的血脉，而且还沾染着他的气息。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与他接触过，还是比较深入的接触。随着魍魉这一番猜测，周围的怪物们都不淡定。什么？你与拔深入接触过？难怪你的尸身上有着他的气息，我连拔的手都没摸过。怪物们不由得醋意大发，
拔在他们心中有着最高的地位，也是他们最憧憬的存在。快说，拔到底在哪里？让我看一看他，哪怕听一听他的声音，我也满足了。如果你知道，请告诉我们。怪物们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林凡，希望他能带来拔的消息。林凡一脸淡然地摇了摇头，我已经大致猜到了拔是谁，应该就是那个假冒成老婆模样，吸干了自己的邪祟，但是不能说，因为自己与这些怪物并不熟。而且拔为什么要假冒成老婆柳如烟，杀了自己？自己与他无冤无仇，拔与老婆柳如烟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时候，江采薇也反应了过来，难道她就是拔？5000年前的女拔，竟然和学姐柳如烟长得那么像。既然学长都不明说，那就显然是要保密。周围的怪物们都注意到了江采薇的微表情。你怎么了？你在害怕什么？你是不是知道拔在哪里？面对逼问，江采薇疯狂摇头，然后伸出手指了指大街的尽头。只见一具僵尸从远处的大街上走来，他的身躯上裹满了黄色符纸，随着他的步伐而抖动。老祖宗为什么还能动？我总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控制他。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具僵尸已经出现在这里好些天了，它看起来很强，但是并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在吸收鬼城的阴气。与此同时，阳间诡异事务所，养尸人很荣幸能与你通话。电脑上传来一道毫无感情波动的声音，让柳如烟有一种错觉，仿佛是在与 AI 对话。你好，接线员。养尸人，根据实时情报，林君文感应到了你丈夫的气息，现在他的尸身仍然完好，湿气很盛，但是我们无法通过林君文看到鬼城内的画面，所以无法告诉你非常详细的答案。鬼城在哪里？我想要找到凡哥，带他出来。其实对于你的丈夫来说，进入鬼城并不是一件坏事，那里的环境很适合养尸，所以不用急于找到的。好吧，我知道了。养尸人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你们是如何控制林君门的尸体的？难道也是御尸术？你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组织一位成员的隐私，原谅我不能回答。不过组织不会明着赞同你养尸，但也不会反对，甚至可以在暗中为你提供一定的帮助。那就多谢你了。不过养尸的后果和责任，组织不能帮你承担。只要尸体不失控，一切都好说。但是尸体失控，我们会将其销毁。凡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控了，我也会对你负责到底的。女人每次带僵尸出门，都会被1000个人偷拍，拍完之后就赶紧溜走，随后将照片交在一个男人手中。原来男人是女人的父亲，在他得知女儿和一只僵尸结婚之后，反而更加兴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小子完成了生命的一次进化，他死后反而实现永生了，这也是我们长生药业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柳如烟回到了别墅。凡哥的事情，我该怎么和爸爸说明情况？隐瞒还是实话实说？算了，不想了，进屋吧。随后，柳如烟走入屋内。凡哥死了。什么？柳轩一脸震惊的样子，从沙发坐起来，而旁边的方童鱼倒有些手足无措。不是，刘董不都知道了吗？为何还这么震惊？如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好女婿是怎么死的？中邪，我没找到凶手。哼，父亲明明在演戏，他和凡哥都没见过几面，他哭什么？如烟，爸爸一定帮你调查凶手，你别太伤心。人死虽然不能复生，但是如果他爱你，就算变成灰，他也会陪在你身边的。变成灰倒不至于，反正凡哥还会出现，你到时候别嫌弃他。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我可以带着他远走高飞，去山里隐居。别，只要你喜欢，爸爸都可以接受。柳轩拉住了柳如烟的手，同时手指搭在她的手腕上。如烟，你脸色有点差，我给你把脉。不用了，我很关心你的身体健康，毕竟是养尸，每天与尸体为伴，会遭受湿气的侵蚀，对身体不利。柳轩只用了几秒钟就得出了结果。女儿的身体确实没大碍，不过没有摸到喜脉，女儿没怀孕。凡哥这小子身体素质不行啊，新婚夜竟然没让如烟还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去楼上睡一会。好，那你去吧。对了，这个手机你拿着，这里面的内容都是我最近养尸总结的药方。我不要，你什么时候换华为 P60 Pro 了？这是我在左下角领的，昨天刚到。真能领啊，我每次左下角都懒得下。真的，我还有一台在路上呢，而且粉丝们也都验证过了，一个个都在那晒呢。你看我这台苹果15 Pro Max，随便试试就到手了。你也领到了，怎么现在才说？我想证实没问题再告诉你。嘿嘿，没想到还挺快的。那肯定啊，我是特意找官方挂的链接，之前的可能会失效，但这个人家左下角这个保证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P60 Pro 都不限量配套送，还人人有份。现在推荐左下角的太多了，你这个男生级参与吗？不难，但你必须从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进的才是高爆专服，上线送 VIP 和各种神装，还嫌慢就氪个首充，直接独享全服资源，挂机都能把苹果华为轻松到手。果然还是如烟可靠，这就试试去。腾宇，你帮我守着如烟，有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辛苦你了。不辛苦，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如烟是我的闺蜜，我很愿意陪着她。随即柳轩拿出了一个次品，这是给你的奖励，里面是延寿丹丸，应该可以帮你爷爷延寿1年。谢谢刘董。方彤宇她身为方家大小姐，却甘愿成为我的秘书，其中原因之一便是这可以延寿的丹丸。
好了，我走了，你在这里陪着如烟吧。好的，好女婿，我还没有为死人开过药，你可勾起了我的兴趣，有机会我帮你调理一下尸身，为女儿的幸福助一份力。鬼城之中，学长，你要去哪？我想要找到鬼城的边界。上古鬼物们迟迟不肯散开，稀稀拉拉的跟在林凡四周。他们总觉得林凡这具行尸与拔有很大关系，所以想从他口中知道拔的下落。就这么走了7天，大概上百公里那么远，终于到了一座高大的灰黑色城墙边。这就是鬼城的边界吗？这城墙看起来好古老。你飞上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望到城墙外的世界。好的，学长。江采薇望了望高不可攀的城墙，随后飘在空中，飞了上去，越飞越高，眼看着城墙的顶部近在眼前。然而他往上飞高1尺，城墙便会拔高1丈。看来只能回去了，根本飞不出去。学长，无论我怎么飞，城墙始终拦在我的面前，无法被超越。能够变高的城墙确实有些诡异，我打算绕着城墙继续走，只要走一圈，说不定就能找到出口。这1个月来，林凡每天几乎没有休息过，就是在一直不停的走。王良以及那些上古鬼物们一直跟在林凡身后。没用的，我们被封印在这里5000年，对城里的每一粒沙尘都无比熟悉，根本没有出去的路。而且这座城的城墙是用稀土建造而成，你知道稀土吗？不就是上古传说中大禹治水的熙壤吗？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而且还建造了一座城的形状。江采薇也是目瞪口呆，抚摸着古老的土城墙。这竟然是熙壤，这些灰黑色的土看起来与正常土壤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其中蕴含着强大的诡异力量。难怪这里能封印这么多的鬼物，历经5000年都没有被他们逃脱。也不知道老婆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夫妻俩已经分别1个多月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想要从鬼城中离开，除非鬼城的城门打开。鬼城还有城门，城门在哪？我带你们去。随即他们走了1天的路，来到城门口。若是能打开城门，我们便可以离开鬼城。可惜这道门很结实，根本打不开。我想要试一试，能否用自己的力量破门而出。林凡挥舞着拳头，朝着城门击打过去。巨大的撞击声并不响亮，而是十分沉闷。除了林凡之外，四周已经围了各种鬼物，不仅是那100多个上古怪物，还有鬼城中的居民，足足有100万之数，漫山遍野。真的能打开城门吗？感觉不太可能吧。是啊，我在鬼城已经住了900年了，这期间有不少鬼物试图打开城门，都没有成功过，哪怕是能力最强大的鬼王都无法撼动城门。这不是1个多月前刚来的新住户吗？他身边那个红衣厉鬼可是鬼王级别，鬼王像是他的跟屁虫一样，每天形影不离。我怎么感觉他又变强了？比起1个月前，尸气强了10倍不止。我已经在鬼城中待了1个多月，与老婆柳如烟失联了很久。湿气从他的尸身上不断攀升，仿佛烧穿夜空。他不断调动全身的力量，全都汇聚于右臂。不仅仅是肌肉上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不化骨。总不能就这么一直困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老婆现在如何？怪物冲撞城墙一把城墙却崭新如初，甚至更加牢固。而男人只是击打城门一下，城门便瞬间破碎。原来城门内部早已腐朽，鬼城即将重现世间。男人的出现只是把时间提前几个小时而已。在这里被困了1个月，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回去见老婆了。好恐怖的力量，仅仅凭借单纯的力量就把城门砸碎了，一定是拔让他来拯救我们的。上古怪物们恭敬地看着林凡，已经把他当成了拔的代理人。能击穿城门，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力量，而是鬼城之中收容的鬼物达到了上限，即便没有我出手，城门也会在今晚破碎。就在林凡准备出去的时候，一股意念突然降临在他的身上。这是老婆的玉石术，老婆上号了。深夜别墅楼顶天台，敕令林凡速速归台，凡哥回应我。随后他感知林凡的尸身，意识完全灌注其中，与尸身意念合一。凡哥真的在七星鬼城，这是他的尸身视野，但是为什么在这视野之中有东西在偷窥？我怎么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哼，是林氏祖坟地下那个裹尸布，看我不消灭你。童鱼，书房的柜子里有一法器，你帮我拿上来。好的，我这就去。方童鱼立马下楼去书房里取法器。柳如烟等待的功夫，做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咦，这些骨头是什么？柳如烟努力辨认起来，随后她的目光有些惊悚。按照茅山养尸术记载，尸身想要尸变出不化骨，那至少也要100年，甚至1000年。这时，方童鱼正在书房的柜子里翻找，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难道是如烟记错了？打个电话问问。但他刚拿出手机，耳边便传来一声冷不丁的声音：“在我这呢。”呀，如烟，你吓死我了！还上去吗？你先帮我拿上去，我想照照镜子。照镜子，你现在很美，妆也没有花，头发也没有乱，小脸蛋嫩嫩的，我都想亲一口。不过你想去就去吧，我先帮你把法器拿上去。1分钟后，方童鱼走到楼顶天台，看到柳如烟对着林凡的灵位发呆，顿时方童鱼有些蒙圈。
童鱼，东西拿来了。你是怎么上来的？这栋别墅只有一个楼梯，通往楼顶天台。你刚刚不是在书房吗？我刚刚一直都在这里，没下楼，也没有去过书房。你是不是遇到邪祟了？哼，没想到竟然有邪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捣乱。可是刚刚我遇见的就是你，如烟，你不要捉弄我，我害怕。柳如烟顿时心跳加速，面色冰冷下来。她并没有惊悚，而是非常愤怒。杀害凡哥的凶手终于出现了。随即他立即往楼下跑去，准备为林凡报仇雪恨。林凡，你可一定要保佑如烟平安无事。5分钟后，柳如烟又跑了上来。是不是把邪祟赶跑了？楼下什么都没有，没看到你说的另一个我。那也挺好的，说明对方被吓跑了。他一个冒牌货，肯定是害怕你。就在这时，又有一个柳如烟跑了上来。哼，你被骗了，他是邪祟，我才是真的。方童宇左看右看，仔细观察2个柳如烟，完全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敢冒充我，害了凡哥。我才是林凡的老婆，是你害了我丈夫。2个柳如烟对峙起来，旁边的方童宇有些急了。林凡，你怎么还不回家？你2个老婆打起来了。唉，既然这样，只好拍一张照片发给刘董了。与此同时，斗城最高的建筑物高达300多米的长生大厦之上，房间内有2个人，正是柳如烟的父亲柳轩，还有林凡所在的家族的家主林世全。刘董看星象就知道，今晚鬼城会降临世间，有大恐怖将要出世。这第一场，我选你的女儿。林家主，切了，我也选我的女儿。就在这时，柳轩的手机响了，正是方童宇传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便是2个柳如烟。你竟然有双胞胎女儿，我的小叔叔林凡可真是有福气了。不是双胞胎，其实在如烟刚懂事，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见过2个她，那是如烟的3尸神。3尸什么？3尸神不是应该在身体里待着吗？只有人死之后才会离开身体。我女儿如烟天生就有仙缘，体质特殊，她的3尸神可以随意离开她的身体。如果如烟斩掉3尸神，就能成仙。但是本质上来说，如烟和她的3尸神都算是我女儿。所以，我那林凡小叔叔就是如烟婶婶的3尸神害死的，应该是吧？如烟婶婶知道3尸神的事情吗？不知道。说来也怪，3尸神从来没有在如烟面前出现过，似乎有意躲着她。我不明白3尸神为什么要害我林凡小叔叔。我猜测3尸神比如烟还要喜欢凡哥，为了独占凡哥，选择杀了他。对了，既然你以前见过3尸神，那你是怎么分辨他和如烟婶婶的？如烟的3尸神好歹算我半个女儿，我怎么会把她的弱点告诉你？林世全脸色一黑，关键信息没能套出来。3尸神选择今晚现身，应该是因为鬼城出事，阴气很重，他的实力会增长，而且也可以借此机会混淆视听。你就不怕3尸神占据了主导地位，你的女儿性情大变？怕，但是如果消灭3尸神，如烟同样会性情大变，而且也没有人能消灭3尸神，只有如烟自己可以做到。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变数，也许是转机。是啊，就看小叔叔在2者之间做什么样的选择了。鬼城降临，好女婿也该出来了。男人是一具僵尸，却有2个女人在争抢他。更奇怪的是，他们长得竟一模一样。只见他们2人都在使用御尸术，想要控制僵尸。原来男人是他们的老公。凡哥是我的，你是何人？哼，我老公才不是你的，不要脸。右边的那位显然是假老婆，老婆都是叫我凡哥的。但此时的林凡根本动弹不得，无法帮助真正的柳如烟。根据在鬼城中的见闻，姑且可以称之假老婆为女拔。但女拔和老婆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女拔也能使用御尸术操控我的尸身？林凡意识外，他身后的上古怪物和百万群鬼已经亢奋不已。城门开了，我们可以出去了。都别急，城门就这么大，让拔的代理人先出去。学长，你可真威风！众鬼物虽然很想出去，但是只要你站在城门口，便没有上古怪物敢走在你的前面。此时鬼城夜空中的北斗七星释放出奇异的光辉，普照在上古怪物的身上，他们开始虚化起来，就连林凡的尸身都开始虚化，即将要从鬼城离开。我倒是想要看看这城门外到底是什么场景。随后林凡走出了城门。大郎，你怎么来这里了？我家想死你了，你怎么会在滚的尸身里？林凡听到这句话后，向四周看了看，这里应该是祖坟深处，而滚的尸身里竟然是鬼城。还不等林凡提问，他便被鬼城吸扯进去。大郎，别走啊，等等我。鬼城之中，林凡的尸身已经彻底虚化，直接消失不见，被传送到人间。学长，别走啊！大郎，随着林凡彻底消失，江采薇与有苏，一个是女鬼，一个是女尸，四目相对。大郎是我的，你敢跟我抢男人？学长是我，是如烟学姐的丈夫，跟你没关系。一向胆小的江采薇此时也不愿意服输，但是还不等2者打起来，他们的身影就变得虚化，从鬼城被传送回人间。鬼城的所有鬼物皆是如此，亿万鬼潮降临世间。温泉度假酒店，这是哪？我怎么会从鬼城被传送到这里？林凡，怎么是你？我都已经从九黎村跑到了斗城，怎么还是会遇到你这个僵尸？这是什么缘分？林凡上下打量着赵雨诗，他的身上都是鳞片。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那个，咱们能不能聊聊？你放心
好了，我不会告诉你老婆的。随即林凡点了点头。自从你死了之后，我挺难过的，但是看到你变成僵尸的样子，我又很恐惧，经常梦里梦到你，都是噩梦。我觉得虽然你已经结了婚，但我们也可以当朋友，不是吗？他随后转头，发现林凡早已经消失了。哼！看来我在你心里根本没地位。此时，林凡已经出现在斗城学府，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从温泉度假酒店被传送到了斗城学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吸收3级宝学连真星，温泉度假酒店气运，获得属性点10万。3级宝学指的就是温泉度假酒店，代表北斗7星中的连真星，而老婆的别墅代表7星中的巨门星。总感觉自己已经入局，虽然我很急着回家见老婆，但是却不得不闯过眼前这个关卡——斗城学府。而此时的斗城学府里，上课了，上课了，老师怎么还没来？咱们今晚这是什么课？有没有美女老师？我记得中文系有个30岁的漂亮女教授。快去把她请过来，给我们上课。咱们都是热爱学习的鬼怪。鬼物们坐在教室中，交头接耳，十分激动。其中有一袭红衣身影坐在第一排。我怎么来到斗城学府的教室里了？江采薇看了看四周的鬼物，毫无疑问，全都是厉鬼阴魂。学长去哪了？看来学长不在这。江采薇目光扫视之后，教室里的鬼物都有些激动。班花刚刚看我了，她是不是喜欢我？班花，要不你来当我们的班长吧？所有鬼物默认将江采薇当成班花，不仅是因为她的颜值，更是因为她的鬼王实力。江采薇摇了摇头，此时此刻，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我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之前1个月在鬼城中都是跟在学长身后，有目标有方向，现如今只能傻傻的坐在教室里。这时候走进来了一个人，并不是美女老师，而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教授。他的双眼之中有些浑浊，黑色眼瞳一分为2，是重瞳眼。采薇，你研究的那几个古文字，我已经破译出来了。说着，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4个字：帝女之师。你到底为什么会死？侯老师，我也不知道。采薇，都是老师对不起你，我不该让你研究林氏祖坟出土的古文字，是我害了你。也许这就是我的命，我不怪你，我已经认了。谢谢你。麻烦您为我和鬼物们讲一遍上古文字，就讲仓颉书。身为红衣厉鬼，身为鬼王，我并不想毁灭这里，所以只能毁灭自己以及周围的这些厉鬼。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侯仓一阵犹豫，拿着粉笔的双手有些颤抖。当他写下第1个字的时候，所有的鬼物面如死灰，仿佛看到了什么大恐怖，集体慌了。老登，你在做什么妖法？别写了，我让你停下。教室里的鬼物们全都警觉起来，试图阻止侯仓继续讲课，但是侯仓还在继续书写。这是他给江采薇上的最后一堂课，而鬼物们全都无法动弹，被压制在座位上。老登，不，教授，求求你，快停下啊！我错了，我也知错了，你别写了。就在这时，林凡走了进来。仓颉书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压制效果。第一是因为他不是鬼，而是尸；第二，他体内有不化蛊，万法不侵；第三，他有着拔的气息。林凡学长，江采薇的眼神中释放出几分光彩。这一刻，他突然不想死了。自从我的重瞳眼可以分辨邪祟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景象。这具僵尸强得可怕。老头只是写了6个字，就能镇压全教室的鬼怪，令他们动弹不得，甚至包含一只鬼王级别的红衣厉鬼。原来写的内容是仓颉书，可以震慑世间万鬼。不料这个男人却没受到丝毫影响。原来他是一只僵尸，不是鬼，并且他身上更长有不化蛊，万法不侵。最可怕的是他身上有着拔的气息。你是一只僵尸，惹烟，他竟然和一具死尸结婚了。没想到我的学生柳如烟竟然干出了这种荒唐又恐怖的事情。侯教授，有没有可能是我们2人是先结婚，我才死的？老婆是舍不得我，才会有如此行为。就在侯仓震惊的功夫，林凡拿起黑板擦起了黑板。欺负一个患了眼生双瞳的老年人，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我没有选择肉搏，而是打断他讲课。如果没猜错，侯仓应该就是斗城学府这一关的 BOSS。林凡擦掉黑板上的仓颉书之后，他看到了面板上的提示：吸收3级宝学文曲星气运，获得属性点10万。教室幸存的鬼怪们都不再受到仓颉书的压制，纷纷对林凡投以感激的目光。学长太强了，老师的法术攻击对学长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过林凡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离开这里。鬼怪们纷纷追出门，想要追随林凡，就连红衣厉鬼江采薇也有些异动。林凡的出现让他又看到了方向。采薇，你喜欢他？我不知道，我就想跟着学长，只要待在他身边，我的内心就会感到满足充实，甚至有点开心。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不过他是你学姐柳如烟的丈夫，恐怕你去追他的结果是什么都得不到。你能接受这个结果吗？江采薇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我不会插足如烟学姐的婚姻，也不会抢学姐的丈夫。我想做的仅仅就是追随学长的脚步，看看他将来会走到哪一步。学长在我心里更像是哥哥。说完这些，江采薇向教室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又回头鞠了一躬，感谢您这几年的教诲。侯仓望着学生离开的背影，百感交集。我的2个学生喜欢上了同一个男
男人，怎么就那么巧呢？我记得曾经发生过。我依稀记起了那2位似曾相识的学生，他们是炎帝之女与黄帝之女。江采薇追出教室之后，却已经找不到林凡的踪迹。学长应该是回家了，我直接去如烟学姐家里，一定能遇到她。江采薇飘在空中，直接前往柳如烟的住处。一袭红衣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妖异。不久后，别墅尸身里两股欲施术的念头还在掐架，越来越强烈。我真害怕那个假老婆会伤害到真老婆。就在这时，2个柳如烟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一左一右分别搂住了他的胳膊。凡哥，你终于回来了，凡哥，我好想你。2个柳如烟一人一句，对他们的丈夫柔情蜜意，然后2人互相对视，目光中都是充满不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假冒我？为什么你也可以使用御尸术？你这个凶手就是你害死凡哥的，你不是柳如烟，我才是。把你的脏手从凡哥身上拿开。2个柳如烟互相怒视，林凡的目光也随着2个柳如烟而左右摇摆，仔细观察着。就在这时，又走下来一个人，是柳如烟的好闺蜜方同瑜。和电影里的恐怖僵尸不太像，看来如烟的养尸术真的很有效果，但如果换作是我自己，绝对不敢与一具尸体如此亲近。林凡，你回来的正好，快分辨一下哪个才是真的如烟。方同瑜立马说了一声，把希望寄托在林凡身上。你可是柳如烟的丈夫，朝夕相处，睡在一张床上。我确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识别出哪个是真老婆。镜子，因容貌而自卑的人一定害怕照镜子。林凡右手边的柳如烟眼神有几分闪躲，浑身都在抗拒着。我不是很想照镜子，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视，哪怕我练习了无数次，始终无法越过照镜子这道心理障碍。哼，你这个冒牌货，原来害怕照镜子。柳如烟反应了过来，立马将林凡拉到了身后，保护起来，怒目而视，看着眼前这个伪装成自己模样的邪祟。柳如烟，我就是你啊，妖孽，休想乱我道心。柳如烟的目光不为所动，与女邪祟对峙。你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我的双胞胎妹妹，还是我的第2人格，或者你是我的3尸神？不用猜了，3尸神符合我的状态，但并不完全是。更准确的来说，我就是死后的你，而你是生前的我。所有的美好都属于你，所有的罪恶都要我来扛。柳如烟，我真的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3尸神已经咬牙切齿，紧握起了拳头。可是我还活着，我没死啊！柳如烟此时感觉到有些难以理解。只能说你不是一只简单的3尸神，这就是你害死凡哥的理由。3尸神望着林凡的眼睛，凡哥，我爱你。死亡对你来说不是终点，是起点，因为我就是被你创造而出的怪物。这个世界在欺骗你，所有人都在骗你。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3尸神看着林凡，目光充满深情。老实说，我真没听懂女拔在说什么。她恐怕不仅病娇，而且还发癫。凡哥，跟我在一起好吗？我们才是同类。柳如烟她不配，我会用心守护你。2只僵尸正要单挑，但其中1只僵尸却不讲武德，抓起一把黑色泥土便扔了出去。在泥土落地的瞬间，一道道厚重的土墙拔地而起。这是稀土，看来你真的是滚。没错，我就是滚。林凡，入土为安，你就安息吧。我这稀土能封印1万鬼物，也包括你。哼，是吗？看来你是没有见识过我的力量。随后林凡朝着面前的土墙一拳捶了过去，土墙瞬间裂出缝隙，接着又是一拳接着一拳。好恐怖的力量！他竟然可以破坏稀土，这不可能！你竟然隐藏了实力！不仅是滚被吓到了，就连柳如烟这个养尸人也是大吃一惊。凡哥这次没有隐藏实力，他这是又发生尸变了。如烟，这尸变过程也太快了，林凡这也太猛了。生前的林凡可没有这种力量，死后简直就是个猛男。凡哥，我来助你。只见他右手持桃木剑，左手持五雷符，头戴天罡，足踏北斗，风伯雨师，雷祖啸吼，霹雳之威，雷电随后，诛灭神鬼，化作微尘。急急如律令，诛邪！只见天上的阴云闪烁着蓝色湖光，一声沉闷的轰鸣，犹如匍匐的凶兽，蓄势待发。与此同时，在林凡击碎稀土土墙之后，滚石根本来不及修补，也无法再困住林凡。他内心大骇：可恶！你隐藏了实力，一具尸体竟然还会玩心眼子。不过我还没有输，你只能在地上走，无论多大的力量，也不可能攻击到我，所以我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不，你已经要输了。一旁观战的女拔指了指天空，闷雷阵阵，滚石也突然警觉起来，他感觉到了恐惧。虽然凡哥的尸身很强悍，但也只能在陆地上称霸。但现如今的雷电，可是就在你的头顶上空。小姑奶奶，你这是作弊！这是我跟林凡的战斗。哼，凡哥是我的丈夫，更是我养的尸。我作为凡哥的老婆和养尸人，本就与他命运一体。没想到林凡竟然有如此美丽又贤惠的妻子，我也想要。这样吧，我送你一个好东西。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就是这款春水堂的等身铂金硅胶手办，告别不安全的塑料材质，具有可动式仿真嘴巴和转动式眼球，多达43处瑜伽关节，手脚腰臀皆可动，可以摆出108种姿势，全程盒子发货，就跟买电器一样。而且1.6米的它也就1桶水重，更关键的是价格只要2到3K。总之听我的，买手办认准春水堂。只见桃木剑穿过五雷符，剑锋指向了滚尸。我养的男人，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毛。给老娘撕！一道紫色的电弧照亮夜空，紧接着便是
紫色雷虎从天而立，闪电朝着滚石劈了过去。这是天雷，也是雷虎最高境界。不公平，这不公平！说好的单挑，为什么是夫妻混合双打？与此同时，长生大厦之上，林凡小叔叔的尸变速度真是令人惊叹。是啊，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我林氏族谱中堪称第一人。不对，第一是林凡再厉害，那也是我女儿养的尸，一物降一物。咱们两家以后就算是联姻的亲家了。联姻我没意见，那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就让人准备聘礼。林石泉财大气粗的说道，显然是打算风光大办。柳轩毫不示弱。我女儿的嫁妆绝对不会比你们林家的聘礼少。两人相视一笑，暂且达成共识。日子呢，定在什么时候？你要是没想好，我来帮你选。本来是打算定在元宵节的，图个团圆。但是既然凡哥已经死了，那就定在清明节吧。听到清明节3个字，林石泉瞪大了眼睛。好日子，跟我想的一样，既是婚礼，又是祭奠之礼。就这样，在柳如烟和林凡不知道的情况下，二人就这么定下了联姻之盟。与此同时，别墅在雷法的效果下，别墅四周传来一阵阵惊悚的叫声，因为雷电是至阳之物，对鬼怪具有很大的克制效果。跑啊，快跑！不要劈我呀！救命呀！好大的雷！随即鬼物们四散而逃，躲藏了起来。林凡则抬头望着闪电，我意识里也隐隐感觉到几分危险，不过我却又想被劈一下试试，也不知道身上的不化骨是否能抗住雷电。但此时的柳如烟立马收起了雷法，天上的雷电消散开来，他生怕一不小心伤到了林凡的尸身。就在林凡扭头准备回家的时候，一道身影突然追了过来，正是和老婆长相一模一样的女拔。你还要干什么？林凡下意识伸出手臂就要把她推开，但是女拔使用了御尸术，令林凡动弹不得。凡哥，分别之前送你一个礼物。随即女拔直接亲了过去。凡哥，这是我搜集的稀土，送给你作为礼物。稀土只能保存在肚子里，而且在阴气的催化下会不断生长。现在以你的尸身强度，应该可以容纳下稀土。随后他又注视着林凡的眼眸。凡哥，我好爱你，好想跟你永远黏在一起，就让柳如烟先代替我陪着你。下一秒，他融入黑暗之中，原地消失了。柳如烟此时已经跑下楼，她也听到了女拔的话。哼，我才不是你的替代品，我跟你这个三尸神势不两立。柳如烟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林凡的尸身，三尸神刚刚确实没有伤害丈夫，甚至还留下了非常有灵性的养尸之物，黏哒哒的，又松又软，有着泥土的质感。这该不会就是稀土？随后他意念灌注，意识进入一处小空间里面。凡哥吃下稀土之后，竟然在他的肚子里形成空间了。虽然这空间不是很大，也就是一处小院子，但体内运空间，这可是非常神奇的能力。仅通过养尸术几乎是做不到的，这是稀土的效果，太恐怖了。柳如烟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空间。林凡也感受到了他胃部的稀土小空间。老婆说的对，养尸的作用也很大，只有强大的尸身才能容纳稀土。我很想试试我有没有储物功能，但此时的柳如烟已经开始测试了。好厉害呀！这么说你的肚子是不是有储物功能？凡哥，我想真实感受一下，你能把我吃了吗？女人每拿出一把桃木剑，都会瞬间消失不见，但她不信邪，又拿出一柄10吨重的木锤，不过又瞬间消失。原来男人的肚子里有一处空间，木剑和铁锤都被传送到了里面。随后女人靠近男人的肚子，但过了半个小时，女人仍未被传送到空间之中。为什么桃木剑和木锤可以，我却不行？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夫妻俩就真正实现了合二为一。林凡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凡哥，1个月没见了，我喂你吃东西吧，你应该饿了。可是该去哪里炼药呢？就在这时，柳轩赶了过来。女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对了，这个药方给你，你帮我准备一下上面的东西。柳轩看到这个药方之后，顿时目瞪口呆。水银、蒸乳、硫磺、朱砂，我一辈子心意也不敢开出这种药方，那绝对是要吃死人的。是的，只有死人才能吃得起这副药，我这副药是给凡哥准备的。很不错，这个药方刚刚好。柳轩点头称赞，对女儿柳如烟投以认可的目光。你从小受到医术熏陶，确实颇有造诣，治死人，这是我从未设想过的道路，不愧是我女儿。是吧？这是给凡哥的，我自然要认真准备。不过你这药方唯独缺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火。因为这些全都是矿石药物，所以需要特殊的火才能把它们融化。我本来打算用燃气灶来炼药，但是温度不够。爸，你有办法吗？当然有，有空去爸爸的公司看看，研发部有你需要的炼药设备，这些材料我会让人备齐，等你去了就可以直接炼制。你竟然支持我养尸？当然，长生药业的宗旨自然就是为了长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继承了我的衣钵。只不过你研究的是如何让活人长生，而我是研究如何让死人不朽。你说的没错，如烟，你看看这个。柳轩拿出了一张红色封皮的小册子，递给了柳如烟。柳如烟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册喜帖。爸，你应该知道凡哥是什么身份。不仅我知道，估计很快全市的人都要知道了，尤其是那些降妖除魔的正道人士，他们应该也要知道了。那该怎么办？如烟，这场婚礼你参不参加都没关系，你们俩的喜帖会以我的名义发出去。到了婚礼那天，你和凡哥甚至不需要到场。柳如烟顿时愣住了，她似乎明白了柳轩的用意。爸，谢谢你，这是在用你自己的声誉为凡哥遮掩身份，要不我还是带着凡哥离开斗城，找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
傻丫头，你要是躲起来，这反而表明你心虚，那些正道人士会追你到天涯海角。就在这时，林凡轻轻揽住了老婆柳如烟的腰肢，虽然没有说话，但充满了浓浓的宠爱。哼，没有人可以动我的老婆，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凡哥，我也会守护好你的，绝对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好了，我走了，你们一人一尸在这秀恩爱吧。第二天一大早，客厅中，凡哥，今天我带你去爸爸的公司炼制完整的地髓灵液。不对，为何我感觉到了阴气，并且这个鬼的实力很强，恐怕已经达到了鬼王级别。给我出来！柳如烟随后拿出一张黄符，她已经做好了使用9字真言的准备。也就在这时，一道红衣身影逐渐浮现而出，正是红衣厉鬼江采薇。采薇，你怎么会在这里？江采薇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抓着红裙衣角，偷偷瞄着林凡。柳如烟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你在鬼城见过凡哥？是的。那你们相处了1个月？江采薇点头，老实交代。柳如烟此时看出了一点苗头，也毫不避讳。你该不会喜欢我老公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凡哥是清白的，是他在鬼城里保护了我，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所以你暗恋我丈夫？面对这个问题，江采薇低下头不敢回答。对不起，我这就走。她说完之后，看了一眼林凡，随后便准备离开。如果你没地方去，可以住在我家。最近发生鬼潮，各方势力都在对付鬼怪，你身为红衣厉鬼，一定是重点打击对象。我不想打扰你们。江采薇拒绝了柳如烟的好意，然后钻进阴影中，消失不见了。柳如烟叹了口气，也拦不住对方。我其实不太介意江采薇喜欢凡哥，因为我只是单纯把她当成妹妹看待，而不是情敌。凡哥，我们走吧。就在二人离开之后，一道红衣身影又从地下钻了出来。你们一定要修成正果哦，我会默默守护着你们夫妻俩，等到那一天的到来。这时，一个穿着潮流服饰、看起来很贵气的青年走进了别墅。好久没回来了，也不知道姐姐在没在家。下山之前，师傅给我一个任务，抓100只鬼物，其中至少要有1只是王级。斗城发生了鬼潮，100只鬼物不是很难，可是鬼王级别的厉鬼不好抓。就在这时，柳晨星突然一愣，目光看向了远处绿化带里的一棵树，树荫下站着一位红裙女人。哼！红衣厉鬼，柳晨星立马追了过去。站住，别跑！只要抓住这只红衣厉鬼，我的任务就能完成了。与此同时，柳如烟开着车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负责管制路口的守墓人拦下了柳如烟的灵车，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诡异的气息。小李，这辆车不对劲，我也感觉到了。就在这时，林凡坐了起来。诈尸了，王大哥有邪祟，注意警戒。守墓人们拿出了各式武器，黄符、桃木剑、镜子。小姐，请下车。你这辆车运输了鬼物，请配合。女人被30个男人包围，他们手里还拿着各种武器，但女人却丝毫不慌，就因为她的车里有一具僵尸，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只见僵尸跳到车上，随后状态全开。女士，我们知道你是人，但是你车上有一具僵尸。哼，请你让开，我们要消灭这具僵尸。我不让开，你们又能把我如何？那我们只能强行动手了。随后他们便举起了各种武器。这些东西对付寻常鬼物或许有效，但是拿来对付我完全无用。如果这些人胆敢伤害我的老婆，我不会客气的。就在这时，一个人跑了过来，随后又挥了挥手。奶奶，我来了！所有的编外人员看懵了，甚至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林统领这么年轻，竟然管这个貌美的女人叫奶奶，太诡异了。林无名的身份是守墓人，排名序列是036，几乎是组织里的第一梯队。而这些编外人员排名都是几百名到上千名不等。都把武器收起来！林无名神色严肃地瞪着众人，因为序列靠前，所以他算是名义上的指挥者。随后他看向柳如烟，脸色又恢复了尊重和讨好。奶奶给您造成了困扰，我很抱歉。编外人员又集体懵了，面面相觑。能被守墓人称为奶奶，该有多恐怖？也许她只是看起来年轻，驻颜有术，实际上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林无名拜完了柳如烟，又看向了车上站着的林凡。爷爷好，这是一场误会，孙子给您赔罪了，请爷爷安息。就在这时，林凡的手机突然响起铃声。你是谁？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小兄弟，我和你爷爷认识，给老夫一个面子。好，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我饶了他了。爷爷，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 iPhone 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0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手表、笔记本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你看电话那边的人都那么说了，饶过我们这一次吧，再也不敢了。祝愿爷爷和奶奶百年好合。林凡听着这几句话还比较顺耳，随后又进入车子里。林无名松了口气，此时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汗珠。如果爷爷从车上蹦下来，我这些队友全都要死。旁边的编外人员大为惊骇，守墓人竟然称一具尸体为
为爷爷，他可是守墓人啊，在一具尸体面前却如此卑躬屈膝，这说明灵车里的尸体非常恐怖，根本不是我们这些普通成员能应付的。小明，我能过去吗？当然可以，谢了。林无名挥了挥手，他很郑重的告别。他并不是在表演，一来是辈分的原因，二来是尸变后的林凡在他们林家就是如此重要。守墓人，这车上有僵尸，真的不管吗？哼，什么僵尸？那是我爷爷。可他明明已经尸变了，变成了一只僵尸。是啊，即便是你爷爷，也不能放任不管吧？这么和你们说，开车的女人和灵车里的尸体是夫妻关系。咱们组织里好像最近多了一个代号，你们知道吗？这么一提醒，众人都立马反应过来。养尸人，序列号005。刚刚那个女人不会就是养尸人吧？他们身为有关部门的成员，虽然互相不知道真实身份，但是代号肯定是很清楚的。尤其是养尸人的代号排名十分靠前，在组织里排名第5，这种级别的序列更是万众瞩目。这排名到底是根据什么划分的？我在组织里排名0567，差的也太远了。这个排名肯定是有依据的，只是我们没有资格知道。养尸人排名005，他的实力一定很强，也许是他养的尸体特别恐怖，才会有这么高的排名。随后他们看向了林无名，希望他能透露一些信息。别看我，你们看我，我也不会说。第5之前的那些代号都是什么来着？与此同时，柳如烟已经开着车来到了长生集团的总部长生大厦。刚进入大厦，他迎面遇到了一个熟人。如烟，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好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你来这里干嘛？我来帮我爸爸拿药。随后秦欢亮了亮手里的一个玉瓶。你知道的，我爸爸身体不好，多亏了你爸爸的药，帮他续命。哦。柳如烟说完便要离开，他的目的是炼制地髓灵液喂养林凡，可不是与人闲聊。等等，如烟，要不要中午一起去我家吃个饭？我得知林凡的死讯之后，非常伤心，我想为他上炷香。但是秦欢刚说完，他的脸色瞬间惊悚起来，恐惧的目光看着柳如烟身后的那个男人。林凡，秦欢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吓得魂不附体，胆战心惊。你怎么活过来了？林凡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心情搭理，跟着柳如烟向电梯走去，只留下秦欢一个人坐在地上。林凡肯定死了，大白天又不可能是鬼魂，难道是尸体？哼，好啊，柳如烟，你竟然干出这种变态的事情！随即他走出长生大厦，将玉瓶里的延寿丹吃了进去。老头子，我巴不得你早点死，这样我就能继承家产，迎娶柳如烟。随后他又在玉瓶里放了一枚假丹药，这才是他亲自取药的目的。但走到半路，秦欢感觉一阵浑身不适，突然变成了一只怪物。怪了，我怎么变成怪物了？延寿丹一定是延寿丹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吃了延寿丹会变成怪物？柳如烟，你家的丹药有问题。就在他跑回长生大厦的时候，一名中年僧人拦住秦欢的去路。阿弥陀佛，阴气、晦气、湿气，这到底是什么妖兽？僧人便是从少林寺而来的武僧，前往斗城降妖除魔。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就拿你练手。贫僧负二，妖怪受死。随后武僧负二冲向了变成凶兽的秦欢。与此同时，柳如烟和林凡上了电梯。不过就在此时，上升中的电梯突然停止，像是出现了故障一般，卡住了，灯光一闪一闪。柳如烟紧张起来。凡哥，电梯有问题。他立马抓住了林凡的手掌，并且缩在角落里，以半蹲的姿势进行防护。真的是电梯故障吗？我感觉哪里不对劲。就在这时，电梯动了，开始下坠，一阵失重感传来。我不想死，我还没有把凡哥的尸身养成血尸，甚至飞尸，我还想着再陪伴凡哥100年。女人满脸笑容走进电梯，按下100楼按钮，咔嚓一声，电梯瞬间落了一下，随后显示屏的数字在不断的下降，不到10秒钟，他们就来到了地下100层。原来这座长生大厦地上100层，地下100层。负100层是什么概念？至少300米深的地下。我的这个岳父到底在干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竟然把公司开到300米的深度。吸收一丝地脉之气，属性点+1。果然，这里是地下深处。我作为一具僵尸，距离地面越深，我越兴奋。柳如烟身为养尸人，能够感受到林凡尸身的状态。凡哥，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里？林凡点了点头。果然，地下100丈深的风水宝穴蕴含地脉之气，可以作为养尸地养尸。随后，柳如烟又观察了一下四周，但是很显然，父亲挖了这么深的地下层，不是为了养尸，而是为了炼药长生。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正是方童瑜。如烟，我想你啦。方童瑜眼神中甚至有几分母爱之色，隐约之中把他自己带入了柳如烟后妈的角色。如烟，没有吓到你吧？我第一次下来的时候，腿软的站不起来。还好，不过确实吓了我一跳。柳如烟握着林凡的手掌，面色还算平稳。你现在来到的便是长生集团最核心的区域，地下100层。按照柳董指示，这里的所有机密全都对你开放。你对公司不熟悉，我帮你引路。三人穿过阴冷又狭长的通道，映入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地宫，高10米，直径100米。而地宫里有一座高炉塔，
很像是冶铁用的设备。这就是炼药的炉鼎。这确实是炼药的炉鼎，也是你父亲一手打造出来的，但是具体原理和细节我也不知道。可以用来养尸吗？我对这设备不太了解，具体怎么使用，你要询问一下这里的操作工。就在这时，一个浑身肌肉的男子走了过来。夏总监，这是董事长的女儿。你好，六小姐，我叫夏火正。麻烦你领我去一趟顶部，我要炼制地髓灵液，用来养尸。好的，六小姐。随后众人抵达地宫顶部区域。就在这时，一名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玉盒跑了过来，里面盛放着一枚丹丸。这是什么？六小姐，这就是延寿丹。那延寿丹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延寿丹最重要的成分是这具石棺里的血，平均每3天才会滴出一滴，但是具体时间谁也不知道，所以这里一直要有人值守，保质期很短，大概也就不到3分钟，不死物质就会全部逸散。听着夏火正的解释，柳如烟大概明白了延寿丹的原理。石棺里埋葬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在这里掌火炼药。在我任职的这段时间，石棺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据董事长的说法，这里就是石棺埋葬的地方，后来改造成了炼药炉。夏总监，我记得你说过炼药炉3天才会使用一次。是的，石棺中的血平均3天滴一下，炼制延寿丹必须要等凝血滴落。那在这3天时间里，让我丈夫待在炼药炉里，可行吗？可以，倒是可以。不一会的功夫，林凡就被投放到丹炉之中。检测到宝穴、血木药炉、火中真阴等级5级，特点：龙脉结穴之处，地下300米深的上古古墓，埋葬亚羽之尸，蕴含不死物质的鲜血，永远都不会枯竭。炼药炉汇聚了不死物质，会让尸体发生特殊尸变。炼药炉为火，血木为阴，此乃火中真阴之格局。等级竟然如此之高，足足有5级，比起之前的鬼城级别还要高。我的这个岳父究竟是何人？药炉外，一旁的夏火正已经看懵了。六小姐，您丈夫真厉害，接下来还需要我做什么？什么都不用做，你忙你的吧。那你我就在这里守着，等凡哥把药汁吸收完再离开。半个月后，蜕变血尸中，种类银血尸，银色血液将为尸身带来极大增幅，若进入狂暴状态，血液气化更加恐怖，10步之内寸草不生。真不错，我们下班回家了。随后二人便赶回了别墅。姐，你终于回家了，我在这里等了你3个星期。你这是怎么回事？看起来有些狼狈，跟人打架了。姐，我去抓一个红衣厉鬼，追了他半个月，结果没抓到。那女鬼攻击力倒是不强，但是逃跑的能力真是绝了。我身上的伤都是追她的时候睡的，可惜还是被她给溜了。柳如烟立马猜到了女鬼的身份，就是她的学妹江采薇。下次别追了。好，不追了。柳晨星很是听话的点了点头，哪怕柳如烟没有解释任何原因，他也不会反驳。对了，姐夫呢？我这一次从武当下山，就是想要参加你和姐夫的婚礼。此时林凡刚巧走过来，我为何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丝危险的气息？这气息与血棺中的不死血很相似。我靠！柳晨星看到林凡的第一眼，有些懵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林凡吗？气质完全变了。上大学的时候是书生气，现在更像是凶神恶煞。有你这么说姐夫的吗？对不起，姐姐，我错了。但此时的柳晨星竟有些说不上来的不寒而栗。姐夫好强的气血，练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气血，而姐夫身上的气血比我的气血强大了10倍不止。柳晨星越是靠近林凡，就越是能感觉到那股气血的恐怖，甚至都让他忽略了尸气。姐夫，你教我，我也想练成你这样的气血。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吼叫，什么东西？有妖物！男人只是吃了一颗药丸，就变成了一只5米高的妖兽。随后他以每秒30米的速度奔跑起来，又沿途横冲直撞，撞飞了1000辆汽车，来到一幢别墅前，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女人。柳如烟，我要杀了你！哼，我就是吃了你家的延寿丹变成这样的。你是什么妖兽？为何能吃到我家的延寿丹？还不等秦欢回答，另一股香气就吸引到他的注意，正是林凡身上的香气。你老公好香，他怎么会这么香？女人被僵尸搂在怀里，不仅不害怕，甚至还亲了上去，随即又抚摸着僵尸的脸庞。而这个男人见此便大发雷霆，更是祭出全身的法器。原来男人是龙虎山天师府传人，如今是下山除僵尸。柳如烟，你一个人类竟然与僵尸搂搂抱抱亲在一起。还没等柳如烟回话，他的父亲就走了过来。我想张道长肯定是误会了，这是我女婿，结婚证都已经领过了，再过几天我就要为女儿和女婿举办婚礼。你竟然招一个僵尸当女婿，我不敢相信，这不可能。应该是道长认错了，我的女婿怎么会是僵尸？他就是一只僵尸。张道长，你再胡说，就等着吃律师函吧。女秘书方童瑜仍在为林凡遮掩身份，气势上一点也不输给张威龙。凡哥是董事长的乘龙快婿，也是斗城学府数学系的高材生，这么帅气又有才华的男人，你为什么觉得会是僵尸呢？随后他扫视了一眼身后的保安。
凡哥怎么可能是僵尸？他好温柔，还在给大小姐捋头发呢。反正我是不相信，僵尸明明很恐怖的，而且肢体很僵硬才对。可凡哥的动作明明很灵活。是呀，凡哥他和大小姐很恩爱啊。保安们注视着林凡与柳如烟的小互动，不仅没感觉到恐怖，反而有一种甜甜的恋爱感。尤其是林凡为柳如烟整理发丝的小细节，这不像是僵尸能做出来的动作。也是，僵尸怎么会有恋爱呢？其实刚刚的小细节是我故意施展御尸术，操控凡哥的尸身，帮我撩了撩头发丝。而天师府的道士们看到这一幕，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目光中充满狐疑之色。张道长，这里没有人相信你的话，请离开吧。柳轩已经渐渐没有耐心，让保安驱赶这群道士。在我所认知的各大势力中，龙虎山天师府是最有正义感的，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用什么都收买不了，甚至延寿的丹药也不行，因为龙虎山本身就会炼丹。根据记载，天师府第一任祖师张道陵曾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所以叫做龙虎山。不刚踏倒，九灵飞步。只见他从原地消失，随后出现在了柳如烟和林凡的面前。整个大厅里的保安全都感觉到了震撼。这就是道法吗？好厉害！不愧是天师府，等我辞职了也去拜师学艺。道长使用了一个闪现，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轻功？师叔，好厉害的刚步！柳如烟面对着张威楼，不卑不亢，也没有太大的敌意，还是礼貌地喊了一声师叔。柳如烟，这僵尸留不得。虽然我只是你的远房师叔，但也希望你走上正途，而不是修炼邪门歪道养尸术。随后他目光如火，严肃地瞪着林凡这只僵尸。放开他！呵斥的同时，他从衣袍里拿出了一根棍子，上面书写有文字。打邪灭污朱元帅，这是天师府的法器，考鬼棒。师叔，你听我解释。柳如烟挡在了林凡的前面，因为他在考鬼棒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道法和符文。据我所知，这根考鬼棒是千年桃木枝制作而成，虽然不是初代天师所传，但至少也已经传承了1000年。一棒子下去，足以让鬼王魂飞魄散。让开！张威楼怒目而视，他身为老天师的大弟子，得了老天师的一身真传，不仅道术高深，在情感上也是正义感爆棚，正邪不两立，眼里绝对容不下邪祟。先让我打他一棒，再听你解释。张威楼高高举起考鬼棒，施展罡步以身法绕到后面，给林凡一击。你不应该躲吗？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只要我把考鬼棒拿出来，鬼物一定会逃跑。这可是威力非常强大的法器，几乎很少有鬼物能承受住它的攻击。可是这僵尸不仅不懂，竟然还抓住了考鬼棒。考鬼棒的攻击并不是依靠物理，因为其材质是桃木质，打在身上并不会很痛，但它所产生的道法可以诛邪驱魔，触之则死。然而凡哥把考鬼棒牢牢抓住了。找死！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张威楼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力传来，手中的考鬼棒已经被夺走了。林凡将考鬼棒抓在手中，戏谑的眼神仿佛在看着一件玩具。你！张威楼的目光充满惊悚，从脚底升起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他真真切切感觉到了恐怖。考鬼棒竟然失灵了，对这个僵尸一点都没效果，甚至还被夺走了。这不可能，怎么会？即便是面对尸王，也该有点效果。凡哥，你没事吧？他看到林凡把考鬼棒抓在手里，心里不免一阵慌乱，因为他十分害怕这件法器会伤到林凡的尸身。不可能，这可是我们龙虎山天师府的诛邪神器，专克妖邪厉鬼，你为何什么事都没有？此时林凡用力一掰，轻松就将考鬼棒折断了。我们1000年传承之物就这么被你掰断了。张道长，闹够了吗？你的法器对我女婿根本没有效果，这说明什么？他是人，不是僵尸。我看你要好好去治一治眼睛。至于这法器，断了也就断了，应该是桃木制作的吧？回头我让人去天师府栽一棵桃树赔给你，一棵要是不够，那就栽一片桃林。难道是我真的认错了？随后张威楼看着柳如烟，仿佛在等待他的回答，又看了看林凡，越发分不清他到底是人还是尸。师叔，我问心无愧。好，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随后张威楼等人便离开了长生大厦。如烟，张威楼恐怕不会就这么放弃，你要小心一些，不过我会帮你应付他的。我记下了。对了，在你的婚礼之前，也该让凡哥见见你妈妈了。什么？见我妈妈？天黑之后，柳如烟开着车载着林凡从长生集团回家了。姐，咱妈来了，姐夫的事情他可能已经知道了，我怕他会生气，对姐夫做一些小动作。柳晨星说起小动作这3个字，明显语气都变了，声音中充满了颤抖和恐惧。小动作是什么意思啊？我对自己的丈母娘知道的确实不多。姐，你可一定让姐夫小心，千万别让姐夫吃咱妈喂的任何食物，里面指不定加了什么料。好女婿，你回来了。男子第一次见岳母，但没想到岳母是一只魔鬼，并且还跳起了舞蹈，而他不仅不怕，还有些痴迷。接着奏乐，接着舞，岳母，我陪你一起跳。而他的妻子柳如烟却紧张的不行，因为在他的视野中，他的后妈只是戴上了一个黑色的面具。苗姨，不要对凡哥使用挪系巫术。柳如烟挡在林凡面前，阻隔视线。他知道他的后妈苗无言是一名魔巫。如烟，林凡真厉害。苗无言
言摘下了黑色面具，脸上露出可爱又温柔的笑意，但他的目光中仍有几分震惊。如果是普通的厉鬼妖邪，在我戴上面具之后，应该就已经被吓跑了。这就是傩戏的最基本效果，驱鬼逐疫。如烟，你的丈夫为何不仅不怕，甚至还与我产生了共鸣？我刚刚在他面前跳舞，他甚至还想和我一起跳。如果不是你突然打断，我恐怕也已经陷进去了。凡哥与你产生精神共鸣了。柳如烟有些神色错愕。凡哥和后妈竟然能产生共鸣，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而且凡哥作为僵尸，应该害怕傩戏才对，怎么反而一脸享受的样子？是的，我和林凡一起共舞，跳得很开心，并且他对傩戏很有天赋，天生就适合当一个傩巫。如果他能跟我学习傩戏，那就好了。苗无言萌生了几分想要收徒的想法，可惜的是没有在林凡生前与之相遇。此时的柳如烟也有些好奇，她伸出手在林凡的瞳孔前晃了晃，吸引他的注意力。凡哥，你刚刚看到了什么？我感觉那画面很真实，不像是虚幻的，仿佛自己与后妈真的有某种羁绊，而且那副傩巫面具也让我很有触动感。林凡，你与傩戏有缘分，虽然我不能收你为徒，教你傩戏，但这面具就送给你了。林凡下意识接过面具，拿起来很轻盈，是木头材质，一张恐怖的鬼脸，铜头铁额，头生双角，黑面獠牙，怒目圆瞪。在这张傩面具之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这是我亲手制作的，已经陪了我10几年了。你戴上试试，不知道为何，我想要看一看，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傩戏的天赋，但是你一具僵尸竟然能与我共鸣。苗姨，你确定没问题？如烟，我看林凡身上的灵魂不太完整，也许傩戏面具可以帮助他唤醒一部分记忆。听到这，柳如烟有些异动。此时林凡已经把面具戴在了脸上，他作为养尸人，他察觉到林凡的尸身中迸发出一股野蛮的气息。这种感觉，这种气息，为何我感觉到现在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柳如烟不由得感觉到了战栗，她的娇躯微微颤抖，这还是她头一次有这种感觉。哪怕凡哥以前是绿江，浑身长满了长毛不详，我也没有过恐怖感，但为何戴上傩巫面具之后，有一种野蛮之感，让我心跳加快，竟有几分胆怯。此时的苗无言也有些站不太稳，受到了惊吓。如果你还没死的话，真是个天生的傩巫。这时，一道紧张的身影跑了出来。何方妖孽？但等他看清楚是谁，顿时就怂了。原来是姐夫啊！戴上面具的姐夫完全变了一个样，我刚刚还以为是有诡异大凶出没。柳如烟立马摘掉了林凡脸上的傩巫面具。如果连弟弟都能感知到这股野蛮又恐怖的气息，那其他人恐怕也能察觉到。安全起见，这面具不能随便戴上。摘掉面具之后，林凡尸身上野蛮气息便消失不见，恢复正常。姐夫刚刚戴上面具的样子好酷，这面具上画的是谁？柳如烟自然是不知道是谁，随后把面具递给了他。柳晨星戴上面具之后，随即吼了一声。你是二哈吗？为什么姐夫戴上野蛮霸道又恐怖，我戴上这个却没啥效果？这面具画的是蚩尤，你不是傩巫，也不懂傩戏，所以你发挥不出这面具的效果。蚩尤吗？与此同时，几条街外的张威楼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惊恐。好凶的气息！老天师所说的恐怖鬼屋，果然就在这座城市。他突然有些道心动摇，仅仅只是一道气息就如此恐怖，我恐怕不是对手。另一处酒店里，赵雨诗突然跳了起来，突然有所警觉，猛然一惊。是谁？他环顾四周，一阵紧张感。刚刚不知道为何，我觉得有人在偷窥我，这股气息恐怖又熟悉。确认没有人之后，他才放松下来，但是又莫名升起一股伤感，内心是浓浓的思念。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谁，似乎是一位友情很深很深的朋友。而这时，他的面前蹦出了一张绿色的面孔。这是林凡，我为什么还在想他？这时，柳如烟的手机也响了。养尸人，你丈夫现在状态怎么样？此时的接线员很是紧张，身体不停地在颤抖。很好，你为何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问候一下你的丈夫，确认尸身没有失控。还有什么事情吗？有，你丈夫的尸变视频在境外传播的很火，那里我们无法掌控，而且境外势力对你和你丈夫开出了高额悬赏，所以最近这些时间多注意安全。好，我会注意的。挂了电话之后，柳如烟不是很理解，境外的人为什么会针对我和凡哥？不过距离比较遥远，我倒也不是特别担心。如烟，林凡这身体真是个养蛊的好地方，要不要让他尝一尝妈妈的蛊？女人买下一处3万亩的牧场，随后她又养了100万头牛，然而她并不满足，又养了1000万只鸡鸭鹅，只因她的女婿是一只僵尸，这些牲畜是给她女儿准备的嫁妆。在她的记忆里，僵尸是以吸血为生。乖女儿，这是妈妈给凡哥准备的礼物，你看他喜欢吗？妈妈，凡哥其实用不上这些，凡哥是靠吸收阴气和灵药来滋养身体。好吧，看来是我想错了。随后叶桑桑的目光凝重，看向了他的女婿林凡，上下打量着，又伸出柔一般的素手摸了摸林凡的脸颊。
这身体真是个养蛊的好地方。妈，还是算了吧，你的蛊虫太吓人了。那好吧，如烟，等你和凡哥的婚礼结束之后，可以来香苗地区度蜜月。我的蚕虫虽然可以当做蛊来用，但是用来滋养林凡的尸身还不太够。而香苗地区自古以来巫蛊盛行，那个地方的蛊虫自然多得很。柳如烟点了点头，她确实想要带着林凡去一趟香苗。不过我等的不仅仅只是婚礼结束，还必须要学会茅山的高阶养尸术。没有更高阶的养尸术，风险太高。毕竟凡哥的尸身对我而言很重要。那妈妈在香苗等你哦。接下来半个月，柳如烟又带着林凡在长生集团地下100层的血墓之中进行养尸。这是一处很不错的养尸地，我想要尽可能让凡哥的尸身中产生更多的银色血液。随后在血木和地水灵液的作用下，林凡的尸身又发生了进化。金色血液是灵尸的象征，比如恢复说话能力、强大的感知力。林凡看到面板上的介绍，不由有些喜悦。没想到无意之中已经踏入了另一种尸变状态。灵尸只要达到灵尸就能说话了。我已经很久没和老婆说话了，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说出来。就在这时，夏火正走了过来。刘小姐，听说你和姑爷要举办婚礼了，恭喜恭喜！只不过有些遗憾，这里离不开我恐怕不能上去吃酒席。这没关系的，下次来给你带喜糖，谢谢你的祝福。对了，刘小姐，您的师傅在您家等着你呢，让你尽快前去，有要事相商。好，那我和凡哥就先走了。如烟，你丈夫呢？在柳如烟走进门的第一时间，柳如烟的师傅葛洪真便是问了这么一句：我不就在这里吗？我不就站在老婆的旁边吗？不过还真要多谢这位师傅，教会了老婆茅山道术，尤其是养尸术，不然我死后不可能会尸变得这么快，半年多的时间就已经成为了准灵尸。师傅，这就是凡哥。什么？这是金血尸，他竟然是林凡。不过还好，这么强大的僵尸在你的掌控之中，恐怕整个茅山的历代祖师也没有谁能在短短时间内养成如此强大的僵尸。师傅，您过奖了。虽然你现在的茅山道术小有所成，但是也不可骄傲。以前学过的道书一定要时常温习，温故而知新。我记下了。师傅，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这里有些古书，你拿去看吧。记住啊，一定每本都要看，仔细看。葛洪真特意强调了一下，语气加重。柳如烟接过来古书，送走葛洪真之后，立马翻看手里的道书。符箓真解、丹道、经运都是很正常的书名，不应该啊。师傅送的礼物就是这些，难道是我想多了？柳如烟下意识怀疑自己是不是聪明过了头，但当她翻开经运这本书之后，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笑容。师傅果然是个老狐狸，这本经运里面前几页是正常的，但是后续记载的全都是禁术。葛洪真走远之后，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祖师爷，请饶恕弟子的罪过。柔烟，为师只能帮你到这了，剩下的全都要靠你自己领悟了。此时的柳如烟倚在沙发上，认真看着葛洪真送来的高阶养尸术。老婆，给我看看。林凡凑了过来，和柳如烟挤在一起，看着道书的内容。凡哥，你是不是想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养你？随即林凡点了点头。这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滋养血尸之法，一共有3种。柳如烟像是讲故事一般念给林凡听。第一种为常归类，是寻找一具冤死的尸身，死后立马放置于养尸地，滋养其怨念，让其不得解脱，怨念日益壮大，便会成为恐怖血尸，无比强大。地下100层的石棺里面的那具血尸应该属于这一类。第二种为血脉类，尸身具有特殊的血脉，经过特殊养尸地和养尸灵液的作用，尸身可以蜕变成极其强大的血尸。我靠的并不是血脉，而是系统。第3种速成类，以鬼祀尸，如果能取一只尸王与鬼王融合，将会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恐怖血尸。这一种策略我倒是考虑过。而林凡则是默默记住了这个办法。如果真到了危急关头，也不失为一种强大的手段，可以短时间内提升实力，希望不会有这么一天。不过有利有弊，血尸最容易失控，与血尸相反，最不容易失控。最有灵性的尸便称之为灵尸。我现在不就是准灵尸吗？所谓灵尸，乃是开启灵智，用祭祀之法搭建祭坛，举行祭礼，献祭活物，且活物数量越多越佳，灵智就越高越好。祭坛和祭礼都还可行，但是献祭活物就有些太可怕了。凡哥，等我们的婚礼结束之后，就去香苗度蜜月，那里的蛊虫特别多，我们就用蛊虫来献祭。一声枪响，女人倒在地上，随即当场死亡。今天本是她新婚之日，但没想到却成了她的忌日。与此同时，2公里之外的长生大厦上，对不起，今天本来应该是你最幸福的日子，但是我却终结了你的生命。婚礼现场，如烟，柳如烟的母亲叶桑桑面色发白，眼神惊恐，大脑一片空白，有些无法接受眼前这一幕。为什么会有人要杀我的女儿？即便我的女儿养尸，那也不至于这样。更何况这手段实在太凶狠了，只有最专业的杀手才能用这种手段杀人。柳如烟的父亲柳轩也没有了身为董事长的从容和淡定，一瞬间方寸大乱。我本想给女儿一个幸福的婚礼，顺便帮女婿林凡遮掩僵尸的身份，但没想到竟然有人暗杀我的女儿。此时的林无名目光露出几分杀意，竟敢暗杀我
我奶奶，并且对方使用的是枪械，恐怕还是高精度、远距离的狙击枪，这不是一般组织和势力能做到的。难道是那些正派人士？林无名随后看向少林寺的僧人，还有天师府的道士。与贫僧无关，我是来保护刘小姐的。富二随即看向了天师府的张威楼，该不会是你吧？柳如烟是我道门天才，我怎么会杀她？并且我此行目的是为了降妖除魔，直杀邪祟。就在这时，张威楼手中的天师剑微微震颤了起来，感应到恐怖的气息。快看，地上的草在枯萎，一股肃杀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从幽冥而来，夺走了附近的生机，产生一片赤地。林凡将老婆柳如烟抱在怀里，检查伤势。老婆，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他的尸身在这一瞬间诞生了无穷无尽的负面情绪，尤其是怨气、憎恨、愤怒。凡哥，不要！我怎么感觉到尸身被控制？这是御尸术，而且意念不止一道，是2道，怎么回事？林凡愣住了，其中一道意念是他的老婆柳如烟，而另一道意念是柳如烟的三尸神。就在这时，一声枪响再次传来，凡哥，小心！在子弹射出来的同时，一袭红衣身影突然闪现而出，但是他的鬼躯是灵魂体，无法阻止现实的物质。不过林凡没有痛觉，只感觉到了微弱的撞击，穿甲弹并没有击穿他的皮肤。在我还是毛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抵挡子弹，更别说我的肌肉也经过了加点，哪怕是穿甲弹也可以抵挡。随后林凡将目光看向了背后，顺着子弹来的方向，一眼望到尽头，便是那300米高的长生大厦。很显然，打冷枪的杀手就在那里，我要杀了他。此时地上的草木尽数枯黄，一股浓郁的红色气血从林凡身上升腾而起，染红了周围的空气。张威楼紧握着震颤的天师剑，目光锐利地盯着林凡。这就是血尸的特征，果然是你，老天师口中的大恐怖。张威楼拔出天师剑，一步一步走过去。我的目标是斩妖除魔，有邪祟我就一定要杀。这女鬼似乎对这血尸有感情，今天便将你们一起除掉。江采薇没有害怕，也没有逃跑，她心里只剩一道执念：我一定要保护学长和学姐，我想看到他们夫妻俩修成正果。凡哥，谢谢你曾经保护过我，与其就这么魂飞魄散被他除掉，我愿把我的灵魂献给你，助你登上绝顶。若你不愿接受，我便撞死在你的怀里。说罢，江采薇在空中划过一道红色的轨迹，向林凡的尸身奔跑过去。张威楼目光惊悚，他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只女鬼的实力不弱，至少是鬼王级别。至于林凡这具僵尸，那就更恐怖了。若是让两者成功合体，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恐怖的怪物？这必然就是老天师预言的绝世凶灾。采薇，老教授侯仓抬头望着那袭红衣身影，神色复杂。我十分同情他的境遇，离奇而死，死后却又不得超生。但是此时我又莫名有些开心，他似乎找到了归宿。侯仓从瞳眼之中，他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画面，那是真相，只是有些模糊不清。江采薇，你终于出现了。林家家主林诗全眼神中闪烁几分异样光彩。或许江采薇与帝女之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姐，祝你新婚幸福，我愿用我的灵魂守护你们的婚姻。紧接着，他的鬼躯包裹在林凡的周身，林凡无法阻拦，也拦不住江采薇这种陷阱。这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说不定可以用自己的尸身庇护他一下。林凡皮肤下隐藏的绿色长毛似乎嗅到了绝美的滋味，纷纷从衣服里伸展而出。融合红衣鬼王，汲取属性点50万。糟了，林凡爷爷似乎要失控了。孽障！张威楼拔出天师剑，一剑朝着林凡砍了过去。剑刃并不锋利，但是剑身之上刻满了符咒，而且这是初代老天师使用的佩剑，乃是天兽。青祖师爷，平乱斩邪。不过林凡一抓，天师剑的剑尖瞬间断裂，变成了一把断剑。天师府的镇教神器竟然不能伤这血尸分毫，甚至还被折断了。我没空和你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要去找到那个杀害如烟的凶手。他竟然说话了。林凡向长生大厦走过去的时候，某种桎梏似乎被打开了，他的尸身产生一股诡异的浮力，双脚脱离了地面，渐渐飞上空中。飞尸，这是飞尸的特征。林凡竟然变成了飞尸，奇怪，僵尸与厉鬼融合，不是会变成血尸吗？怎么还能变成飞尸？恐怕林凡的血脉远超一般的僵尸。快阻止他，不能让他继续尸变下去。妻子被人暗杀，死在我的怀里，在滔天怨念之下，于是我血色飞升，成功晋升为飞将。但天师府的天师想要阻止我寻仇，祭出大阵。你觉得你们能伤得了我吗？看招！张威楼高举天师剑，默念五雷法诀，手捏雷印，五行雷法，天雷。没想到你还能引出这种天雷，我小看你了。这是我以自身精血为代价施展出最高级别的雷法，林凡受死吧！只见天空中出现晴天霹雳，雷光闪烁，朝着林凡劈了过去。但是电弧在尸身表面闪烁，却没有造成任何伤痕，更像是在淬洗。不错，看来我并不惧怕雷电，尸身里的不化古万法不侵，包括雷电。吸收1道雷电，获得1万点属性。这一道雷电就能让我获得了1万属性，天雷之威确实厉害。而此时的张威楼憋着一口气，连连使出10几道天雷，劈在林凡的尸身上，却仍是无济于事，没有产生任何伤害。就在下一刻，他撑不住了。
师傅徒儿无能。张威楼栽倒在地上，侯仓看着张威楼，叹了一口气，绝世妖星出事了。随后他目光惊悚地望向天空，只见林凡周身萦绕着红色的阴气，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大恐怖。妈，现在怎么办？姐夫已经飞升了。我虽然身为练武之人，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飞升，但绝不是这种画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的柳如烟突然醒了过来，老公，你好帅。虽然她的声音很低，但叶桑桑还是听到了。女儿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三尸神？只有三尸神才会叫林凡为老公。此时林凡望着公母射过来的方向，随即锁定目标，一抬脚便是掠过10几米的距离，像是在闪现一般飞行，几十秒钟的功夫，他就从婚礼现场飞到了长生大厦第100层的窗户前。就是你杀害了我的妻子吗？谁派你来的？我劝你在我登顶榜1之前说，不然我会让你比死更难受。都抽到吕布了，得充不少吧？不充钱，登录就有1000张招募令，所有武将轻松获得，1分不花也能玩得爽。带我一个呗，点我左下角就行。现在新人上线就有 P0级武将6选1，如果你喜欢法术群商流，就选司马懿；喜欢单体爆发流，就选魔周瑜。这个游戏我推荐你玩魔吕布，作为3国的武力值巅峰，无脑培养他就对了，轻松登顶榜1，毫无压力。说吧，是管理员。管理员是谁？但还没等杀手说出来，他就原地消失不见了。哼，不管是谁，我一定查出来。但是查出来又如何？老婆已经死了，我在这世间又有何意义？下一刻，林凡突然怔住了。获得新能力鬼域，以诡异力量结合现实创造出的恐怖场景，看似是幻境，其实一切皆是真实。身处鬼域之内，将遭受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怖，范围小至一个房间，大可让天地变色。完了，斗城要没了！没想到凡哥尸变的飞将竟然如此恐怖，估计能够毁灭整座城市。柳轩，幕后凶手该不会是你吧？我怎么可能会让人杀我的女儿？我疯了吧？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如烟小婶婶死后会变成三尸神，谁知道你有什么阴谋？柳轩苦笑，没有继续解释下去。现在还是想想该怎么收场吧。林诗全一阵头大，立马打了个电话。接线员，你有什么办法？我现在恢复的还不够，未必能打得过林凡，而且我也不愿意对他出手。这世上恐怕只有柳如烟这个养尸人能够安抚林凡的狂暴状态。可是他已经死了。半年前，他仅是一只会喝药的小绿将，如今却成为让整座城市颤抖的飞将。就因为他的妻子死在了他的怀中，他神魂失控，发生了异变，又觉醒了鬼域。但在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角落，柳如烟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凡哥，我没有死。他轻声呢喃着，柔情似水，这才是真正的柳如烟。而在婚礼现场被暗杀的柳如烟是他的三尸神。1个小时之前，是不是输不起？你为什么又出现了？柳如烟，你要死了，1个小时后就会被暗杀。柳如烟听到三尸神的话，她微微一颤，但仍然保持着镇定。你要杀我？哼，我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但还没有行动。不过似乎有别的什么人想要杀你，我可以预知到你的死亡。如果你真的可以预知我的死亡，为什么要把消息告诉我，而不是等待我死后变成你？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唉，你说的没错，我是很希望你死，但是……三尸神沉默了一下，眼神中充满幽怨之色。你是老公名义上的妻子，而且他那么爱你，如果你真的死了，老公该会很伤心。我不舍得让老公伤心，所以现在你还不能死。我不太能理解你说的话，也不太相信。别忘了凡哥是你杀死的，如果不是你，我和凡哥早就应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哼，柳如烟，你不配质疑我对老公的爱，没有人比我更爱老公，包括你。老公不是普通人，你以为他为什么会喜欢你？那是命运的呼唤，是因为我的存在。你说凡哥不是普通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现在凡哥已经死了，而且是变成强大的血尸，我也可以确定凡哥不是普通人。如果是普通人，不可能尸变得这么快。你想知道吗？我偏不告诉你，不说就不说，我不在乎。等婚礼结束之后，你带他去3苗镇，在那里有一座古墓，不仅适合养尸，而且里面埋葬了凡哥的过去。然后呢，我们来做个交易吧。接下来我用你的身份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你无关。我不怕死。唉。如果你真的愿意帮忙，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我怕你别有居心，以你违反常理的脑回路，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发癫的事情。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公，所以也请你为了老公信任我。三尸神突然认真了起来，眼神直勾勾看着柳如烟。面对外敌，不要内讧，好吧？我们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换回来？为什么要换回来？从此以后，我就是柳如烟，长生集团大小姐，我会代替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哼！你替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那我去哪里？你当然要在婚礼结束之后，带着老公去3苗镇养尸。说实话，帮你和老公私奔，我真的很不爽，但是为了老公，我忍。好啦，我走了，别亲凡哥，放心吧，不会的。本想要亲一口，但是担心会被老公识破，所以还是要忍住。之后便是为了吸引杀手出击，三尸神光明正大的走到草地宴会上，甚至故意与林凡
错开了一些距离，给足了破绽。1个小时之后，此时的林凡正在他所产生的鬼域之中。凡哥，求求你听我的话好不好？停下来吧，我怎么感觉现在的你高不可攀？柳如烟使用御尸术的时候，浑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该怎么办？就在柳如烟一筹莫展的时候，她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张黄符，一张已经书写好的镇尸符，上面沾染着一些棺材漆，正是林凡爷爷的棺材漆。爷爷，我是您的孙媳妇，您一定要保佑凡哥。但隔着几百米远的距离，该怎么把这张符贴在凡哥的尸身上？有办法了，我将符纸折起来。很快，天上的纸鹤飞到了林凡的面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老婆，他伸出手掌，纸鹤慢悠悠落在了他的手心里，他尸身上的怨气也减弱了不少，理智也恢复清明，镇尸符起到了效果。窦成肯定是不能继续待了，去哪呢？也许可以回九黎村，但是会吓到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就在这时，纸鹤为他指明了方向，在柳如烟的驾驭下，他转动身体，迈步走向西南方。此时的三尸神注视着这一切。快去吧，奔赴你的爱情，可不要让我失望。老公，等你想起一切，我们就可以永生永世在一起了，永远不分开，永远。而真正的柳如烟悄悄离开了婚礼现场，开上他的车，直奔西南方向。如烟，我带你去医院。我不去医院。那好吧，凡哥已经离开了，等你伤好了再去找他。柳轩，为什么会有狙击手藏在长生大厦，在婚礼现场对你的女儿开枪？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一定会调查清楚。那名杀手恐怕只是负责执行暗杀任务的棋子，真正雇凶杀人的幕后应该另有其人。如烟小婶婶，这些天你就在家里安心养伤，不要出门，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林凡小叔叔。婚礼就这么结束了，而远处的一个街道上，既然林凡往西南飞，那我就往西南去，这样就肯定会相遇了。就在这时，赵雨诗的手机响了。赵小姐，我是接线员，你暂时不能离开窦城。之前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林凡的老婆加入你们了吗？这是柳小姐的隐私，不能告诉你。每个成员的身份都是保密的。那我选择站在林凡这边。太好了，赵小姐，你的信息将会录入系统，你可以给自己取一个代号。让我想想。赵雨诗又犯了起名困难症。与此同时，林凡飞了一下午，在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片广袤无际的山区。这就是我最理想的降落地点，只有在无人区才不会遇到人类。随即他收起了飞行姿态，直接从1000米高空落在地面。快看，是个人！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邪祟。男人是一只飞将，他可以令千尸拜服，甚至还不惧天雷，但如今却被一只黑狗盯上，并且黑狗每往前一步，他就后退一步。原来黑狗可以辟邪，对僵尸有克制作用。区一只黑狗不可能对我有威胁。随后林凡释放出一丝飞将的气息，黑狗立马感觉到了恐惧，发出呜咽声，匍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就在这时，2个年轻人走了过来。奇怪，小黑在怕什么？大哥，你在虫谷里面干什么？这里是虫谷吗？当然，这里面蛊虫无数，你是还快离开这里吧。是的，这里不是普通人该来的地方。我好像不是普通人，更何况我又不是人，我迷路了。林凡在晋级飞将之后，说起话来和活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迟疑，包括说谎。那我们带你离开这里，往北就是三苗镇。林凡听到三苗镇这3个字，他神色一喜。这不就是林家守墓的地点之一？自己果然落在了正确的地点，附近肯定有适合养尸的大墓。那个附近有没有古墓？林凡这个问题把2人都给吓到了。你在找古墓？你是？他们惊呼而出，似乎看出了林凡的身份。既然被看出来了，那就不装了，我就是江盗墓贼。天呀，竟然看到了真正的盗墓贼！大哥，你是摸金校尉一脉的吗？你可以教我们寻龙诀吗？这些人的想象力真丰富啊！不过他的沉默让众人更加笃定他是个盗墓贼。所以古墓在哪？大哥，盗墓贼应该都会分经典诀，你不会吗？林凡摇了摇头。我知道了，看你的魁伟身材，你应该是谢岭力士一脉的，不会看风水，盗墓全靠蛮力，比较粗暴。你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可以告诉我古墓在哪里了吧？那里面都是僵尸，恐怖的很。是呀是呀，你不怕吗？看你这样子是不是还会点法术？可以教一下我们吗？你们想学法术，下载我左下角的游戏就行了。一款以茅山道教文化为背景的 RPG 手游，在游戏里你可以体会道术奇门八卦的魅力，也可以通过闯关、打 BOSS、培养异宠，获取各类神级装备，提升战力，最终化身一代天师。乱葬岗、30鼓楼，这怎么跟3秒镇有点像？是的，里面的主线战斗都是1:1还原3秒镇场景的，让你仿佛置身于那个光怪陆离的灵异世界中。我家再学习学习。你们先带我去吧。古墓就在虫谷里面，虫谷之中有神洞，传说里面埋葬了蚩尤帝君的尸体。林凡面露惊喜，这群中二青年还挺时尚。真的吗？神洞在哪？快带我去。我们可以带你过去，但是神洞是禁地，只有落花洞女才可以进去。是的，如果其他人胡乱闯入，会死人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进入过神洞，我觉得你还是放弃吧，那只是挪神庙的传说，里面未必有古墓。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必须要找到那个古墓。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女青年跑了过来。不许动，你是僵尸。苗蓉儿拿着手中的竹竿指向了林凡。
一开始我也不太敢确定，因为你不仅会说话，言谈举止和正常人一模一样，尸身也没有腐烂的迹象，没有半点僵尸的样子。那你是如何发现的？我毕竟是赶尸人，而且天赋异禀，经过确认和感应，你绝对不是活人，而是一具尸体，看着像人，实际上是十分恐怖的僵尸。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但是能认出我是个僵尸，倒也有2把刷子。随后他们齐刷刷做出相同的动作，纷纷戴上面具，恶狠狠地瞪着林凡。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看到我为什么要戴面具？你们以为自己戴上面具就可以变身吗？不过我也有面具。林凡背过身去，从他的空间里取出了蚩尤面具，随后他突然扭头大吼了一声，只见他戴着面具，黑面獠牙，魔气森森，再加上他的僵尸身躯释放出恐怖的气息，一股无形的威压扩散开来。这僵尸怎么戴上了面具？好可怕！你刚刚下载的那个，教下我怎么下载的，我也要学习道法。点左下角下载注册就可以玩了。现在上线还送11钻石和各种与宠护法。耶，这看着好强，还能送超强打手小僵尸和9尾狐，快学啊！大家想玩的就赶紧去左下角吧。这氛围好可怕，这不是我们傩系使用的蚩尤面具吗？这怎么可能？这具僵尸竟然不仅不怕傩系，而且在施展傩系。他们虽是傩神庙的学徒，但林凡戴上蚩尤面具这一举动，他们仍是无法理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僵尸戴上面具有一种很强烈的真实感，仿佛真的是蚩尤帝君，他扮演的太像了。难道他就是蚩尤本尊？难道是神洞里的蚩尤帝君尸体诈尸了？二人被震慑住了，仿佛他们才是邪祟，而林凡是神灵，但苗尤儿却没有任何慌乱。启示：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他的嗓音充满认真之色，试图用赶尸术控制林凡。年纪轻轻竟然就能具有控制僵尸的实力，这个赶尸人的天赋已经不亚于我的老婆。不过比起老婆的御尸术，这个赶尸人的赶尸术还是弱了许多。此时苗尤儿一步一步向林凡靠近，这个僵尸似乎已经被自己的赶尸术控制住了。随后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赶尸符，直接往林凡的额头上贴过去。成功了！你们先回去把虫谷的事情告诉给风伯，我来处理这具僵尸。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不如将这具僵尸带回3苗镇。这具僵尸非常危险，绝对不能带回3苗镇，会害死人的。我会找个地方让他入土为安，这才是尸体应该有的归宿。苗尤儿作为赶尸人，深知赶尸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对付尸体或僵尸，而是为了让死去的灵魂安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你打算把僵尸带到什么地方埋葬？神洞，我不知道这具僵尸来自哪里，没办法带他回到家乡埋葬，所以只能借助神灵的力量来超度他。那你可千万不要进神洞，只需要在洞口把僵尸赶进去就行了。听说神洞里非常凶险，那是亡灵安息的地方，也是神灵的居住之处。放心好了，这些禁忌和传说我比你们知道的清楚，我不会进入神洞的。那我们先走吧。好的。再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施展赶尸术。僵尸跟我走。林凡迈出了脚步，跟在苗尤儿的身后。虽然我可以摆脱赶尸术的控制，但是他似乎没有要伤害自己的意思，而且目的地还是有着古墓的神洞，这可就帮我省了很多功夫，不用亲自去寻找古墓。半路上，他们却遇到了一头奇怪野兽，它的外形就是一头牛，头生双脚，体型乌黑，但是它长着一只恐怖的树头，并且它的尾巴不像是牛尾，更像是一条蛇尾。这是什么？世上肯定没有这种野兽，肯定没有。苗尤儿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身旁的林凡，确实没有。你都被我控制住了，竟然还能说话。嘿嘿，先把它解决了再说。女人第一天使用赶尸术就能控制住一只僵尸，并且还是一只飞僵，但这只僵尸的气息却引来了一只古兽。只见古兽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似乎是想把这具僵尸吃掉。不过僵尸却丝毫不慌，甚至还想打一架。不要怕，这头独眼牛很可能就是通过养蛊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诡异古兽。你怎么知道？因为这股牛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恐怕是想要吃掉我的尸身。那到底是谁制造出了这种怪物？我不相信古兽是凭空出现的。我也不知，自然界不可能有这种物种，根本没办法繁衍。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后油养蛊的人。那就将它找出来。怎么找？只见林凡抬起右拳，一拳砸了过去，古牛应声倒地。太恐怖了！这僵尸的力量和灵智都如此完美，根本没有短板，没有缺陷。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你中毒了。是蛊毒。随后苗尤儿倒了下去，就连他身边的小黑也昏倒过去，更准确的说是已经死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微弱呼吸和心跳，但是感受不到小黑的生命波动。这狗年岁有些大，应该抵抗不了古牛的蛊毒。随后林凡一巴掌扇了过去，让古牛瞑目了。击杀古兽，非实验体，属性点加30万。果然，这头古兽是被人养出来的，不是自然界诞生的。虫谷之中应该有养蛊人，创造出了非这种古兽，这幕后之人极不简单。随后林凡扫视四周，试图寻找对方的存在。对方肯定非常熟悉虫谷，藏匿在暗中，那我便找找看。警告：目前身处虫谷，寻找幕后之人，极易触发身中蛊虫，请小心面对。那能怎么办？我必须找到幕后之人。
30天前，在林凡第一次见到柳如烟母亲叶桑桑的时候，林凡在如烟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她体内下过蛊，名为情蛊。我估计现在你的身体里应该已经有了情蛊。我还真没有在我的尸身里发现任何蛊虫的痕迹。姐夫，是因为情蛊还处在潜伏期，并没有真的变成蛊虫。丈母娘，你突然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小子以后可千万别出轨，否则会生不如死。放心好了，我这辈子只爱如烟一个人。姐夫，我真羡慕你和我姐。这有啥可羡慕的？你也可以去探探看看，探探上线就能匹配很多附近漂亮妹妹。我和你姐就是在探探上认识的。真的吗？我现在就试试。凡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三苗镇附近有个虫谷，你要是前往那里，一定要小心应对。与此同时，柳如烟来到了虫谷。养尸人，你确定你养的僵尸就在虫谷里吗？此人是魔神庙的管理者苗峰，应该在，但是我有一种我不太熟悉的危险之感，第六感告诉我不要往前。这时，一声巨响从虫谷深处传来，充满了恐怖之感。这动静也太大了。苗峰皱起眉头，有些担忧苗媛儿的安全，而柳如烟的眉头上露出喜色。我的御尸术有反应了，我感应到了凡哥的尸身。养尸人有什么发现吗？柳如烟没有回答苗峰的问题，而是在用御尸术仔细感应林凡的尸身，检查尸身的状态。等等，好像不对，风伯，我们去那个方向。随后，柳如烟指了指巨响传来的方位，那边就是神洞。养尸人，你跟在我后面跟着。说完，他便向神洞的方向走去。柳如烟立即跟了上去。此时，林凡已经到达神洞入口，他望着漆黑的神洞洞口，打算走进去一探究竟。我的脑子里有一种预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自己，而且我身上的情蛊似乎也很期待进入神洞之中。不过，林凡并没有急着进去。我已经感觉到老婆来了，先和她沟通一下。10分钟后，柳如烟和苗峰穿过夜色来到神洞。凡哥，不要抱我，我身上有蛊毒。好，听你的，凡哥。现在的凡哥竟然这么聪明了，可以看出他的身上有蛊毒，说话也非常利索，和活人一模一样。在他们夫妻俩聊天的时候，苗峰却十分悲伤，扶起了地上躺着的赶尸人苗由儿。阿尤，醒醒！这丫头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算是我的半个女儿，必须要带回去赶快治疗。不过必须要知道她到底中了什么蛊毒。随后苗峰望向不远处，看着地上躺着的蛊兽，这是他一阵思索之后，也没有想出来他的名字。回去请教一下蛊师，应该就能知道答案。但是是谁打死了这头蛊兽？苗峰发出疑问，但没有人回答他。不过答案很明显，就是林凡。太恐怖了，竟然能杀掉蛊兽！这僵尸的实力恐怕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如今在这世上，也就只有养尸人才能控制他。养尸人，我们该回去了。苗峰催促了一声，他要赶紧把苗媛儿带回去治疗。但柳如烟看出林凡似乎不太想离开这里。凡哥，你想去神洞里面养尸？老婆，我确实有这个想法。林凡十分肯定地回答，他已经是一个有主见的僵尸。老婆，我自己去吧，洞里肯定有危险，我不希望你涉险。乖。就在两人感情升温的时候，林凡感觉身上一阵躁动，一只白色小虫子突然钻了出来，而柳如烟伸出白嫩的手掌接住了那只白色小虫子。凡哥，这虫子是怎么回事？我感觉手掌心有些痒痒的，他对我很是亲密。这是情蛊。林凡随后把丈母娘叶桑桑说的话重复给了柳如烟。原来我的体内从小就被妈妈种入了情蛊，难怪这些小虫子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凡哥，今晚先不要进洞好不好？那咱们去哪里过夜？风伯，我可以带凡哥去三苗镇吗？可以。养尸人，你丈夫已经很有灵性，和活人一模一样，而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中。随后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小黑，叹了口气。小黑，你就在这里安息吧，等我救了阿尤，再来把你埋葬了。这个小黑和你们的感情非常深吧？是的，这是一条10几年的老狗，一直跟在尤儿身边，现如今中了蛊毒，已经没有生机了，不存在救活的可能性。随后苗峰在夜色中穿行，林凡和柳如烟跟在后面。老婆。柳如烟打了一个冷战，她下意识扭头望了过去，这声音怎么与凡哥一模一样？凡哥，刚刚你没有说话吧？没有啊。他明明是一个山洞，但是会叫老婆。老婆，你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山洞的声音和女人的老公一模一样，不过女人并没有理他，越走越远，而山洞仍是不死心，仍然在呼喊着：老婆，我是林凡呀，嫁给我好不好？奇怪，难道凡哥也有3尸神，就在神洞之中？随后柳如烟诧异地看着林凡，凡哥，我怎么听到神洞里传来你的声音？不可能，除非神洞里有诡异，他在迷惑你。那该怎么办？如果不是我幻听的话，这洞里绝对有鬼。没关系，我堵住他不就好了？随后林凡从附近搬起一块大石头扔了出去，堵住了洞口。
凡哥，你说这世上会不会有另一个你？没有。林凡不假思索的回答，十分肯定。这世上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嘿嘿，有你真好。就在柳如烟、林凡和苗峰离开神洞之后，神洞前的匪牛尸体突然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夜色的黑暗中缓缓走出一道黑衣身影，他穿着风衣，脸上却没有任何皱纹，像是一个年轻人。我的古兽竟然被打死了，那只僵尸的实力可真是超乎我的想象。而且为什么我在他体内感觉到了蛊虫的波动？那似乎是蛊王。随即他望着地上的古牛，沉默了良久，一阵失神。看来古牛还需要再加强一下才行，战斗力还不行，比起真正的匪差得太远了。不过这条黑狗的尸体似乎很适合用来养蛊。我让你动它了吗？赶紧滚！东神，我无意冒犯，这就离开。随后黑衣人赶紧离开了神洞。这只小黑狗倒是不错。与此同时，三苗镇的一处民宅内，老婆睡觉吧。凡哥，我要抱着你睡。好。仰视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我想跟你借一只情蛊，用来救人。风伯，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就好了，为何你还要闯进来？有些心急，不好意思，嘿嘿。这个手机你拿着，以后有事直接打给我，不要直接闯进来了。我不能收，这太贵重了。都是左下角领的，苹果16和3折叠都不限量，最新版华为 Mate 70都有。凡哥，是谁都能拿吗？那成本老高了。当然了，这次由我全程把关，跟左下角厂商还签好的协议，认准左下角大家才能领得放心。那我去试试。好，你说说什么事？阿尤中毒了，需要情蛊才能解毒。我想要知道如何用情蛊来解蛊毒。方法不难，让情蛊进入身体，与血结合，就可以吸收匪妞的蛊毒。这倒是没问题。随后众人来到苗悠儿的房间，柳如烟捏起一只细长的小虫子放在苗悠儿的身上，很快苗悠儿便苏醒过来。哇，好漂亮的姐姐，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苗悠儿的双眸中充满惊讶，仿佛身处在梦中一般。随后她张望的第二眼便是看到林凡，吓了一跳。僵尸。随后在苗峰的解释下，苗悠儿大概知道了情况，向柳如烟道谢。姐姐，谢谢你救了我。谢我丈夫吧，刚刚进去的虫子来自我丈夫的尸身。苗悠儿顿时毛骨悚然，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仰视人，谢谢你救了阿尤。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回房间睡觉了，走吧，凡哥。好的，老婆。哎，左下角发货速度那么快啊！我还想再拿一个3折叠，但显示没库存了。放宽心，这左下角可是专门给我调配了库存权限的，等我把库存拉满，你再看看。哎，真的有了，我现在再去拿一个。此时的苗悠儿愣在了原地，娇小的身躯瑟瑟发抖。这貌美如花的姐姐竟然是养尸人，也就是说僵尸是她养出来的，好厉害哇！不过他突然间又有些崇拜柳如烟，竟然能养出这种级别的僵尸，不仅灵智高，能言善辩，而且力大无穷，一拳能打死1头牛，太适合当男朋友了。苗悠儿一瞬间也想养一只僵尸当男友。当然，我也只敢想一想，我可没有这种勇气，也没有合适的男士。风伯，小黑呢？哎，没了，他也中了蛊毒，死在了神洞洞口。过2天我帮你把他埋了。就在这时，苗悠儿耳边冷不丁传出一道飘渺的声音：阿尤，我的新娘，你哭泣的样子真是美丽。你的小狗在神洞里，来洞里找我，嫁给我。幻觉，一定是幻觉。苗悠儿甩了甩脑袋，让自己从悲伤中走出来。阿尤，苗峰察觉到了苗悠儿的不对劲，有些担忧。阿尤的目光为何有些发痴，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再加上眼角的泪痕，让我产生了熟悉感，只有落花洞女才有。此时的柳如烟和林凡已经回房间睡觉，夫妻俩躺在床板上。如烟，我好想你啊！一道虚幻的声音传到了柳如烟的耳边。作为养尸人，我养出来的尸自然是能感知出来的，无比熟悉。可这道声音虽然很像凡哥的嗓音，但却充满陌生感，并没有养尸术主仆链接的亲切感。如烟，嫁给我。柳如烟却十分冷静，不为所动。林凡看到这一幕，不由得谨慎起来。难道真有什么诡异？觊觎我的老婆，又或许和神洞有关系？按照传说，神洞里埋葬了蚩尤帝君的尸体，是一处先祖古墓。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什么秘密？洞神又是什么？在此之前，还是不要随便离开老婆，以免发生意外。谨慎一点，不会有错。第二天一早，柳如烟就拉着林凡来到了魔神庙。刘小姐，多亏了你的情蛊，没有你们夫妻俩，恐怕镇子上要死不少人。匪妞的蛊毒是可以传染的，说是蛊毒，其实在古代就是瘟疫，这就是匪的可怕之处。不客气，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我昨晚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十分虚幻。如果你真的听到了声音，那应该是洞神在对你说话，神灵选中你作为落花洞女。阿尤也听到了声音。风伯，我记得你说过，落花洞女都是未婚的女子，可这个姐姐已经结婚了。这一点我也很奇怪，自古以来的洞女全都是没有结婚的女子，这不合规矩。洞神或许因为你坏了这个规矩。风伯，如果摧毁神洞，洞神还会存在吗？男人每见到一个山洞，都会爬上去将洞口摧毁。可是整座山有18000个山洞，并且山外还有10万大山。即便如此，他仍向下一处洞口走去。原来山洞里居住着神明，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洞神在纠缠他的妻子。
别尝试了，没有用的。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山洞的地方，都可以被神灵寄居，都可以称之为神洞。哼，未必，大不了把世界上的山全都夷为平地，等我彻底变成飞狮，这件事并不难做到。凡哥，不用担心我，我可是茅山弟子，有祖师爷庇佑，他不能奈我何。随后，柳如烟转头看向苗峰。风伯，洞神里到底是什么？据说里面有蚩尤帝君的尸体，所以刘小姐选中阿尤和你作为落花洞女的神灵，很可能是蚩尤帝君。随后，苗峰神色越发凝重了起来。姐姐，在各大挪神之中，蚩尤算是排行前几名的存在。如果真的是蚩尤帝君，那恐怕很难解除我和你的洞女身份。洞神是蚩尤？柳如烟的神色有些错愕。如果洞神真的是蚩尤先祖，那他也太蛮横了。我总觉得不太可能，蚩尤没理由喜欢我，而且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蚩尤的灵魂真能成神？刘小姐，我会用挪系的方式帮你和蚩尤帝君沟通，解除你的洞女身份。可在众多挪神之中，就属蚩尤帝君的性情最烈，说一不二，所以我不能保证会成功。那就谢谢风伯了，我自己也会想办法。在我的信仰中，比蚩尤厉害的神灵多了去了，我不会怕他的。那你之后几天有什么打算？我打算这2天带凡哥去神洞里养尸。老婆说的对，既然来了，那就要有所收获。神洞里面是一处很好的养尸地。好吧，虽然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但是我肯定也改变不了你们的主意。你们要去的话，我会想办法帮助你们。对了，组织上似乎给你们派了不少帮手，有凤尸匠、捞尸人，还有守墓人。是吗？那我们快回挪神庙吧。而此时的挪神庙，冯尸匠孙秀英、捞尸人李福龙，还有守墓人林无名都到达了这里。说说这次的任务吧，我们3个应该是一样的吧？嘿嘿，我当然是来旅游的。随后，李福龙观察了一下四周，这里风景真不错。别瞎说了，你一定是来找我爷爷的。灰灰，被你发现了。无名，你呢？我要探明三苗镇附近的古墓，就像当初在九黎村那样。就在这时，林凡众人走了过来。这丫头还是一如既往的痴情和勇敢，竟然一个人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找到了凡哥。李福龙很欣赏柳如烟，甚至把她当成孙女看待。冯尸匠孙秀英也露出和蔼的笑容。柳太太身边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她丈夫了。柳如烟此时也看着这3人，有一种亲切感，这都是她熟悉的人，所以她也没有刻意躲避，拉着丈夫林凡的手，落落大方走过去。李大爷，好久不见。丫头越来越漂亮了，你丈夫现在怎么样了？我很好。一道散发着阴气的声音传来，把李福龙吓了一跳。别害怕呀，李大爷，我们可是好久不见了。林凡的顺畅话语令李福龙浑身发抖。你已经学会说话了，别叫我大爷，我害怕。李大爷，我没有恶意，你怕什么？你是个僵尸，你说我怕什么？林凡爷爷，一道恭敬的声音吸引了林凡的注意力，是林无名在说话。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爸写的家书您看了吗？我爸的意思是想让您带着如烟奶奶回家族里。这件事我会考虑的，等我和老婆度完蜜月，应该会去一趟家族。不过3人将目光看向了柳如烟，仿佛在等她的回答。你们看我干什么？我当然听我老公的。就在这时，传来一声呼救声：风伯，不好了，阿和他又犯病了。一名中年人急匆匆跑来，身边还拉着一个女子。女子长相出众，穿着红色嫁衣，浑身散发着炽热的气息。而苗峰看到这女子，便是有些凝重，小声对柳如烟说道：这是镇子上的苗阿和，她在19岁被洞神选中为洞女，从那之后就开始精神失常，已经3年了，看了各大医院都没有效果，被诊断为幻想症和精神分裂，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时不时就会出现幻觉。听到这些话，柳如烟对洞女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方化了精美的妆，认知上绝对没有问题，并且看她的表情，十分幸福的样子，像是要出嫁的新娘子一般。风伯，阿和一直在说洞神来接他了。中年男子看着女儿的状态，十分心疼。就在这时，苗阿和突然仰起头，望着空气，眼神中洋溢着幸福感。你们看到没有？他来了，我的新郎，他骑着白马来接我了。随后他直接扑向了林凡。亲爱的，带我走吧。柳如烟瞬间懵了，这是我老公啊，你不要乱抱。他不是吃醋，而是惊悚。阿和，你以前是不是进去过神洞？去过，那是我和他结婚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去神洞里结婚？这是我们这里不成文的风俗，如果洞女愿意的话，就会被送到神洞之中，与神灵完婚。原来如此，阿和，神洞里面是什么样的？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了神灵。我没病，我说的都是真的。那洞神是什么样的？他就在这里。随后，苗阿和满眼神情地望着眼前的林凡，而柳如烟看着苗阿和的举动，若有所思。凡哥难道是蚩尤帝君？为什么阿和会这么看着他？我看他的状态，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这可怎么办？你一定要救救阿和。放心，我一定会救的。我们再去神洞试试看。我必须把那个洞神找出来，看看他是何方神圣。女人连续做了7天噩梦，梦中的男人不断的追逐她，戏耍着她，而她却怎么逃都逃不出去。就算在梦境之外，即便她的老公不停的摇晃她，她仍是醒不来。
不要跑了，嫁给我吧，我才是真正的林凡。哼，不嫁不嫁，我就不嫁。那你就别想醒来。就在这时，柳如烟的三尸神突然现身。你怎么来了？你是来坏我的好事吗？哼，我就是来此帮助柳如烟的。谢谢你，三尸神，不用谢我，我这是为了我的老公，我不想让他伤心。我再帮你一次吧，真搞不懂他为啥纠缠你。梦行。现实中，柳如烟惊醒而起，而林凡则是满脸泪痕。老婆，你没事吧？没事的，凡哥，不用担心我。随后，柳如烟给林凡讲述了一下事情梦境里发生的事情。哈，我们现在就前往神洞，我要亲自将他揪出来。第二日，众人抵达神洞，而洞神仍然死性不改，缓缓出现柳如烟的身旁。老婆，我在神洞里等你，你快进来。随后，洞神又飞到苗由儿身边。还有你的小狗在神洞里，来洞里找我，嫁给我。苗由儿神色一怔，看向林凡。为什么是他的声音？难道他就是洞神？可他明明是有老婆的僵尸。我们进去吧。好的，凡哥。随后，众人走进神洞，来到一处坑洞面前。凡哥，就是这里了，洞神应该就在这个坑洞之中。随后，柳如烟指了指眼前的深坑。我想要陪着你一起下去，但是我下面不确定有多深，所以不敢跳下去。不过你的尸身防御力十足，十分耐摔，哪怕是万丈深渊，应该也摔不坏。那我下去了，老婆。林凡站在祭祀坑的边缘，准备一跃而下。等一下，只见柳如烟走上前，拉住林凡的手臂，依依不舍。凡哥，我在上面会想你的，等你这次养尸成功，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旁边的苗由儿原本心怀恐惧，现在反而被林凡夫妻俩的亲密动作弄得面红耳赤。牛姐姐竟然敢和僵尸拉扯在一起，我虽然作为一名赶尸人，但我也想要试试。不过我缺了一名僵尸丈夫。老婆，我下去了，你照顾好自己。凡哥，别担心我，去吧。只见林凡张开双臂，身体一跃，跳进了深坑。刹那间，黑暗便将他的尸身淹没。下坠的过程也就几秒钟的功夫。轰隆一声闷响从下方传出来。检测到宝穴，神洞祭坑，等级6级，特点。神灵栖息之地，先祖埋骨之处，历经数万年岁月，请小心神灵的存在。这处祭祀坑竟然是6级宝穴，比起之前的穴墓还要高1级，看来这里风水绝佳，真的有神灵，所以等级才会这么高。难道传说是真的？蚩尤真的埋在这里？林凡随后观察了一下四周，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答案。如果蚩尤就是洞神，而且还喜欢我老婆，那说明拔和蚩尤有恋情。可是有一点不太对劲，如果女拔和蚩尤有恋情，她为什么会喜欢我？就在这时，一道诡异的声音在林凡耳边响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人。随后洞神缓缓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坑洞上方，刘姐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现在有没有听到洞神的说话声？没有，自从进我入神洞之后，洞神反而像是哑巴了一样。你呢？我也是，我听说洞女进入神洞之后，应该会见到洞神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就在这时，一只黑色的狼犬冲了出来，它那双长长的耳朵上缠绕了2条青色的蛇。小黑，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黑犬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似乎是不想离开的意思。他看着生前的女主人苗由儿，又望向漆黑的深坑，似乎在两者之间做抉择。最终，黑犬还是咬着牙一跃而下，跳进了深坑中。小黑为何变成这副样子？这是奢比之尸，你的宠物应该是发生尸变，在蛊虫的影响下变成了这种怪物，这是记载在《山海经》上的称呼。随后，苗由儿看向坑洞。小黑，不，奢比狮，你可千万不要变成一只坏狗狗。此时，坑洞下方，奢比狮血红色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眼前，而他耳朵上挂着的2只青蛇，分别看向了2个人，仿佛在辨认到底谁才是这神洞的主人。你是什么鬼东西，竟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是你，你觉得我会信你吗？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算是同一个人。长话短说，我们做一个交换如何？什么交易？以后你来当洞神，在这里尸变，我来顶替你，从这里出去。不可能，听我解释，洞神的身份是唯一的，我想要离开这里，就必须要有人接替，只有你符合条件，可以接替我成为洞神，因为我们本就是同一人。成为洞神之后，会有很多好处，不仅仅只是帮你更快的尸变，这可是成为神灵的机会。那我还是放弃成为神灵的机会，可是你没有选择，只要我从这里离开，以后你就是洞神了，我不可能让你离开。林凡一击就将洞神打散了。你击败了洞神，获得属性点500万，你获取了洞神的权柄，你遭受了权力的腐蚀。2人的身份就在此刻发生了互换。此时的林凡的尸身是洞神，而洞神的身躯则是林凡，灵魂发生变化，身体继续使用。哈哈哈，我是故意假装激怒你，想要让你打败我，从而达到更换身份的目的。再见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洞神，而我则是林凡。灵智等级中晋升成为高级灵师。随后林凡看到了不远处的黑色狼犬。你是奢比狮？奢比狮叫了一声，仿佛在恭迎新神的诞生。此时洞神已经从坑洞爬了上去。老婆，我出来了。凡哥，你出来了，打败洞神了没？男人从万米深坑中爬到地面，只为见眼前的女人一面。随后男人一跃而起，向女人飞了过来。女人这时也张开双臂，准备迎接男人的怀抱。就在这时，一道幻听的声音在柳如烟耳畔响起。老婆，那不是我。女人惊了一下，立即向后退去。
这是什么声音，并且怎么那么像凡哥？幻觉，这是幻觉，假的，不能相信。不过眼前这个与凡哥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很值得怀疑，因为我的御尸术没有任何反应。我作为养尸人，这不像是我养的尸。只见假的林凡向他走了过去，随后柳如烟拿出了一张镇尸符，想要将其制服。不过假的林凡目标不是他，而是旁边的苗瑶儿。柳姐姐，他为什么盯着我？这让苗瑶儿有些害怕。他一个有老婆的僵尸，不应该盯着自己的老婆吗？为什么忽略自己老婆，反而盯着我一直看？苗瑶儿的内心有些慌乱，却又不知道为何脸上浮现一抹红润，总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救命！我难道喜欢上了这个有老婆的僵尸？但是贾林凡一直盯着他看，让苗瑶儿呆愣住了。这一刻，我竟然感觉到了一种灵魂上的共鸣，它是属于我的。苗瑶儿敲响挂在腰间的铃铛，施展赶尸术，而眼前的贾林凡竟然随着声音而动，十分听话。柳姐姐，为什么这具尸身会听从我的驱使？我也好奇，这具尸身的实力很强，无论阴气和湿气，都至少是尸王级别，放在外界可以引起一场恐怖灾难。是呀，我的实力应该不足以驱赶这种等级的尸身，除非我们两者之间存在什么特殊羁绊。而就在这时，柳如烟的手机突然响起。喂，养尸人，我是接线员。什么事？根据我们的推测，苗瑶儿应该就是蚩尤之魂，所以他和这具尸身有所羁绊。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具体我就不清楚了，接下来的事情只能靠你自己了。哎，你换新手机了，你那旧的呢？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1年多的15，还卖了3000多呢。最近我看好多人在用爱回收，靠谱吗？那肯定啊，他们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那一会我也去看看。此时的苗瑶儿满脸羞涩。柳姐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操控你丈夫的意思。刚刚我对这具尸身确实产生了很亲切的感觉，我现在就把尸身的控制权交给你。这不是我丈夫。柳如烟摇了摇头，没有要接管这具尸身的意思。不是吧？这尸身的面孔怎么和林凡一模一样？柳姐姐，那他是谁？应该是在神洞里尸变过的尸身，但是具体身份还需要研究。柳如烟耳边此时又响起幻听的声音：“老婆，我是洞神。”呵。老娘还不知道你是洞神，这该死的洞神为什么模仿凡哥，模仿的还这么像，就连喊老婆的口音都没有差别，真真假假，我已经有点分不清了，所以早点离开神洞，以免真的产生了幻觉。我们走吧。可是苗瑶儿看着眼前这个与林凡长得相似的僵尸，有些纠结和犹豫，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既然他已经认你为主，你就是他的主人，带他离开这里吧。很快，两人一尸走出了神洞。众人看到柳如烟走出神洞，顿时一阵惊喜。刘小姐出来了，没有受伤吧？爷爷好，您怎么没有在神洞里住下？对于僵尸来说，这可是一座大豪宅。就在这时，二人同时注意到诡异的细节，林凡的目光竟然盯着苗瑶儿看来看去，而且他一直跟在苗瑶儿的身后，十分亲昵的样子。什么情况？林凡，你怎么当着老婆的面看别的女人？不会吧？难道爷爷奶奶他们俩闹掰了？不要啊！苗瑶儿才18岁，我不想喊她当奶奶。只不过更让他们觉得恐怖的是，柳如烟竟然很平静，没有丝毫的不悦。刘小姐，你丈夫和别的女人了，你都不在乎吗？原来的你的心胸这么宽广。如烟奶奶，您倒是管管林凡爷爷啊！柳如烟看着二人异样的目光，立马解释道：“你们别误会，这不是凡哥。”二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是柳如烟的话，他们又不能不信。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这不是林凡爷爷，他又是谁？就在二人观察这具尸身的时候，柳如烟发现自己又感应不到林凡了。就在此时，苗峰突然高呼道：“洞神，请您解除苗尤儿的洞女身份，请您解除苗阿和的洞女身份，请您解除柳如烟的洞女身份，她已经嫁人为妻。”准了。等等，林凡突然反应过来。柳如烟是我老婆呀，不能解除婚约，我怎么能跟老婆离婚呢？洞神似乎对刘小姐情有独钟。苗峰把自己与洞神沟通时的感觉说了出来。柳如烟皱了皱眉，眼神中露出几分凶光，仿佛要刀了洞神。而苗尤儿咬了咬牙，跑到神洞入口。洞神，刘姐姐很爱她的丈夫，求求你不要插足别人的婚姻。别担心，洞神不敢拿我怎么样。柳如烟面如冰霜，浑身上下透着傲雪般的冷意。区洞神，反了天了，我可不是软柿子，任由神灵拿捏。老婆消消气，我真是林凡。又一道声音让柳如烟的羞恼顿时松弛了下来，更多的是困惑与迷惘。难道凡哥真的成洞神了？凡哥，你真是洞神吗？柳如烟这一问，把周围的人都给吓到了，因为柳如烟在对着空气说话，最恐怖的是她那水盈盈的大眼睛，蕴含着几分爱意。糟了，刘小姐开始出现幻觉了。男人本是一只小僵尸，被养尸人呵护着，而如今却成为了神明。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养尸人面前，却被众人所阻挡。老婆，是我呀，我是林凡。真的是你吗，凡哥？刘小姐，冷静，保持清醒。是的，都是假的。不要被洞神欺骗，他不是凡哥。可恶的洞神，离我奶奶远一点，不要骚扰他。柳如烟听到这些声音，随后回过神来，但眼神中充满了迷惘。
不能落入洞神的圈套。无论洞神说什么，我都不应该思考，更不应该回应。只有这样，才能守住本心，避免被迷惑。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思索洞神的话。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凡哥现在就是洞神？可能，别多想。僵尸是不可能成为神明的，并且凡哥才刚进神洞，就算他想进化成神明，也是需要很多个日月的。奶奶，停止思考吧，都是假的，耐心等待爷爷从神洞里出来。是的，刘小姐该离开了。苗峰提醒了柳如烟一声，不想让她在神洞附近停留太久。而柳如烟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洞口，还是心存疑惑。凡哥可能真的成了洞神，如果是的话，之前的洞神去哪了？为什么僵尸也可以成为洞神？还是暂时不去思考这些，因为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随后林凡的意念看着老婆离开虫谷。作为高级灵师，我的感知力越来越强大，感知范围越来越远，而虫谷之外则是连绵的山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好像叫做黄居山。而此时的坑洞底部，吸收一缕阴气，属性点加10，情骨分裂，属性点加10。我感觉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产生质变。入夜之后，柳如烟回到住处，躺在了床上。胃疼的老毛病犯了，怎么睡都睡不着。想起之前林凡还在的时候，每次胃疼他都会在身边细心照顾，还会把温水和药递到跟前。对了药，凡哥说叫乌贝胶囊来着，中药成分，温和不刺激。他熬夜聚会的时候都会来上几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柳如烟找到后一口服下，总算是平静了下来。躺在床上，脑子里充斥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你要是在该多好，只有你在，我才能安心的入睡。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苗蓉儿跟着柳如烟，又学习了不少赶尸术的知识，大有进步。对这具与林凡长得相似的尸身，操控力越来越强。刘姐姐，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做油。痴，愚笨无知，油突出特意，所以痴字有可能是被冠上的骂名，油才是真名。就在此时，柳如烟突然惊了一下，难道该不会吧？怎么了，刘姐姐？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之后可以施展赶尸术，把这具尸身驱赶到九黎村，或许那里埋藏着答案。好了，我先走了，我要去看望神洞里的凡哥。我总觉得赵氏祖坟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但现在的我没有时间考古以及研究历史，而是去找凡哥。不久后，柳如烟来到神洞。老婆，你来了。凡哥，真的是你吗？难道你真的变成洞神了？没错，我从上一任洞神那里获得了神灵的权柄。不久后，天黑了下来，柳如烟与林凡不舍得分开。林凡跳进祭祀坑里，继续尸变，而柳如烟在入夜之前离开虫谷，回到了三苗镇。孙秀英走过去，满怀担忧，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刘小姐，你该不会喜欢上洞神了？”“喜欢啊。”柳如烟幸福地笑着，仿佛深陷热恋之中。李福龙和孙秀英则是头皮发麻。“刘小姐，你要保持理智呀！”“我现在很清醒，洞神就是凡哥。”柳如烟的一句话让两人又有些崩溃。“柳太太，你丈夫是林凡，不是洞神。今天我去神洞弄清楚了一件事，凡哥就是洞神。你确定那不是幻觉？”“肯定不是，我相信自己的御尸术。”“秀英妹子，你觉得刘小姐说的是真是假？她真的没有被洞神诱骗？”“我们还是要相信陆太太的话，毕竟她是茅山弟子。”就在这时，地面一阵颤动，似要倾斜一般，让人站立不稳。“怎么回事？地震了吗？”“这该怎么办？万一神洞塌陷了，凡哥会不会被埋在里面？”不过震动持续了2分钟便结束了。与此同时，黄巨山脉、虫谷、神洞，奇怪，地震了吗？而此时，神洞附近有一个黑衣人正在驾驭着上百具尸身。黄巨山怎么会地震？我对黄巨山脉十分熟悉，几乎没有发生过地震的事情。难道传说是真的？那具尸体要复苏了。他想到此，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浑身都在发抖。赶紧把养尸人的丈夫偷走，黄巨山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在黑衣人思索的功夫，一具女尸悄悄从黑暗中摸过来，混进了他的赶尸队伍。上百具尸体中多出来一具女尸，他是根本无法发现的。有苏躲在尸体队伍的末尾，打量着，不由得惊呼：竟然全都是女尸！不久后，赶尸队伍停在了神洞洞口。都给我站好了！黑衣人随后扫视着上百具女尸。这迷人是谁？算了，眼下还是要赶紧把养尸人柳如烟的丈夫从神洞里赶出来。他随后走进洞口，但是没有继续深入。随后敲响了阴锣，声音响亮，穿透黑暗，传进了神洞深处的坑洞里。启示！黑衣人默念咒语，试图隔空施展赶尸术，而林凡在深坑中可以感知到神洞外面发生的事情。既然驱赶了上百具尸体，堵在了神洞门口，这显然是冲着我来的。当然，我丝毫不慌，以自己的实力能对付这些尸体。林凡随即来到洞口，在他的威慑之下，女士们瑟瑟发抖，都不敢再靠近他。而有苏小心翼翼张望着，注意到了林凡的身影。大佬，没想到我们又相遇了。赵氏祖坟、斗城、冲谷，这真的是巧合吗？难道这是一种命运上的暗示？你认识管理员吗？什么？你有灵智？回答我的问题。
赶尸人驱赶百具女尸对付这只男尸，但没想到的是，在他的威压下，这百具女尸瑟瑟发抖，根本不敢抵抗。说吧，那个管理员是谁？你所在的又是什么组织？为何当初要害我的妻子？我凭什么告诉你？你自己猜吧。只见他身后的一具女尸将他带了起来，一跃飞上了空中。这是飞尸？没错，这是我收藏的所有尸体中等级最高的存在。我看你能奈我何？黑衣人身处半空中，紧紧抱着女尸的身躯，低头看向地面上的林凡，确保他不会飞起来追自己。我之前婚礼上虽已经做到了飞行，但那是我借助江采薇的鬼躯合体状态下才能成为飞尸。你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吗？随后他取出一张五雷符，一柄桃木剑。五行雷法。林凡手持桃木剑，高举五雷符，口中念念有词，念诵雷法咒语，像极了一个道士。天上飞着的黑衣人顿时有些傻眼，甚至哭笑不得。疯了吧！你一个僵尸还想施展道术，发什么神经？你不信我会施展道术吗？我是断然不相信的，因为僵尸作为邪祟会受到道术克制。不过我很好奇，你手里的符咒和桃木剑是从哪里拿出来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是雷法。此时三苗阵中，柳如烟发现了异常。凡哥从神洞里出来了吗？随后柳如烟的意念出现在林凡身旁，他立马加强意念感知，获得了林凡尸身的控制权。九天应元符，无上玉亲王，雷声开阻截，闪电逐幽冥。神洞上空，一道闪电骤然成型，朝着黑衣人劈了过去。我本以为自己处在高空可以顺利逃跑，但是没想到林凡这具僵尸竟然真的会道术，一天太离谱了。情报上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关于林凡的情报绝对没说过他还会道术，甚至还是高阶的雷法。如果提前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来送死。最终他从空中掉落，一头栽在了地上，摔死了。林凡立马走过去，施展他的鬼域空间，笼罩在黑衣人身上，试图从他的恐惧中找到一些线索和情报。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管理员的实力很强，不亚于接线员，甚至说不定两者是死对头。随后他返回神洞之中，正准备在坑洞中继续躺尸，就在这时，有一名女士怀里抱着一截手臂，想要偷偷离开祭祀坑，正是有苏。站住！有苏尴尬的回过头，朝着林凡露出妩媚的笑容。那个大佬，好久不见。说话的同时，他又抱紧怀里的手臂，才有几分安全感。大佬，您就饶了奴家吧。有苏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向林凡求饶，毕竟他看着林凡那如狼似虎的目光，有些胆战心惊。这手臂是谁的肢体？王子夜之师。王子夜之师吗？总感觉有些熟悉的样子，但是又想不起来具体是谁。就在林凡思考的功夫，有苏再次逃脱。郎君，我偷偷告诉你，黄巨山脉就是个人，而且不是个活人，是一具死尸，其实就是你巨人。与此同时，柳如烟借助林凡的尸身，施展了雷法之后，便迫不及待前往虫谷的神洞。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使用御尸术的手段可以了解到一些画面，但终究是不如亲眼所见更加清晰。就在柳如烟刚走出门，冯尸将孙秀英和捞尸人李福龙立即跟在他身边，一起前往。就在他们刚走出三苗镇，踏足黄巨山的边缘之后，地面一阵晃动，震感强烈，比之前的那次地震要更加明显。此时苗峰也赶了过来。刘小姐，你还是不要进山了，这是黄巨山脉的第3次地震了，恐怕要有大事发生了，山里现在非常危险。难道地震预示着什么？我也觉得这几次地震不太对劲，总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有一则隐秘的传说，知道的人很少。据说黄巨山脉之中有虫谷，虫谷之中有神洞，神洞里有洞神，而且埋葬着蚩尤帝君。刘小姐，我看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地震的时候应该去平坦空旷的空地。就在此时，一道矫健的身影从森林里跑了出来，看起来十分狼狈，正是守墓人林无名。快跑，不要去山里。无名，发生什么了？我终于知道这座山脉是怎么回事了。他大喘着气，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之色，内心的惊悚迟迟无法平息。在哪？在那。林无名指着眼前的黄巨山脉，但是李福龙和孙秀英都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整座山就是古墓，黄巨山就是一具尸体，而现在这具尸体似乎要苏醒了，不过这只是传说，没有人亲眼见证。凡哥会不会遇到危险？柳如烟越发担心起来。原本我只是担心地震引起神洞塌陷，把凡哥埋在里面，但是现在得知黄巨山脉是一具尸体，危险程度显然更高了。刘小姐，以你凡哥的实力，应该……李福龙想要说一句宽慰柳如烟的话，但是看着连绵起伏的山脉，他又有些恐惧。这山太大了，即便是凡哥的力量非常大，恐怕也很难抗衡。我觉得可以顺利逃脱，我不确定林凡爷爷能否胜过，但是从神洞里逃离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倒是有个办法打败黄巨之师。什么办法？如果能在黄巨山脉贴上足够多的镇尸符，或许有效果。但是这山脉太大了，至少需要100万张镇尸符，短时间内无法实现，除非让天下道门一同行动。说罢，柳如烟摇了摇头。如烟奶奶，我爹应该会带赵家子弟过来帮助林凡爷爷抵抗黄巨之师，并且我们林家整个家族出动，应该有希望平息黄巨之师的恐怖复苏。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们林家底蕴非常深厚，如烟奶奶放心好了。
身高1000米的巨人轻微移动就会造成9级大地震，并且稍有不慎就会将这具僵尸埋在1000米深坑之中。而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则是管理员，也是这女人的父亲。与此同时，黄巨山脉一支神秘的队伍找上了柳如烟。在你婚礼上对你暗杀的那个杀手背后的雇主就是叫做管理员。那你知道他是谁吗？刘小姐，管理员大概率就是你父亲，而且我们怀疑你父亲的年龄可能是虚假的，他的真实年龄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柳如烟听到这些分析，神色有些复杂。如果管理员就是我的父亲，这意味着我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在背后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凡哥在新婚夜被三尸神害死，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命令。但是很显然，他不接受这个结果。有没有可能我父亲也是受害者？你说的也有道理，你父亲有可能是管理员，也有可能是被管理员控制的人。与此同时，斗城长生大厦董事长办公室，一道虚影突然在柳轩眼前出现，他猛然从椅子上坐了起来，面色有些凝重。这一天还是来了。怎么，你害怕了？该害怕的是你，我就是你。你不是，从我这里离开出去。柳轩面容有些挣扎和扭曲，他一向稳重深沉，很少有人见过他发脾气的一幕。如果你愿意放弃长生的权柄，我自然就会消失。可你能放下吗？闭嘴，赶紧离开！一瞬间，管理员便消失不见，而柳轩突然喃喃自语起来。如烟，为了你，爸爸愿意去死。就在此时，一道美丽的身影推门而入，正是柳如烟。只不过这是柳如烟的三尸神。黄巨山脉发生地震了，你的计划真的能成功吗？三尸神似乎知道柳轩的秘密，比起柳如烟，三尸神与柳轩才更像是父女俩。我能得到老公吗？比起上一个问题，你似乎更在乎这第二个问题。当然，一定可以，你和凡哥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永远都不会分开。与此同时，黄巨山脉的地震还在持续，林凡身处神洞的祭祀坑里，震感十分强烈。你所在的山脉具有5行属性，你已晋升为初级飞将，浮空飞行是飞将的基本能力，请熟练掌握飞行姿态，晋升为更高阶的飞将。真想在第一时间把自己晋升为飞将的好消息告诉老婆。林凡立刻迈步离开神洞，但又觉得哪里不对。都能飞了，还用得着走吗？随后他双脚悬浮在半空中，飞出神洞。10几分钟就从虫谷之中飞了出来，飞到了三苗镇。为了不引起瞩目，林凡又落回了地面，以步行的方式走向柳如烟。林凡，你从神洞里平安出来了，我就知道以你的能力，肯定能从地震中逃脱。那是必须的。随后，柳如烟立即拉着林凡来到了无人的隐蔽之处，只见他的眼神中有些激动。凡哥，你是不是变成飞将了？没错，但我还没学会怎么飞。什么？你真的进化成飞将了？柳如烟亲耳听到林凡承认，满脸喜悦之色。飞将，这可是质的蜕变，超出了物理规则的束缚。老婆，要不你教教我怎么飞？好，我教你飞。柳如烟立即点头答应，想要教林凡如何飞行，但是他突然意识到他不会飞。凡哥，我好像也没学过，不过我们可以一起研究。随后，林凡抱着柳如烟，双脚微微离开了地面，来到了3米的空中，一路向黄巨山脉之中飞了过去。进入虫谷地界之后，四周有群山遮挡，不会有人注意到飞在空中的夫妻俩。随后，他逐渐提升自己的飞行高度，来到天空之中。老婆，我现在已经是飞将了，后面还需要怎么尸变才能更厉害？让我想想，在茅山的高阶养尸术中，飞将就已经是最顶级的养尸结果，在网上肯定还是可以尸变的，但是凭借人力很难达到。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旱魃。可是旱魃能用养尸术养成吗？这一点我不能确定。好吧。凡哥，其实是我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僵尸进化成了飞将，实在是超出我的养尸计划，所以导致我没有来得及查阅有关旱魃的资料。那去哪里查阅有关旱魃的资料？我打算带你去一趟茅山。老婆，我一个尸变的僵尸去茅山，会不会太嚣张了？我虽然不怕茅山道士，但是茅山道士未必会接纳我。放心好了，茅山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只要我们偷偷过去，我师父还有师兄弟应该发现不了。那就听老婆的，反正现在我会飞，如果茅山道士们不欢迎我，我就飞走。对了，除了茅山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去一趟天师府，不过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自己过去。天师府的底蕴并不亚于茅山，藏书众多。不行，你一个人去天师府，我不放心，万一天师府把你抓起来，那就麻烦了。柳如烟感受到林凡对她的在意，她乖巧的点了点头。先去茅山，天师府日后再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夫妻俩才返回。李福龙和孙秀英两人看到夫妻俩回来，各自松了口气。苏小姐，你们俩没事就好。昨晚镇子上失踪了10几个人，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我还以为你们也失踪呢。显然，镇子上发生了诡异事件。不知不觉，时间到了晚上，夜色越来越深。柳如烟有些倦意，躺在林凡怀里睡着了。怪物又出现了。小镇每晚都会消失2个人，被这只怪物掠走，随后杀掉。而就在这天夜里，这对夫妻正准备躺在床上，怪物就来到了他们的屋外，准备破门而入。有鬼！柳如烟打了个激灵，有些毛骨悚然。不对，不是鬼，应该是古兽。没想到怪物竟然跑到我们的房屋外面，他想要干什么？这古兽的样子有几分熟悉，我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古兽伸长脖子，尖尖的脑袋张开了嘴，试图将整个房屋一口吞掉。就在此时，林无名听到喊叫声，第一个赶了过来。
这是什么古兽？紧接着就是李福龙、孙秀英、苗峰也都陆续从3个方向而来。一只雕还挺大。只见古雕头顶上长着一根尖锐的角，翅膀上满是钢铁色泽的坚硬羽毛，在它的胸口和下半身身躯上又覆盖着黑色的鳞片。你们谁认识这东西？看它的样子，像是汇聚了野兽、飞鸟、鱼类3种形态，背后的养蛊之人绝对是个大师。看来飞牛与眼前的这个大雕应该是出自同一名古师。几人将古兽围了起来，试图对它发起攻击。古兽扇动钢铁般的翅膀，卷起一阵阴风，它飞了起来。这好像是古籍上记载的古雕，难怪看着有些眼熟。昨天练习飞行技巧，看到过一只大雕在云层中出没。这怎么办？我们也不会飞啊。如果是陆地上的邪祟，我们还能联手对付，但是天上飞的古雕实在超出了能力范围。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一跃而起，飞在了半空中，朝着古雕追逐而去。正是林凡。地面上的众人，除了柳如烟之外，都是一脸惊骇之色。李福龙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突然觉得那只古雕一点也不恐怖了，林凡爷爷可比他恐怖多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恐怖。只见林凡在空中和古雕打斗，但是林凡的拳头落在古雕的身上却丝毫无伤。而就在这时，柳如烟的手机突然响起。喂，养尸人，我是接线员。什么事？林凡正在和古雕战斗呢。你怎么知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古雕的身体坚不可摧，你只能用火攻。好，我知道了。哎，你换新手机了？你那旧的呢？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1年多的15，还卖了3000多呢。最近我看好多人在用爱回收，靠谱吗？那肯定啊，他们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那一会我也去看看。凡哥，柳如烟朝着天上的林凡喊了一声，随即用意念控制了他的尸身。林凡也立马明白了柳如烟的意思，随后他手指夹起符箓，口中念出了施展符箓的咒语：南极火灵，金火天丁，速离巽宫，来将离门，以星为将，以气为神，火急下降，与无合真。这时古雕好像是怕了，立即向远方飞去。还想跑？鬼域现！此刻的林凡就是炉火纯青的僵尸道士，在念完咒语之后，手上的符箓开始燃烧起红色的火焰，随后将火灵符朝着古雕扔了出去，顿时火灵符化作漫天火雨。这也太离谱了，僵尸也能施展道术，并且看来道术还伤不了林凡爷爷，反而可以为他所用。以我看，真正施展道术的人还是柳太太，凡哥只是没接，但是他的鬼域又将茅山符箓的威力增强了，变成了一种很诡异的东西。这幽蓝色的火雨是夫妻俩共同施展出来的组合技能。随后他目光悚然地望着天，有些恐惧。如果我沾染上这火雨，会不会被烧成灰烬？道术和僵尸的力量竟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苗峰也是活久见，这种名场面足以让他们刻骨铭心。而柳如烟则是皱了皱眉，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我只是想施展火灵符和火灵咒，试着清除古雕，但是没想到火灵符变化而成的火焰，竟然与凡哥的鬼域所融合，产生了漫天幽蓝色的火雨。这已经脱离了道术的范畴，因此火雨更像是鬼火，散发着浓郁的阴森感。此时空中的林凡正在使用鬼域读取古雕的记忆。到底是谁一直要针对我和老婆？随后他直接向罗神庙附近看去，在墙角边的阴影下，有一道穿着风衣的身影，坐在墙角下看样貌平平无奇，就是个普通的中老年人，有些秃顶。找到你了。他缓缓朝着那个人的方向降落过去，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望了过去。你就是古雕的主人？我不是，我不知道什么古雕，你别杀我，我就是来这里旅游的游客。秃顶男人解释他的身份，甚至拿出了自己的证明，上面的名字很清楚，姓名苗真，年龄50。苗真这个名字我有点熟悉，苗氏十巫之一就有一位叫做苗真的古尸，但是苗真的年龄至少100多岁，不可能才是50多岁。苗峰说的全都是实话，没有刻意偏袒和敌视。而苗真胆战心惊地望着林凡，救命啊！邪祟要吃人了！此时的林凡正掐住他的脖子，逐渐用力。救命！救命！他拼命地抓扯着林凡的胳膊，向周围的人求救，但林凡在此，并没有人敢救他。凡哥，你能确定他就是古尸吗？确定，如果真的杀错了，我给他偿命。可是你都已经死了，哪有命可偿？嗨，老婆，不要在意这么多。此时的苗真虽然一直求饶求救，林凡却无法从他的恐惧中读取到任何信息。果然，你的恐惧是装出来的，这说明你是装的。他不怕死，看来身份被识破了，杀了我，快杀了我！林凡一阵沉默，什么都没说。就在僵持了几分钟之后，苗真忍不住了：你怎么不杀我？为什么也不问我为什么要控制古雕杀了你们？你不害怕吧？你倒是问啊！